你在那儿干嘛？我不就是你吗？那朵花被他抛出，化作一缕淡粉色的粉末，扑在了明幽的脸上，隐约觉得额头上烫得难受。青暖，不要动他。瞧着他额头间平白开出一朵三生花的印记来。青暖是谁？是我，是你，是那漫天的星辰，是那孤独的明月，是那徐徐拂过的风，是山涧的清泉，也是这天地间的一草一木。青暖笑着，脸上的模样却先变了，刹那间数百张脸在秋千上一一划过。娘？那不是他娘年轻时的模样吗？大殿里空剩一方书桌，伏在桌案上在看一本书，那不是他手里的书吗？娘！他娘抬头又变成了青暖的模样。你是在叫我吗？我方才都说了，那是你，也是每一任的巫灵一族的神女。从秋千上跃下来，走，我带你去看清你到底是谁。明幽呆呆地将手递过去，凤清浅不知是不是该放手，看了冷意一眼，他对巫灵一族的事情根本不知分毫。青暖是巫灵神女的第一代，既然明幽和巫灵神女有关，那能打开此门便不会有什么事儿。你随着他去，他能看见历代巫灵一族神女的生魂，看到我们看不到的。明幽一袭青衣就缓缓地浮了起来，在几人眼里，明幽抬着手呆呆地越升越高，可在明幽眼里却是有青暖牵着他。生魂是什么？生魂便是巫灵一族神女死后留下的一缕魂魄，也可以说是她生前的记忆，不管在何方都会回归到神女殿里面。所以神女殿里守着的神女既是守着祖先的生魂，也是自己的，也只有神女的生魂才能这样长存。那普通人的或者是普通巫灵一族的，都随着时间的消弭不见了。明幽被他拉上秋千，秋千开始晃动时，地上的百花绽放，幻化出一幅幅的景象来，里面有前百代的巫灵一族的神女，她们都是长河里的一抹尘埃，一滴露珠。每一代的巫灵神女血脉里都带着神识，虽经过千百年的淹没丧失，巫灵一族的神力早就消耗干净了，但这里依旧记得每一寸砖瓦，每一丝尘埃都有着记忆。那花素呢？你忘记了我说过的，这里所有的巫灵神女生魂的归宿，我能知道的你也能，你若不知道，问我也白问。用你的眼睛去感受，用你的心去感受，你一定会知道的。那明幽还有许多不清楚的东西想问，可青暖已经消失了。眨眼，四季常开的鲜花、秋千以及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了一片漆黑。啊！他从半空坠落，凤清浅跃身接住他，让他安稳落了地。啊，怎么这会儿会是黑漆漆的？一直都是，只不过你看到了我们看不到的东西。他刚才是怎么了？似乎闯入了另一个空间里。这里好像有灯笼，咱们将灯笼点亮。鬼使神差地用手拂过烛台，上面的火光便亮了起来。一盏烛火亮，其余角落里的似乎被控制了一般，也逐一亮了起来。啊，还是声控的不成？还是这烛台成精了，能直接感应？这小奶头瓜是傻了不成？明幽还在兴奋中，这烛台怎么是深海的颜色？里面像是蕴藏着星辰大海。用手对着烛火轻轻地吹了一下。啊，好神奇啊！若起初他们三人还觉得明幽是与巫灵一族有关，现如今都越发确定明幽就是巫灵神女一族了，不是普通的巫灵一族。想起青暖和他说的话，要用心，用真正的眼睛去感受。他们来得正好，既然他们能算出来有人闯入神女殿，便知道有些事情也该大白于天下了。从神女殿的侧边围了过来，看，还真有人闯入了神女殿。冷意吓得冒虚汗。哎呀，完了，果真是所有巫灵族人全都聚来了。你先躲躲，你们可别说认识我，反正他们也进不来。哼，好大的胆子，敢擅闯神女殿，是何人？是时间太长太久，你们都将我遗忘了吗？我的子民们，
你们上一次聚集在一起，那是多少年前了？你确定是我吗？不对，是冷月神女爱穿的青色衣裙。人群里站在最前面的3位长老仰视着明幽。敢问是哪位神女？这神女殿里这么多生魂，你想问的是谁？想见的又是谁？你们为了延续神力，将每一代的巫灵神女的生魂封印在神女殿里，以此达到你们灵力永存。你们为了自己背叛了青暖，背叛了你们的神女。怎么东长老还不来？东长老说了，他年纪大，腿脚慢。你少装神弄鬼，胡说八道！这神女殿守护巫灵一族的。哼，既然是守护神女的，那为何每一任神女的身魂都在里面出不去，外人也进不来？你们说我胡说八道，可若我将神女殿和祭坛的封印解了，你们还能在祭坛中得到灵力吗？你还是回来了。一个苍老的身影慢吞吞地走过来。哎呀，东长老啊，你总算来了。站着这神女殿上的都是什么人呢？既然你们算出巫灵族劫难在此，便应该知道他是谁。当年青暖神女便是用这神女殿和祭坛逆天改命，才令巫灵神力得以保存。可历代先祖贪念神力，不忍放弃巫灵一族高高在上的地位，才想出如此大逆不道的法子来。哼，祖宗这是为了我们巫灵一族的千秋万代，上天抛弃了我们，我们只能自己救自己。巫灵神女是为了守护天下苍生而生，不是为了巫灵一族。巫灵神力本就是为了守天地间苍生万物，可尔等却用来逆天改命，壮大自己的族人，甚至用它去挑起战争杀戮。我们可是上天最虔诚的子民，上天怎么能抛弃我们？上天抛弃了我们，我们只有靠着神女。原来4大长老守护着神女殿的秘密就是这个。青暖神女本是好心恩赐，想救你们于水火，可你们却贪心不足，大逆不道，想借着青暖的封印，将其他神女的生魂封在里面。既然你们觉得神女无怨，今日我便让你们看看，举手是天。我以巫灵神血祭破殿，生魂出。真的有魂魄钻了出来，在神女殿四周活动。现在明幽能看见的东西，众人也能瞧见。远处祭坛里的阵法便开始松动，一身红衣、金色头钗的女子扑向人群里。我为了族人放弃了我的爱人，你们却将我在这里封印了800载。红衣女子越发愤怒，是你们的贪心害了我。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要毁了整个族不成？哼，你们的安全，你们的自视优越，不过是用他们的生魂换来的。你们的快乐都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你们重要，他们就该活受罪吗？我们将神女生魂放在神女殿里，千百年的供奉，你是哪里来的妖女？敢在这颠倒黑白？哼哼，供奉，那不如也将你魂魄剥离，永世囚禁在这陨石里，让你千百年在这儿。明幽伸手往外一扶，便才跃上栏杆，从7楼而至。凤清浅吓得伸手去捞，没拉住他，看着他徐徐降落在地，没什么事儿，这才也随着他从7楼跃了下来。这怎么一会儿功夫就这么厉害了？还敢从7楼跳下了？恐怕以后他更是被欺负的没还手的地儿了。娘！只是碰到的是空荡荡的气息，抓也抓不住。冷如月眼眶都红了。哎呦，我可怜的女儿都长这么大了。又是哭又是笑的。娘对不起你，你才那么点儿大，娘都没看着你长大。我知道娘在，娘一直在的。爹说过，无论娘在何方，都会一直守着我的。
阿佑长大了以后都要好好的啊，要福寿绵长，要平安喜乐。冷如月发现自己的魂在消散，伸手想摸摸明幽的头。小时候明幽最喜欢像小狗一样被人摸头的，喃喃地叫了一句娘，眼泪便下来了。冷如月含泪而笑，在破晓的那一刻，随着旭日而生的光芒消失不见。神女殿上陨石中最后的灵力化作星星点点的光芒，消失在初生的光芒里。每一个巫灵人都知道，从此以后他们与这个大地上所有的人都一样，并无区别。老祖宗摇摇头，放不下的执念，害的终究是自己。转身，以后我们也终于算是普通人了，依旧像以前一样过着男耕女织的日子。可以后不会有诅咒，不会有怨念。你们若是想走出去的，可到外面去看看；你们若是想与外族通婚的，大可婚嫁自由。北长老摸着巍峨的陨石门哭了出来。这可是祖宗千百年的心血，冷娇，你还有什么脸去见列祖列宗？原来老祖宗的闺名叫冷娇，明幽看着他，似乎在做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情。老祖宗有脸对这些困在殿里的生魂吗？老祖宗有脸见神女吗？历代神女都是以保护万物、保护巫灵族为己任，可结果呢？族人是怎么对他们的？我在这儿已经200多年了，眼看着书中巫灵族的衰落兴起，看着族人们在这世代耕种，没有神女殿，族人们依旧可以靠着自己的劳动存活。你们这干的就不是伤天害理的事情吗？老祖宗也懒得和他们几个老顽固解释。你带着我进去转转吧，我有话和你说。扶着他一块进去神女殿。说起来呀，这还是我第一次进来神女殿呢。以前呢，只是听书中记载，或是冷月那丫头和我简单的说过一些。说到底，你还是认识我娘的，从第一眼便认出我了。怎会不认识啊？从你来的第一眼，我便认出了你，便知这是巫灵族的宿命来了，谁也躲不掉。唉，这样也好，我这把老骨头见证了巫灵族的荣辱衰落，也算是来这世上没白走一遭。借着里面的烛火，明幽也跟着他细细地看了店里的东西。看来呀，还是你娘技高一筹。她早早料到这一天，虽是与我做了赌注，可却将这神女殿该收的都收了起来。这店里空荡荡的，竟不剩一物。上了藏书阁，这才是整个族人的灵魂啊！巫灵族之所以能千百年一直高于其他族，不单单是靠灵力，更是祖先们一代代留下的智慧结晶。明幽暗暗佩服，虽是200多岁的年纪，可却比任何人活得清透。一路爬上7楼，太阳升起来了，太阳的光芒会普照大地，所有的罪恶冷漠过往都会烟消云散了。你看，腾云村依旧是那个宁静的村子。老祖宗，你为何这么讨厌神女殿？因为我也是受害者呀。以前我还年少，听村里回来的姑姑说起过红尘俗事，也格外向往。我家世代传承着东长老，
也传承着这巫灵神女的秘密。与其他3大长老一样，巫灵一族的4大长老生死都不得迈入世俗，与外族通婚。怪我们星座不太相配，所以我们老是针锋相对。娘，要是长风欺负你，你就用我的剑砍他，别怕。说着还像模像样的比划了2下，威胁长风。啊，他从哪里学来的？明幽觉得这招式有些眼熟。哎，可不是我啊，是长生还有陛下，特别是长生，你要收拾啊，你就找他算账去。我是抗议了千百回了，这小混世魔王教不得武功，不然以后都得闹翻天呢。从明幽小时候就能知道，陛下当时就是考虑到学了武功不好管束，这才严防死守，不许教导他武功。如今倒是把自己未来女婿给坑上了，用陛下的话来说，那就是反正坑的是别人家的小子，有何不可呀？这不是纵着他闹得天下大乱吗？想了想，只能安慰自己，没事以后也去祸害别人去。真不愧是整整齐齐的一家人呢，整整齐齐的比对联还工整。没多久，凤清浅和长生还有凤鸣就带着猎回来的山鸡进来了。凤鸣立刻就去高声叫诺诺，快来，诺诺，来看野鸡尾巴上的毛多好看。诺诺立刻大大大的冲过去，两人一块欣赏着躺在地上半死不活的野鸡。诺诺凑在他的耳边小声地说着刚才自己的战果，是如何训斥那个觊觎他们父亲的女人的。等明幽一过来，两人便停止了。明幽觉得有些古怪，可却听不到什么，只得算了。神女殿的事情结束了，可明幽还有些剩余的事情没有弄清楚，本打算再去问问老祖宗的，似乎那夜是受了风寒。明幽心里想，其实那不是风寒，是多年的心病被牵扯出来了。想想老祖宗也是个长情的人，见了一面都还来不及表明心意的心上人已经走了100来年了，倒成了他的心病。我倒是觉得是因为遗憾，因为得不到所以念念不忘，越想越痛，越忘不掉，因为太多的可能是越发死心不了。明幽凑过去他旁边，那你对我呢？得到了还会惦念吗？凤清浅笑，将他架在自己腿上。你难道不知道有一种滋味叫做食髓之味？我对你便是如此，越吃越发上瘾，越欲罢不能。等长风来找两人吃饭，发现不在，便知道陛下肯定是又拉着小皇后去做些少儿不宜的事情，心里琢磨这会不会再添一个小皇储呢？是天位公主好还是皇子好？若是皇子两人以后抢夺江山，他帮谁呢？若是公主再和凤七公主一样，那他岂不是暗无天日了？琢磨了一番，还是不要再添的好，不然日子真没法过了。我娘累了，不来吃饭，为何爹爹也不来？他也累了，打猎了。可凤鸣十分耿直的道：这野鸡是长生打的，他就负责闲着。长风无语了，这熊孩子非得拆台不可，也许是站着累了。好充分的理由啊，可似乎没什么毛病，站久了确实是会累的。等明幽起来的时候已经是天黑了。诺诺站在门口看着他，娘，你是猪变的吗？比小猪崽子还能睡，这还不是怨你爹？怎么是他的错？这是他能睡吗？分明是有人折腾的久。诺诺过来瞧见他脖子上的痕迹，娘，你怎么又生病啦？脖子上起小点点啦？明幽脸一红，只得硬着头皮像以往一样骗女儿。许是吃错东西了。诺诺还十分贴心地轻轻摸了摸。我去给你拿药膏。给他涂了清清凉凉止痒防蚊虫的药膏，还吹了吹，擦了就不会痒了。看着女儿单纯无辜的小模样，明幽觉得自己罪孽深重，怎么还能欺骗自己的贴心小棉袄呢？哎呀，太过分了，这罪孽必须算在凤七七的头上，加倍。因为老祖宗生病的事情他们也不能及时赶回，索性在腾云村住了下来，等候老祖宗好了，将事情弄清楚再回去。刚看我错过的大雨，握不住的盛夏，
哥哥快来！凤鸣以为是他需要帮助了，立刻小跑着过来，没想到他正好好的站在院子里。凤鸣总算是知道他为什么一脸火急火燎的了，又是这个女人。兄妹俩不约而同地皱了皱眉头，一脸的鄙视。哥哥，你瞧，讨厌的黑乌鸦又来了。竹玉差点没被气死过去。什么叫黑乌鸦呀？我长得白白净净的，哪里是黑乌鸦？你心黑。你别以为你小就可以为所欲为啊！你再这样，我就打你了。除非不想要你祖宗18代了，你要是敢打我，看我怎么收拾你。诺诺可不怕他，宫里的人那都是顺着他来的。朝廷里的那些皇亲贵族，个个凶恶的跟老虎似的，见到他还不是个个乖巧的跟小猫咪似的。凤鸣盯着他，你来干什么？快出去！没看见我妹妹不喜欢你吗？妹妹不喜欢的人，他就更不喜欢。我来给你们送菜的。竹玉对凤鸣倒是刻意多了几分讨好。听说这个小男孩是公子家的长子，他听村里的老人说，外面的世界家中的长子要格外受欢迎些，而这小丫头就不一样了，那是女儿，不受待见，连出去打猎都不能带着去。其实竹玉自己多想了，诺诺在凤清浅心里可远比他想的重要。之所以诺诺没跟着去打猎，是因为小丫头自己赖床不起，不怪别人不带她去。我们不需要，你走。凤鸣态度坚决，连想都没想一下，这俩孩子怎么说不听，对他哪来的这么大意见呢？随后猜想可能是那令夫人故意说自己的坏话，可他没有想过，他想抢占别人的家庭，人做子女的能愿意吗？连小孩子都能看出他的心思来，何况其他的大人。是青姐让我送的，是青姐。青姐对他们挺好的，确实经常送些吃食来。你放在那儿，出去就成了。这赶人赶得也太迅速了吧，对两个孩子故作可怜。我辛苦给你们送东西，这大热天的，你们好歹给我喝口水吧。哪有人这么对待自己家来的客人的呀？我们家没有茶水，井水也成啊。竹玉想留下来，一直拖到冷公子出来，这样也能正面和他打个招呼。诺诺立刻二话没说，像一只小牛一样哒哒哒地冲了进去，拿了一只碗，去装虾的桶里舀了一碗水，小跑的过去放到他面前的地上。那喝吧。竹玉无语了。这水能喝吗？这水又没毒，虾都能喝，你为什么不能喝？这不是带着腥味吗？给你水就不错了，你这个黑乌鸦，你别整日盯着我爹看，不然我们把你眼珠子抠出来。我爹是我娘一个人的，你不许看。你小孩子家家的胡说些什么？什么叫我整日盯着你爹看？凤鸣眼角动了动，前半句话还凶恶的要死，后半句怎么就转了性子了？转身过去，看见他爹出来，总算是明白为什么了。这女人还说对别人没心思，只当别人瞎了不成？还是当他们是小孩子好糊弄呢？喂，你们在闹什么呢？爹，青婶婶给我们送来野菜啦。诺诺跑着过去，凤清浅将他抱起来，诺诺便躲在他的怀里撒娇。爹，青婶婶可真是好人。诺诺点头，将菜拿进去给长风摘了。自己则是转身抱着诺诺进去了。竹玉有些呆，他是没瞧见自己这么一个大活人在这儿吗？眼神都没瞟自己一眼，有些不死心。冷公子。有事吗？冷公子若是喜欢，晚上我再送些其他口味的野菜过来，好给你尝尝。不用姑娘好意了，我们只能吃惯青姐送的，我这不方便，就便不留姑娘在这喝茶了。姑娘请走吧。竹玉讪讪的，没事儿，那我先走了。自己退出去了，又憋屈又委屈。哇，那里有仙女吗？仙女都给你娘弄散了，还剩什么仙女啊？没想到凤清浅将她抱起来，在场的除了小豆芽诺诺，也就明幽一个女的。诺诺瞥了她一眼，有馋嘴的仙女吗？明幽无语了。
熊孩子，孩子还真是3天不打上房揭瓦，有这么说娘亲的吗？长风扑哧一声笑出声来，明幽怨恨的目光转向长风。不是我说的，你别找我算账。你娘是小猪崽儿，那你是你娘生的，那岂不你也是？诺诺撅嘴，他不想做小猪崽子的。可娘确实是很能睡呀，从早上睡到晚上，我拍门拍了许久，也不给我开门。凤七七，你给我解释清楚，到底谁给谁背锅了？这个狡猾的老狐狸，以后休想再上他的床一步。看着长生大包小包的提着，大多数是诺诺的零食。哎，你是去郊游的吗？诺诺小，还在长身体，不能饿着了。那也不能吃这么多零食啊。你小时候吃的还少吗？这孩子没办法教育了。凤七七专业拆台100年，他小时候吃零食怎么了？那不是天天被凤七七欺负吗？不吃点零食，没点甜的，日子还怎么过呀？娘，我里面也给你装了你爱吃的。啊，真的吗？当然啦。那给爹准备了没有？你哥自己怎么还吃？哥哥说了，他是小男子汉，等他长成大男子汉就不吃了。宋清浅无语了。这小子，以后取消他的零食，看他还敢整日胡说八道的。某个无辜的小枝就被这么嫉恨上了，他就随口一说，怎么就成他的锅了？哎，家有霸道皇帝老爹，心里苦啊。爹爱娘宠妹，唯独他这长子心里苦唧唧。他要离家出走，他要抗议，明明是要去办正经事儿的，可一家人愣是走出了郊游的感觉。凤清浅路上还摘花给明幽和诺诺各自编了一个花环。好看。好看吗？好看吗？好看，全天下最好看的2个仙女。那是我好看，还是娘亲好看？你娘第一，你第2。为什么？许是女孩子天性爱美，诺诺小小年纪也是如此。我不能是第一吗？因为你娘在我心里最美，不然怎么会有你们？好吧，那爹爹你快给我找个童养夫吧，这样我也是天下第一美了。小小年纪你知道童养夫是什么？你当然知道，就是陪着我吃，陪着我玩，受我欺负，听我说话，我让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谁以后娶了你也是不容易。走了半天，翻过山头，总算是到了。有了之前的探路，也没碰到什么机关。凭什么绕不开翻不过的山下，有谁远方让风代替我们的。三叔三婶儿，我知道散魂器在你们家，若是要换同等价位的玉，或者有什么要求，开口提就是。冷三婶儿看了冷老三一眼，哎呦姑娘啊，你这便是外话了，咱们这儿不缺吃不缺穿的，要银子干什么呀？那三叔有什么要求直接提就是。我们家呀就竹玉一个女儿啊，她从小没见过什么世面，如今神女殿算是散了，老祖宗也将规矩给改了，她吵闹着要出门，我们也劝不住啊，所以啊就想托你们带她出去，也算是长长见识。可以，我们家还算富裕，而且我那位朋友是女尊王朝皇室，三叔救命之恩自然会让竹玉在外面吃穿不愁，风雨无忧的。这不，不是啊，他这孤苦伶仃的一个人在外面，我们也不放心呐。那行，若他在外面遇上心上人，人家为娶亲愿意，他也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替他操持婚嫁，做个娘家人，也不会让他没面子，被夫家欺负了去。阿优啊，本来你是神女，我们不该提这些无理要求的，可我们就这么一个闺女，她看上的是你们家夫君冷公子。什么？虽说竹玉一脸花痴相盯着凤七七，她也觉得是因为凤七七长得好看，她垂涎凤七七美色就算了，如今还想登堂上位，打她男人的主意了。哼，三叔三婶既然知道是我夫君，不会不知道我们是明媒正娶，拜了天地告了祖宗的。如今2个孩子都快5岁了，他瞧上我夫君是什么意思啊？阿优啊，我们也不敢多求，我们听闻
你们外面大户人家是有妾室的，你就当成了情，让她做个姨娘，也算了了她心愿。哼，三婶这话说开了，我也不怕得罪三婶。那我这做小辈的问问三婶，将心比心，若是如今给三叔找一个美娇娘做小妾，三婶儿可愿意？他这老不死的骨头还娶什么小妾？按照我们外面的规矩，便是7、80岁也是能娶个15岁的，只要是愿打愿挨的。冷老三媳妇便没脸继续说了，既然三婶都做不到，怎么来要求我做到？我们夫妻和睦，恩爱无双的，莫说养上一个妾，即便是10个也无妨。但我想问问三叔，天底下做父母的是希望女儿一辈子幸福，和和睦睦，甜甜美美的，还是希望自己的女儿做个下等人，去伺候人，稍不如意被连打带骂的？父母爱子，可也不能纵着他胡来呀。哎呦，冷夫人，这话是我们不该，唐突了，唐突了。为了散魂气，明妞也真不能与他们翻脸了。我知三叔三婶也是有骨气要脸面的，若是村中的人知道此事，以后三叔三婶如何能抬得起头来呀？竹玉妹妹长得是清秀可人，在哪里都不愁找到好人家。咱们腾云村都是巫灵之后，样貌遗传自先祖，那都是1等1的好。村里的儿郎还能比外面的差多少？竹玉妹妹也不至于被骗，以后被欺负了还能够有个做主的。可不是，咱们的竹玉侄女是多水灵的姑娘啊，连老祖宗都夸有她当年的样子。好，那就算了，当我们没说。至于散魂器，我给你们取就是。在门外偷听的竹玉躲不住了，冲了出来。娘，你少听他们忽悠你，他们就是不愿意。你少说这不要脸的事情了，是我们太纵着你了，由着你想出这不要脸的主意来，害得我们俩丢人。不行，不可以，他就是嫉妒，胡说八道的，没准冷公子是愿意的。那要不我让他过来当面拒绝你？但三叔三婶可不要怪我夫君不给你们家姑娘留面子。这些年任凭多少比你好的，我夫君少说聚了3、4千，你还真以为上赶着巴结我夫君的人少，只有你一个吗？哎呀，少在这整什么幺蛾子！爹！竹玉一听没了办法，只得改变策略。好，我可以给，但是你们要带我出去。好，可以，但是要当着你爹娘的面约法3章，说清楚。好，竹玉想的是，反正出去以后跟着他们就是。第一，生死福祸与我们无关。第二，你爹娘能同意第1条，以后你不管是生死还是祸福，也怨不得我们。第三，你和我们没半点关系，只要下了山，我们只会将你放在小城镇处，不会负责你的生活，因为他已经想好了，下了山就将他甩了。反正天大地大的，而且他们住皇宫，即便是找到了也进不来。诺诺洗了澡，换了衣服，凤清浅则是带着凤鸣在洗澡。娘，我们什么时候将这个笨女人给甩了？等她在这2天熟悉一些，我们启程的时候就不带她了。凤清浅出来，拿着帕子扔在凤鸣头上。哼，自己擦干。我要娘亲帮我擦。你娘手酸累了。然后自己坐在明优面前，用眼神示意给她擦头发。你不是说我手酸了吗？给我擦就不会手酸了。凤清浅理直气壮。你这是欺负人。凤清浅白眼。想别人给你擦，尽早找个媳妇去，没人拦着你。凤鸣无语了，这还是他亲爹吗？最后自己拖着帕子去给长风帮忙了。明优想叫住他，让他去，别惯着他。可他还小，也就5岁而已啊！你这么大个人了，还好意思欺负儿子？男子汉从小就应该养成独立的习惯，否则以后怎么照顾妻儿老小啊？对呀，我们还是小孩子。这要是取消了，他以后也得自己穿衣吃饭擦头发，想想便不太美好了。小小年纪却要做这么多的事儿。你是女孩子没事，多大了都有人给你擦。女孩子要娇养一些，免得以后被坏小子拐跑了。说的头头是道，明优竟然无力反驳。诺诺一听，呵，原来是双重标准呢，这才放心了许多。反正哥哥自己能做，
那就这样吧，果断放弃了为哥哥争取权益的机会。凤鸣刚好敲门，遇见推门出来的竹玉。哎，你在干什么呢？找长风。哎，你找长风干什么？擦头发。要不我帮你擦吧？凤鸣摇头，不用，伸手拍了拍长风的门。长风许是在睡觉，第一声便听见了，只是起身有些慢。哎，许是没人在，我帮你擦也是一样的。他一个大男人笨手笨脚的，我擦头发有经验，头发比你长。凤鸣一副沉默是金的样子，默默地站着。长风来开门，竹玉见没戏了，便自己回屋子去了。哎，刚才你和谁说话呢？竹玉。其实长风看着大大咧咧，做事不靠谱，可有些事做起来还是比较细心的，比如擦头发，比凤清浅擦的还要好一些。你少理会他啊，他目的不纯。我知道。凤鸣点头，他妹妹都能看出来的，他自然也能。洗漱好，天色渐渐晚了，出去吃饭的时候，竹玉也跟着去了。诺诺皱眉，哼，跟屁虫。明优捏了捏他的脸蛋，谁教你的？不许骂人。我说的是实话。他本来就是跟屁虫，今日与凤清浅商量了一番，还是让长风拿着宫里的令牌去衙门知会一声，将竹玉的年龄还有相貌一并划给了知府。若这个姑娘遇着事儿了，当地的知府也能管一管。等长风去办事的时候，他们先去了酒楼吃饭，竹玉跟着。竹玉，你不嫌弃的话，过来一起吃吧。两个孩子在小二旁边点着菜，竹玉求之不得，立刻坐到了凤清浅的旁边。还没说话的时候，凤鸣默默来到了他的身后。你坐着我的位置了。竹玉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凤清浅。我这亲儿子坐我爹旁边最合适不过，你一个外人。见没人帮自己，只好默默地移动了一个位置，冷意摇摇头，却什么话都没说。长风回来的时候，菜正好上齐了，他们一家人吃饭有说有笑的，唯独自己像是个局外人。竹玉心里不好受，一直吃着饭，偷偷地观察着明优。明优用筷子极笨拙，和他女儿差不多。竹玉有些鄙视，这么大个人了，用筷子一点也不优雅，这样的他怎么配得上冷公子啊？凤清浅倒是一脸无所谓，还一直给他夹菜，甚至是投喂。我倒是觉得强大了没什么不好，很多时候能做自己想要的抉择，不顺天不顺命，只顺自己的心意。若是顺着天意，只怕他早死800回了。即便是有磨难，那也是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只会让他更强大，走得更远。凤清浅的骨子里带着桀骜，带着凤家血脉里传承的掠夺天性，永远只想将自己想要的握在手里。凤七七，你说倘若我当时许配的是凤九九或者凤小三儿，亦或者是朝廷其他新贵，我们还会有缘分吗？许是看多了一段又一段的故事，凤清浅又连着喝了2大口，眼神霸道而猛烈。哼，即便你嫁作人妇，我也能将你抢过来。忘了告诉你，其实早在你睁眼看我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你只能是我的，不然你以为我愿意抱一个奶孩子？有时候嘴里的嫌弃不过是想掩盖突如其来的喜欢和浓烈的深情。明优靠着他的肩头，那下辈子我们还有没有缘分？我们的缘分是生生世世的，你躲到哪里我都能找到。那倘若我像乌灵族人活得100岁呢？有时候长寿不一定是好事儿啊。你便是活得1000岁，那也是我的女人。你即便是死了，我也在望河边等着你，等你100年也好，等你1000年也罢，你若不来，我一定不走。明优感动。好。其实在神女殿里，他还看见了自己的命数。乌灵神女明优阳寿323岁，南幽君主凤清浅享帝王之命75载，凤清浅10岁为帝，那便是85的阳寿。明优想，那他和凤七七这长久夫妻不过是75年，可听凤清浅说，等100年也好，等1000年也罢，他一定会等。明优便心安了。是啊，不管何处，他们都记挂着对方。黄泉碧落，凡俗世土都一样。明优喝了几口桃花酿，感觉晕晕乎乎的，也不知是梦还是醒。
他似乎听见低沉的笑声，还有人骂他是傻瓜，听着像是凤清浅的声音。他又不是傻瓜，骂他做什么？凤清浅俯身偷偷亲了他2口，将豆腐吃得心满意足了，才带着他回去了。进门的时候，诺诺和凤鸣还在桌子上吃着东西。见他爹抱着他们娘回来，爹，娘怎么啦？你娘喝酒喝醉了。嘘，没见过比娘有出息的了，喝2口就醉了。说不定你以后也是。你才不会，长风偷偷给我喝过一次甜甜的酒，就有一点点辣。长风心一紧，不安地朝着凤清浅看去。凤清浅是听见了，目光里带着寒意。哎，我去打水。这哪里是给他的，明明是这小丫头好奇非要喝的，这能怪得了他吗？还好只是有点上脸，小丫头硬气，没办点事儿，他便偷偷带着她溜了风。刚出去没多久，他便听到了砰砰的敲门声。诺诺没敢去开门，因为若是长风进来，要么都会直接进来，或者叫一声再敲门的。父皇，有人敲门。凤清浅已经听见声音走出来了。很好啊，不能随便给陌生人开门的。走出去是刚回来的竹玉，一脸焦急，脸上的怒意硬生生的收住。冷公子，我以为你们走了。你不用跟着我们。便准备关门。你再敢来敲，我便将你手剁了。轻声慢语却带着寒气。等凤清浅进去，长风进来了，碰见在过道里站着的竹玉，似乎是没看见一般，正准备进去。天一亮的时候，明幽他们启程便赶路了。喂，你高兴什么呢？终于将那个讨厌的竹玉甩了。竹玉起来的时候也没多想，里面放着2个信封，其中一个空白的，放着一沓厚厚的东西。打开看了，竟然是50两、100两面额的银票，一共是1000两。另一个信封里则是存着一封信：竹玉，如今实现当初诺言，我们启程回家，望赐珍重，另放1000两银票，加你娘留给你的3000两，够你在这里衣食无忧。你若是在凤凰镇遇到危险，可去找官府的人。竹玉异常火大，将书信撕了个4分5裂。谁要你的施舍？咬牙，哼，我就不信了，还找不到你们。你来了。是啊，也未客气，自己坐下去。最近不想喝茶水，给我换温水吧。明明才1年不见，便恍如隔世。谁说不是啊？以前已经不知，一向不爱居于俗物的星谋，如今竟然为了这些正事熬得这样消瘦。这不是向你们家常招弟学的？他可没有这么勤勉，不知早朝都罢了多少回了。当然，他罢早朝那是沉迷于食色，和昏君没什么两样。此番回来，我倒是带了好消息回来，解决女尊王朝的隐患。两人在说话，星谋瞧见店门口探出的小脑袋，星谋立刻想起身。诺诺，许是身子骨经不住他这突如其来的激动，踉跄了一下。明幽眼疾手快地扶住了他。诺诺跑过来，星谋，你怎么啦？星谋稳住，没事。许是见不见诺诺，太激动了。诺诺摸着他有些硌手的下巴，星谋，你是不是偷懒，没认真吃饭呢？你看你都瘦得没有下巴了。星谋的眼泪几乎是要滚出来了。他早已将这个孩子当作是自己的女儿，可以说付出的心血比清泽还要多。伸手轻轻碰了碰他的脸。是，诺诺不在，我们都很想诺诺，所以没好好吃饭。不过诺诺回来了，我一定好好吃饭，很快就会胖起来的。我也很想你，很想清泽、寒冰和大家。前天晚上我做梦还梦见你给我推秋千。好，诺诺回来了，我给你推秋千，推得很高很高。诺诺摸了摸他的鼻子道，我会认真的监督你吃饭的。瞧见默默从后面钻进来的小孩子，星谋看了一眼便知道是谁。凤鸣点点头，是父王将他们送来的，目的就是派他这个小间谍来看着他们。瞧见凤鸣也来了，明幽立刻明白了凤清浅的小人心思，但也没戳破。长得很像凤清浅，特别是那双眸子，简直是一模一样。他的儿子自然该像他，
就像清泽，很像你。说起清泽，去把太子接回来。烈焰出去。最近身体不好，清泽一直放在他娘那儿。星谋嫌弃灵素是有目共睹的，清泽才3岁，不得爹的照拂，总得有娘的照顾，这才不得已放到灵素身边。唉，他再如何，总归是自己的亲儿子，自会好好照顾的。好好照顾。清泽被蜜蜂蛰了，眼睛都肿了，看不见一下午。他这做娘的都不知情，若不是寒冰去了，只怕到晚上喂饭才知道。明幽无话可说，偏巧还脑子跑偏了，脑海里情不自禁地浮现出清泽的那眼都肿成一条缝隙了。凤鸣无奈地拉了拉他的衣角，明幽才回过神来。那不是还有寒冰和烈焰照顾，他们是你的左膀右臂呀。正好寒冰将清泽送来了。清泽一见星谋，立刻小跑着过来了。夫君，你昨天也没来看我。星谋摸摸他的脑袋。我不是跟你说过我有事，你乖乖的，我带你去找诺诺吗？听到诺诺的名字，清泽的眼神向诺诺身上瞟去。2岁左右的孩子记忆力不是很好，诺诺什么样子他早忘记了，只是已经成了习惯，会张口闭口的叫诺诺。你就是我的父亲，云高风轻，不走下去，停在这里，视线里都是你，全部是。陛下，我可是你的妻子，是你的亲生儿子的母亲。你自己心知肚明是如何有了清泽的，当时留下你不过是看着我母后和清泽的面子，不然早就让你死个18次了。似乎不甘心，揪着他的衣领，咬牙切齿的恨。你以为我愿意碰你这种女人啊？那是我一辈子的恶心。松了手，灵素受不住这打击，滑落在地。这句一辈子的恶心是真的伤到了他。那我对你一片真心，不及别人的一颦一笑。一片真心。你也配和他比？天大的笑话。你在我汤里下药是一片真心啊？这些年你为了我真心实意的做了一件事儿，穿着绫罗绸缎得意洋洋的炫耀是真心，处处与别人攀比，连太子都不顾是你的真心。你这真心是那些至高无上的荣耀和权力，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撺着你家人在朝中做什么手脚。那是因为你不曾给过我机会。夫人，陛下给过你太多机会了，让你照顾诺诺公主是机会，让你3番5次照顾太子陛下更是机会，可你却从未珍惜过。滚下去，别再让我看到你。星谋对他深恶痛绝，都不愿意多看他一眼。灵素哑口无言，只好出去了，一路都是又哭又笑的，拿路边的花草出气。我对你不真心，他对你就真心了吗？就算是再美再好的女人，可都嫁人生子这么些年了，就算是天仙也该忘记了吧。他日日在他身边守着候着，怎么看不见他半眼呢？不见明皇后为你做了些什么，他不也是整日锦衣玉食，什么都不用做，怎么他就成了理所当然的好？连伤口都容不得包扎，冲着去找明皇后理论了。明幽还在和纪晓之混在一起吃糕点，瞧见一抹轻影，抬头看去，诺诺和清泽被吓了一跳。灵素手上沾着血，二话不说将清泽一把扯了过去。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和你夫君一样没心没肺，分不清谁是你娘吗？你干什么？话还未完，灵素就一巴掌甩在清泽的脸上。诺诺生气大吼：你为什么要打清泽？你这个坏女人！凤鸣已经窜过去将清泽拉起来，明幽护小鸡仔似的将他们护在后面。清泽依旧沉默不语，只是手悄悄地抓着诺诺的衣角，出卖了他的惧怕。长风，将他扔出去！那是我儿子，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做主了？你当真以为处处都是你南幽的皇宫？只是灵素还没靠近明幽，便被长风扔了出去，扑通一声，狼狈落地。明幽这才放心了，若这女人发起疯来，他一个人可拦不住。哎，愣着干嘛呀？还不将她扶下去？几个宫女互相看看，却没人敢上前。哎呦，去找寒冰来解决。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安的什么心思吗？你就是想装模作样的给众人看，
让陛下和我儿子都觉得你善良是好人，来掌管我们女尊的天下。你这个野心勃勃的女人，你看看，你还有点做母亲的样子吗？你将你孩子吓成什么样了？用不着你来说教，他是我儿子，以后是未来的君主，我是太后，位统女君。你就是嫉妒我，故意报复我，不想让我成为太后。哼，我真怀疑你脑子是不是长在猪身上去了。若星谋有个三长两短，你以为你儿子这么小，就凭着你娘家的那点势力，能坐稳这女尊的江山吗？星谋活一日，你们母子才多一日的安稳。清泽才2岁，依着你这蠢货的样子，能指望什么？你胡说，你以为我会信吗？林素不管他说什么都听不进去。你把我儿子还给我，那你也得看看他愿意跟你回去吗？明幽侧身，清泽还不滚过来！清泽似乎没听见一般，不料离着远远的清泽拉着诺诺往后退。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话还没完，忽然被身后的寒冰敲晕了。哎，还不将这个疯子拖下去？有了寒冰的话，侍卫们便没什么顾忌了，强按着灵素就走。你这个白眼狼，我生你何用？还不如给你掐死了！你对我还不如一个外人。你们几个吃软饭的吗？把他舌头给拔了，看他还敢胡言乱语。清泽垂着头，说不清是恐惧还是伤心，反正就是闷闷不乐的。你就是我的父亲，云高风轻，不走下去，停在这里。巫灵神女明幽为了先祖血杀之阵，愿以数百年寿元为代价，只为化尊越王朝与巫灵之恨，从此两不相欠。明幽觉得散魂器才不住的颤抖，他的血被吸得越发的多，与那股强大的力道相互拉扯。突然一阵晃动，似地震一般，手里捏着玉佩的明幽被一股强大无形的力道冲开了很远。凤清前眼疾手快地接住，哎呦！明幽手里依旧死死地握着玉佩，只是散魂器上出现了一道裂痕，血顺着手掌心滴答滴答地落下。啊，看来成了。只是来不及说其他的，便晕了过去。四周传来悲鸣的哭声，寒冰扶着星谋，长州陛下，快些扶着明皇后坐，地宫要塌了。他们刚出去没多远，太庙突然陷了下去，整个大殿塌了，顷刻间成为了一座废墟。女尊皇宫太庙的坍塌突然成了宫里最诡异的事，宫人围满了四周，看着这天降异象，指指点点的。太庙一塌，星谋觉得胸口的压迫感勉强散去一些。星谋没起来，坐着还未散去的坍塌太庙，陷入沉思。明幽在梦里恍恍惚惚的梦见了花素，梦见了自己很多事情，迷迷糊糊听见有人说话，虚弱的睁眼，是一张嫩生生的小脸。娘亲，你终于醒了。渴。诺诺擦擦眼泪，立刻去笨拙的端着一小碗水过来，喂给他吃了，看了看，我去找爹爹他们。立刻撒欢跑着去了。哥哥，爹，长风，快来，快来！来的是知秀和长风。明幽已经挣扎着坐起来了。啊，怎么都正午了？你们都睡了7、8日了。长风端了温水过去给他喝，明幽连着喝了8碗，受不住了，这才勉强停了，舔了舔干渴的嘴唇。你就是我的父亲，云高风轻，不走下去。啊，娘，你睡了一觉都成了水牛啦！唉，我7、8日都没喝水啦。哎，凤七七呢？长风给爹爹喝了药药，爹爹睡着了。爹爹说了，娘是为着星谋才这样的，娘醒不过来就要血洗清凉城。我给他喝的就这些迷魂散，今早才喂的。将诺诺拉过来拦在自己面前。是大家的主意啊！陛下看了你7日了，一直都没怎么合眼，我们担心他身体吃不消，还是诺诺端给他喝的。我只是一个小孩子，什么都不懂，是长风让我端汤给爹爹喝的。相互甩锅中，你们倒是先给我端点吃的来呀！都饿了7、8日没吃东西了。
一会儿智秀就端着鸡汤面进来了。吃着面，明幽向长风打听女尊的情况。那日阵法破除太庙就塌了，哎，你说奇不奇怪啊？听说与此同时，离破岩的坟墓也塌了。哎，知道啊。玉一说脉象强健了许多，可他身子损伤。凤清浅进来的时候，他还在翻找着药，以为是长风在后面等着，便转身迅速地塞在他的手里。抬眸看见是凤清浅，啊，你醒了！立刻扎入了凤清浅的怀中。这就你跟我说的没危险，然后昏迷了7、8日。哦，这不是昏迷，这是累的。凤清浅拦腰将他抱起来，轻轻地放在软榻上。累了就躺着。我躺了7、8日了。瞧见凤清浅阴沉的脸，剩下的话都识相地缩了回去。你若有事，我定让他们整个清凉城为你陪葬。手心贴合着他的脸，明幽竟能感觉到微微的轻颤。我不是说了不会出什么事儿吗？我这么贪生怕死的胆小鬼，若是有事，向来跑得比谁都快啊。我就希望你一辈子做个胆小鬼，不管为谁都不去搏命。放心吧，我可是能长命百岁的人。明幽是找到了破开诅咒的办法，可这是以魂魄为代价形成的诅咒，古书上有相关记载，以诅咒相关血迹进行方可破除。可明幽不想牺牲星谋，更不想牺牲青泽，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救人。若星谋死了，那破除诅咒也没什么意思了。他顿时想到了窥破天机看来的东西，他想赌一赌，明幽他们也该启程了。你就是我的风景，云高风轻，不走下去，停在这里。太子，切莫松懈懒惰。太子天资虽高，可是未来的储君切不能得意忘形，该做的功课应该按时完成。凤鸣小手托着腮帮子，没办法，这话太傅得和我父皇说去才是。父皇总是让我念折子，给他回折子，耽误了我大半时间。其实他是故意没做完的，目的就是让太傅故意说他好让太傅去跟父皇说别虐待孩子了。太傅看了看，就是想起了凤清浅的那张脸。国家大事也是太子的学科，太子跟着陛下亲身感受是最好不过了。以后臣给太子减轻一些课业就是了。凤鸣无语了，这些大臣能多几个争气的吗？这点课业根本不成问题，可太傅怂了，谁来帮他呀？想了许久，只好将主意打在一旁血似临摹的妹妹身上。诺诺似乎是很大部分遗传了亲娘明幽，字丑话多，一肚子古灵精怪的想法。太傅又不敢得罪陛下的心头肉，只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求他上进，别折腾人就成。第二日，凤鸣来的时候，身后还跟着个小尾巴诺诺。父皇，妹妹非要缠着我玩，我只能将她带来了。既然诺诺喜欢，便让她跟着你一起念折子。诺诺眼睛瞪得圆溜溜的，他才不愿意呢。要不是哥哥可怜巴巴地缠着他帮忙，他才不来呢。找母后去摘果子多好呀！看向凤鸣，用眼神示意，这可和说好的不一样啊！事到如今，凤鸣索性昧着良心，拖自己亲妹妹一起下水了。凤清浅进来的时候，明幽躺在树下打瞌睡。凤清浅正想俯身吓唬他的时候，他手不稳，头落了下去，吓得凤清浅手疾眼快地接住了他的头，看了一眼明幽，睡得还挺熟，无奈俯身将他抱起来，送进了床榻。春日的衣裳都有些薄，低头便瞧见了那好风光，于是某只大灰狼想，春日风光无限好，不能白白浪费了。于是乎，春日正好，诺诺坐在高树上，长风带着人找了一圈，才在树里发现了他。诺诺瞧见长风来提他，立刻起身一跃，跃到宫墙上去逗猫咪了。长风头疼，如今这小丫头武功见长，一肚子的心眼，哪里还抓得住她呀？每每来抓她，都是费好一番的心思。不知道陛下怎么想的，不让媳妇学武功，索性也不让女儿学好了。诺诺做了个鬼脸，逗弄着过来的小猫。长风，你还是回去挨罚吧。长风站在地上没出声，只是摆了摆手。突
突然，一张普天大网连人带猫给罩住，从四周窜出了几个侍卫来，将网收好。小样，你轻功再好，也逃不了我的捕兽网。诺诺挣扎了2下，发现逃不出去。你们还敢将公主当作野兽了？这可是大逆不道，想株连九族啦！抱歉，小公主，他们都是些孤儿啊，可就一颗脑袋呀，诛不了九族。可却无可奈何，被长风强行拖回去的。在道上遇见了一个白衣少年，眉眼有些熟悉。你就是我的风景，云高风轻，不走下去，停在这。他是谁？不知，这些年我专逮你了，哪里管那么宽呢？还没等长风回过神来，诺诺就向人群里跑，长风伸手就去抓他，不曾想诺诺双手被绑着，却反应迅速地扑在了白衣少年的身上。明明是想躲开的，可对上那双笑靥如花的眸子时，青泽失神了一瞬间。谢啦，转身便跑了。青泽呆呆愣愣地失了神，长风将他扶稳。抱歉，还不去抓？要是他出了宫，拿你们狗头来请罪。13岁的青泽一直站着没动，眼神一直看向那个女孩子消失的方向。她是谁？回禀太子殿下，这是我们南幽的嫡公主诺诺。这是公主的闺名。青泽没说，却继续往前走。在他印象里是没诺诺那个人的，可这名字他却随口能叫出。知秀说诺诺是他小时候最好的玩伴，那时候他连话都不会说，就跟着诺诺后面。每次来进贡是他父君让他跟着来的，一来是锻炼胆识，二来则是来看看明皇后。明幽听闻青泽要随着使臣来，早早的便扫了宫殿出来给他住。瞧见那白衣少年进来啊，瞧见你来便想起你父君的样子，这些年来往的只有书信，他可还好？谢皇后娘娘的救命之恩，父君这些年身子虚，可一切正常，只是要常年吃药，有些伤感。若不是为了救自己，伤到了根本，恐怕如今也不至于汤药不离命了。将星谋嘱托他单独送上的礼单呈上。父君说了，这黑匣子里的是给皇后娘娘的，这红匣子的是给诺诺的。诺诺也去哪里了？怎么长风还没将他带回来？只怕长风侍卫抓到公主殿下回来也是傍晚了。早知便还是不让他学了，越发管不住他了。青泽出去的时候，还听得明幽在问韩欢诺诺的事情。听见韩欢的话，青泽的嘴角忍不住地勾了起来。叶儿在手中开呀花儿笑，云儿在那眼前睡得早。晚上在沐浴的时候，青泽发现有人在屋顶偷看，抬头看去，一双灵动的眼睛被双手微微遮住。我不是故意的。然后慌乱就跑，不小心踢到瓦片，紧接着便是一声重物坠地的声音。青泽出去的时候，诺诺趴在地上，将小脸抬了起来，呸了一口，立刻爬起来。你可别叫救命，我没有什么恶意的。青泽没点头，却也没说话，自己回去了。诺诺爬了爬身上的灰尘，跟着他进去了。这整个宫殿都是他家，他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来就是想问问你，能带我去清凉城吗？不能，要是长招娣同意，只怕他已经去了无数回了。带他去，不是沾上了私拐嫡公主的大罪，让南幽和女尊如何见面呢？我就想去看看星谋好不好？青泽看着他那粉嘟嘟的脸，带着自然的红晕，不觉得有些失神。诺诺看他不动，你不信？我父君说了，不用你来，你来了非得将我们宫里拆了不可。女尊穷，经不住你折腾。我胡说，我这么可爱，怎么会拆家呢？诺诺立刻否认了，定是我母后在告我黑状。凑近黑泽，眼眸里挤出认真来。你看我像拆家的吗？不像，心里却道你就是。那你带上我吧，悄悄的，我可是你姐姐。我母后说了，小时候我还带着你一块玩呢。青泽瞥了一眼比他矮一些的诺诺，还没说话，诺诺便明白了他眼里的鄙视，这是嘲笑他个子矮呢。立刻站起来，抬头
挺凶。我过2年长长，你就追不上我了。青泽瞥了他一眼，诺诺撅嘴，你不信？信。青泽口不由心，可诺诺知道他明显是不信的。不光是他不信，哥哥也不信。小时候长得也一样高，可不知为何蹦跶了几年，突然凤鸣的个子疯长，而他的个子则是缓慢匀速的增长，比那种掉牙的老太婆挪得还慢。地球是我的父母亲，云高风轻，不走下去，停在这啊！既然你不愿意带我去，那你给我讲一讲外面的风土人情吧。我听母后说，前2年你还随着大军征战。诺诺似乎是个极容易满足的姑娘，上步不行，便往后不知是退了多少步。没什么好说的。青泽话并不多，果断地拒绝了他。只是过了一会儿，已经开始给他讲各种各样的见闻了。诺诺听得神往。啊，能出去真好，我也想出去。也不知是讲了多久，诺诺听得倚着桌子睡着了。青泽口干舌燥，停住了，喝了一口水，才发现他依旧睡着了。喝了一口水，打算叫醒他，只是手指不小心碰到了他软糯光滑的脸，似云朵，似上等光滑软腻的绸缎一般，让他忍不住多停留了一刻，还想偷偷摸一下，只是诺诺突然迷迷糊糊地抬起头来，眼睛都还没睁开。太傅，我再也不敢打瞌睡了。然后蹭蹭蹭的就往殿外冲。青泽的手一虚，手脚无措，等他跑出去很久，才想他应该是做梦了，迷迷糊糊分不清现实。另一只手轻轻地碰了碰刚才触碰到他脸的手，回味无穷。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女孩子呢？诺诺冲出去好远，瞌睡才醒了。原来是一场梦。既然是梦，便没什么好怕的。摇了摇头，迷迷糊糊的又回凤栖宫去了，一时忘记了他原来在干什么。青泽坐在桌旁等了许久，已经是夜深了，这才确定他不会回来了。凤鸣作为太子，事情比较多，常常被凤清浅让长生带出去历练。喂，你不许拒绝，你拒绝连我也不能出去了。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诺诺骄傲地指着周围的一寸一土，就凭这是南幽的土地上，我是南幽的嫡公主，谁都不能不听我的。你不愿出去便不要出去了，我一个人去就成，可你不能拒绝我母后，连累了我。感情是利用他，利用完了就一脚踹开了。诺诺自己转身，兴致勃勃地去了。小屁孩，小年纪跟个老头子一样，沉默寡言。青泽眼神里透着恼怒，伸手一把扯过他，盯着他的水眸。我只比你小2岁，2岁也是小。诺诺挣脱开来，乖，叫姐姐。青泽的脸完全黑了下去。我这就去找明皇后，说我不想去了。别呀，我不逼你了，你千万别去，好歹咱们小时候也是青梅竹马，也算是从小相识了，你别这么绝情。你就这么想出去？当然啦，天天待在一个地方，你不闷呐？我母后父皇都不许我常出去，天天派了长风抓我，虽然他抓不到我，可我也出不去。转身就往前走。你干什么？可看见他走的方向是出宫的正门，追了上去，心情又欢快了起来。什么人在府里？这随着轻妙的声音，一袭白衣飘飘的身影出现。瞧见是诺诺。奴婢不知公主驾到，请公主恕罪。是你？你怎么会在苏寒天的家里？诺诺似一只被人入侵了领土的小豹子。不好，凤栖公主一向讨厌裴宁，如今看见在宋府里面，那还了得。裴宁一副委屈可怜样。公主别误会，奴婢一身孤苦无依，将军看奴婢可怜，就让奴婢在府里端茶递水的伺候。公主，您不用你废话，我大倒要看看他宋天寒如何和我解释。管家，既然公主要等，便让她等吧。将军与公主也算是有一段师徒缘，想必公主不会介意等将军的。
我去送些茶水过去。话却没有说出来，只是等他走了。哎呀，你去了岂不是乱上加乱吗？去，快将将军找回来，说那个爱闯祸的小祖宗又来了。只是遇着这裴宁，只怕天都要闹炸了。偏陛下还是个护其宠女的。诺诺坐在树上的秋千架上，晃着腿想让秋千荡起来，一副女主人的架势在哄诺诺。公主，奴婢给你推秋千吧。不要，万一你故意将我推下摔死了怎么办？公主怎么会这么想奴婢呢？你若是出了事，陛下会饶了宋家，饶了奴婢吗？奴婢不为自己，也不能知恩不图报，害了宋家呀。哼，也就宋寒天那猪头能被你骗了，装的人模狗样的给谁看呢？你即便是能骗尽天下人，也骗不过我。公主说的是哪里话呀？裴宁似乎是习惯了一般，轻则手不知不觉地轻轻推了推秋千。哼，有别人给我推，我才不要你呢。这位小公子是？他不用你知道，不是所有人都会喜欢你，被你那套花言巧语的可怜给骗了的。裴宁悄悄地打量了一眼清泽，似乎根本没听见他们在聊什么。裴宁便也以为是凤七的侍卫，她是众星捧月的公主，陛下恨不得将整个天下都捧在她面前给她玩。哼，她这种高高在上的公主，所谓的喜欢不过是占有欲在作祟。之前还想让宋寒天做她的侍卫，现如今不是又找了新欢吗？清泽瞟见她多盯着看了秋千的绳子几眼，突然伸手去拉住正在晃悠的秋千，拉住了诺诺，将她从秋千上拽了下来。小心！裴宁眼里一闪而过的不自然。怎么了？清泽细细将花藤挪开，果真是瞧见绳子已经被磨得破损了。若是没注意到裴宁的眼神，这绳子再晃悠一会儿，定是会断的。诺诺也不傻，抬头就瞧见那断裂的绳子，立刻知道是谁干的了，冲了2步过去。你好大的胆子，敢谋害本宫！可毕竟他爹身份摆在那儿，天生气势很足，自带公主的架势。公主不要打奴婢，这真的和奴婢无关。你别以为用钝器磨光绳子，我便不知道是你，可真的不关奴婢的事情。奴婢求求公主不要怪罪奴婢，更不要怪任何人。刚刚我错过的大雨，握不住的伤心。我们回去吧。你不回去将宋府拆了？不拆了。宋寒天吃了秤砣铁了心，我有什么办法？我若是将他家房子拆了，岂不是还得给他修？这么不划算的买卖，我才不干呢。也不知该夸他冷静还是财迷。行了，这宋寒天又不是比别人多个眼睛和嘴巴，你为什么非要他不可？你知道什么？我们回去吧，说不定还能赶上午饭呢。清泽跟在他身后，心里想，这样看来宋寒天在他心里也没多少地位，是不是自己还有机会？想到此，忍不住雀跃起来。不行，他要冷静冷静，想一个万全之策，让诺诺的心将宋寒天舍弃得一干二净才好，最好以后见到都会觉得碍眼。诺诺和清泽才刚到宫门口的时候，听见宫女在议论太子。我哥哥回来了。也不管清泽，转身便提着小裙子小跑去了。远远地瞧见一袭金黄色锦衣的少年。哥哥！诺诺几乎是犹如离弦的箭，飞入他的怀抱。凤鸣似乎是早已习惯了一般，伸手稳稳地接住。又去哪儿野了？才没有，就四处转转。诺诺回头看清泽，发现早已没了人影，什么时候不见的？是不是生他气了？清泽在瞧见他默默投入他兄长的怀里就走了，他才不会承认他吃醋了。有朝一日他也要他这么等他，这么欢天喜地的得意忘形的飞奔着迎接他。在南幽停留的日子短暂，诺诺刚和他熟了一点，他便要走了。如今女尊朝堂动荡，他父君身体常年抱恙，清泽走的时候，诺诺特意来相送。清泽，这都是给你路上吃的，都是我最爱吃的。从袖子里摸出一枚小吊坠来，诺诺接过。这是什么花？女尊的曼陀罗，女尊的女子都爱在衣服或者手臂上描绘，好看吗？好看，我给你戴上。清泽伸手，诺诺开心地接受了。清泽看他细嫩的脖子上缀着那颗绽放的曼陀罗，
竟然从花心开始慢慢的炫变。青泽，你看，它变色了。喜欢吗？喜欢。那你以后要一直带着，好不好？好。那你要常常给我写信。好。听他保证了，这才跟着使臣的车马一路走了。再见。青泽走了，最高兴的便是凤清浅了。瞧你这小气鬼的样子，我就说是你多心了。最好是多心了。真的宝贝公主不是什么人都能嫁的。凤清浅不喜欢青泽，不为别的，就因为他是他老情敌的崽子。诺诺就把承诺给他写信的事情抛之脑后了。奇怪，这个宫女有点眼生。青泽无语了，她长得这么娘里娘气的吗？被他拉了被子，诺诺不安分地动了动，索性一脚踢开了。青泽怕他受凉，于是乎又给拉上了，想去踢被子，发现踢不动。原来青泽默默坐在榻边，压着被子角，诺诺想踢也踢不开了，闭着眼像虫子一样动来动去，企图用手去拉被子。青泽一看，索性伸手按住里面的被子，不料诺诺扯不开被子，迷糊中脾气上来了，手脚并用，爆发出大力来。青泽慌了神儿，看了诺诺一眼，只觉得面红耳赤，心跳加速，像是中了毒一般。慌乱之下也顾不得他会不会受凉了，转身跑出了凤栖宫。青泽第一次懂了寒冰以前和他开的玩笑，女人就是噬骨的毒，碰不得。他以前觉得寒冰就是胡说八道，不过是为了掩饰他喜欢男人的理由罢了。可如今青泽觉得形容的真是太贴切了，明明他什么都没做，什么都没说，甚至对他都没半点喜欢，可偏偏他就是入了魔一般，且还心甘情愿。回到宫殿里，居然还在回味刚才那股淡淡的香气，真好闻。诺诺早上醒来的时候头痛欲裂，坐在榻上，心情也不太好。公主可要起床了？你起，当然要起。今天不是宋寒天教授我骑马课的吗？吃了早饭，便听到小顺子来传旨，告诉他宋将军病了，他要告罪，应该来向我告，他教的又不是我父皇。起身自己便气冲冲地出去了。正巧不巧的出门就遇着了青泽。凭什么绕不开翻不过的盛夏？时光飞逝，过了2年，诺诺到了18。明优觉得虽不急着嫁，可一亲也该摆上议程了，只是挑来挑去都有些担心，不知该给他选个什么样的。斟酌了许久，觉得还是得侧面问问诺诺喜欢什么样的。诺诺表面上倒是很高兴欢喜的，只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总是会想起那个策马而来一身素衣的男子。听说他又从战场上回来了，他原以为师父不喜欢他，可对那裴宁也没多少的喜欢。可瞧见两人站在一起，含情脉脉，裴宁不放心他要跟着，他舍不得裴宁要带着，诺诺的心有些被攥得疼。哼，瞧啊，果真是我一个人自作多情。门吱呀一声开了，诺诺立刻背身过去，将自己的悲伤掩藏起来，等情绪稍微定了那么一定，才转头。啊，母后。明优坐在床榻边，伸手摸了摸他的脸。还没睡呢？哎，快要睡了。今日父皇有事，不然往日父皇缠母后缠得紧，怎么会有空过来啊？哼，那就不许母后想女儿啦。诺诺坐起来，明优给他理了理青丝，瞥见他脖子上戴着东西。这是啊，青泽送给我的，好看吗？可神奇了，贴着皮肤有一定温度的时候，花瓣就会变成金色的。青泽什么时候给你的？就前几年他来宫里走的时候啊。这算什么事儿啊？难道是他们真的太放养闺女了，会错了闺女的意？太突然了，这根本不是他想的那样啊。母后这么晚来，你是与我有什么紧要事说吗？这项链确实眼熟，以前好像见诺诺常戴着。母后，你怎么摇头不说话呀？没事，母后是在想啊，咱们诺诺呀长大了，这番好看是要配个什么俊俏的小公子才配得上我们诺诺呢？
母后还带自夸的。正是5月的好风光，宫里举行了宴会。诺诺本来不想参与的，可凤鸣跟他说，若他不去，背地里有人欺负了他怎么办？诺诺一听，不生气，我不生气，对面的就是头猪，不值得我生气。诺诺，你干什么呢？诺诺转身看去，发现是夭夭。哦，皇嫂，你穿粉红色真好看，越发显得娇俏动人。我害怕有些不适应，心里直忐忑。有什么不适应的？你是太子妃，以后是皇后，即便是你穿了麻布衣裳，他们也只有说好的份儿。哎，你刚才在嘀咕什么呢？诺诺不动声色地看了远处的裴宁一眼。我在念咒呢。念咒？你还学会捉妖灭鬼了？哼，没有，我就能看出人心里的鬼。哎，今日来的人多，御膳房准备的点心也是最多的，我们快去吃些。他与他母后一样馋嘴贪吃，于是乎二话没说跟着过去了。你说那林夭夭啊，也算是乌鸦变凤凰，也不知祖上烧了什么高香，救了太子殿下，就成了未来的太子妃。哼，指不定是太子为着救命之恩才让她做的太子妃，使的什么手段来的，只有她心知肚明。一个乡下丫头罢了，你们有什么好酸的？你这还不够酸吗？诺诺皱眉，二话不说，随意扯过一个刚才说话的女子，一巴掌就扇了过去。你好大的胆子，敢在宫里行刺！那紫衣女子不认识诺诺。来人呐，抓刺客！别闹了，她好像是公主。诺诺不常露面，所以宫眷们大多都不认识。枪打出头鸟，刚才他们确实也说了些闲话。虽然林夭夭不是太子妃，可众人都知道陛下皇后最是护短不过，太子和公主是骄阳长大，也不是吃素的。诺诺，你在这儿干什么？夭夭一路找过来。你不是去换点心了吗？刚才说话的几个女子都才慌了。参见公主，公主千岁千岁千岁！哼，怎么？刚才本宫不是刺客的吗？这会儿倒是成了公主了？你们好歹要睁开口眼看清楚，免得等会儿又闹出什么笑话来。凤七公主有个乳名，只有极亲近的人才叫唤，那便是诺诺。几个人都低着头，诺诺摇头，示意夭夭自己没事。舌头长着不只是用来说话的，若你们再敢言语不当，说些不该说的，下次便不只是你们的舌头遭殃，而是你们全族的舌头。诺诺，这是怎么了？发这么大的火气？不过是闺阁女子说说笑笑罢了，哪里值得生气？穿着白纱的裴宁走来，鹅蛋脸上带着轻柔和娇美。你怎么来了？陛下的恩赐，寒天家里没有其他女眷，便让我来了。本宫和裴姑娘还没亲近到这个地步。裴姑娘是以什么身份与本宫说话？宋寒天的未婚妻？哈，是裴姑娘不知天高地厚，还是宋寒天不知规矩？本宫的闺名也是一个小小的将军和将军夫人能叫的。裴姑娘以后还是自重些，免得呀别人认为宋寒天是想依仗着本宫往上爬，就不好了。裴宁脸色不好，以往私底下宋寒天也是会这番叫他的，他不过是想抬举自己的面子，将军又是他的师傅，按着规矩他也该叫自己一声师娘才是。是裴宁不好，果真是身份不一样了。以前一生一句的奴婢，如今倒是改口了。我是为公主着想，怕别人误会说公主不尊师重道。寒天是公主的太傅，是公主的师傅，如今我是寒天的未婚妻，一日为师，自然。说到自然两字便没开口了。哼，自然什么？自然叫他师傅，该叫你师母。他宋寒天有这个脸和胆子吗？他还想当本宫的爹，你是想当本宫的娘？呵呵，也不问问本宫的父皇母后答不答应。诺诺，我没有这个意思。裴宁想解释，他本来就是想炫耀给凤七看，自己是宋寒天的未婚妻。诺诺将盘子一摔，还敢随便称呼本宫？本宫今日倒是要好好教教你这规矩。本宫闺名也是你能称呼的。
你以为宋寒天做过本宫几日的太傅，救过本宫，真就不拿自己当外人了？啊，求公主殿下息怒。宋寒天不知怎么的，刚好过来，瞧见诺诺一副趾高气扬。说过你准你欺负裴宁的。宋寒天来，二话不说，一把将裴宁扯起来，看着宋寒天一副老鹰护小鸡的样子，还生怕他这只老鹰吃了裴宁这只阴险狡诈的小鸡崽。看来老天让你们在一起啊，真是天造地设的绝配呀！宋寒天，本宫倒是想问问你，本宫与你是何干系？君臣。哼，你现在这样子还有半点君臣关系吗？你哪只眼睛见本宫欺负他，上来就敢责问本宫？宋寒天，你可真是好样的！指着裴宁道，他仗着你做过几日本宫的太傅，就不知天高地厚，还敢说出这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大逆之言。你说本宫就是将他千刀万剐也不为过吧？若这话传到本宫父皇耳朵里，只怕灭你们9族都不够。裴宁和宋寒天都忽略了一个事儿，一只狼养出的崽儿，再怎么像小绵羊也不能是羊，它天生就是吃人的狼。不过念你教导过本宫几日，本宫倒是可以给你个机会，将你的未婚妻赶出去，亦或者你替她受罚，是生是死便不是本宫能控制的了。属下愿意接受任何惩罚，求陛下放过属下的未婚妻。哼，真是感人至深的夫妻情分呢。夭夭想上前安慰他一句，那便在凤栖宫门口跪着等旨受罚。凭什么绕不开翻不过的山下？夭夭立刻追了上去。诺诺！众人经历刚才这一场，这下哪里还顾得八卦，立刻散开了。裴宁眼里有得意，悄悄地压了下去。将军，你怎么这么傻？为了我得罪公主？看了他一眼。你先回去。裴宁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他这到底算不算成功呢？诺诺跑得快，一会儿就不见人影了。夭夭没追上，只得去找凤鸣了。此时的凤鸣正在店里懒洋洋地吃软糕，好不惬意。吃，你就知道吃！哼！不好了，阿明！啊，有人欺负你了？不是，是你妹妹被欺负了。还能有人欺负得了她？就是那个宋寒天。放心吧，她还不至于傻到那地步。这丫头难过的时候就像蜗牛，非得找个地方躲一下。现在若是找到了，只怕也是无用，倒不如让她冷静一下。她不会想不开吧？凤鸣继续拿过软糕吃着。出息了，受过父皇母后那么多年的教导，就学会为情自杀了。这还是我妹妹吗？凤鸣不去找，他只好去找长风叔叔想法子了。在宫里听说长风叔的任务就是抓捕诺诺，以防止他逃出宫去，起身就跑出去了。喂，你去哪儿？夭夭早已跑远了，没多久垂头丧气的便回来了。你这被双打了？长风叔不在，遇见月离了，可月离也是像你这般说，打发我回来了。来，过来，扶着我去休息一会儿。你自己没腿吗？夭夭想到，若是扶着这狡猾的狐狸进去，岂不是要被他吃干抹净？这大白日的，若是传到他父皇母后耳朵里去，那他如何做人呢？你脑子里在想什么不正经的事啊？是不是想将本太子吃干抹净占便宜？说。我胡说，明明是你，上次也是你主动占我便宜来着。凤鸣完美的传承了他老爹的厚脸皮基因，一本正经巧言令色的道：那还不是你衣裳松散了？明明是你存心勾引我，占了我便宜才是。你老天哪，他怎么能和凤鸣白日青天的讨论这么羞臊的事情呢？算了，既然你觉得我占了你便宜，那让你占回来就成。另一边，躲在灌木丛中的诺诺一直躲着，恨宋寒天，也恨自己不争气。你看小狗在叫，树也会笑，风声在呢喃。悠拂过低矮的灌木丛，与韩欢说话。诺诺听见声音近了，立刻缩着身子。皇后娘娘，你贵为皇后，可也有求而不得的？自然。
世间事十之八九不如意，求得到那便是自己的，不是自己的不如早早放手。人呐，总是喜欢固执，可有的人固执了一辈子，到头来才发现那也不是他想要的。有些事情既然是过了，那便是前尘往事，往事不可追，人总是要向前看，不能一直回头看走过的路啊。总觉得母后这话是说给他听的，可母后怎么会这么巧知道他在这儿呢？明幽等走远了，韩欢才小声问：公主能听进去吗？诺诺是个聪慧的孩子，聪慧的人不会去为难自己。既然宋寒天是他的前尘，他便应该放下，不管他喜不喜欢清泽，宋寒天都应该过去了。人总不能一辈子吊死在一棵枯木上啊。那宋将军和裴宁也是，总是爱来招惹我们公主殿下，依着奴婢看，他就应该离着远远的，和那个宋将军最好不要回来了。他走不出去，即便是宋寒天去了千里之外，他也是自困。若他走出去了，宋寒天在哪里都无所谓。想了想，还是吩咐韩欢：你去找人告诉宋寒天，让他不必跪着，自行退回去就是了。是。约莫傍晚，诺诺失神落魄地回去，宋寒天还在宫门口跪着。诺诺不由自主地便想起当年宋寒天背他逃出升天，两人一路在荒野的林子里走。走过去：你走吧。宋寒天起身，瞧见他脸色不是很好，张口话到嘴边却止住了。以后啊，不要让裴宁进宫来了，碍了本宫的眼。他想了想：宋寒天呐，人总是要往前看的，你说对吗？可还没等宋寒天说话，诺诺自己先进去了，想起他哀伤的神情以及话里的绝望。人总是要往前看的，心里便空落落的，仿佛是失去了什么。裴宁被诺诺羞辱成这样，是恨的，可他更担心宋寒天。凤七真不会让陛下处罚宋寒天吧？说真的，若处罚宋寒天，他也逃不过一劫。顿时有些冲动，他再是小孩子，可那也是公主啊，有着能随意捏死他的权利。长昭36年5月15，女尊使臣带着大批的奇珍异宝进来，7、80辆马车，来的是女尊的一位老使臣，站在朝堂上恭恭敬敬来替他们家君主来求亲了。陛下，女尊和南幽本就是友邻，两朝亲密，更适合亲上加亲些。我朝陛下与公主自幼相识，倾慕公主已久，如今来向陛下求亲。这上个月还在传公主的绯闻，这个月女尊便来求亲了。宋寒天也在，只不过站在后面处。黎清泽。凤清浅眸子一沉，啊，正是。来求亲的是女尊的3朝元老右相苏牙。听到凤清浅直呼君主的名字，他也没半分的不悦。我们郡主愿以10里红妆，千里江山求娶凤熙公主，也愿效仿长昭陛下，一生娶一人终老。非凤熙公主不娶，请陛下赐婚。赐婚2字便是将女尊和清泽压得很低很低了。狄公主乃是朕以及南幽的掌上瑰宝，求娶的人不在话下，她愿意娶，可还要看公主愿不愿意嫁呢。右相苏牙躬声道：郡主说，当年公主便收取了我朝国宝做定情信物，常年佩戴，以示两国友好。言外之意便是两人早已定了终身。凤清浅想起诺诺带着的那条链子，犹豫着该拒绝还是答应，正打算开口先糊弄2句，等过几日问清楚诺诺的意思再说。若诺诺真喜欢他，那便同意就是，反正星谋那小子也不在了，闺女的幸福才是头等大事。只是一身水绿色长裙进来，本宫愿意嫁。看着众人惊诧的眼神，诺诺退下去。他知道诺诺此刻毫不犹豫的答应，只是想告诉世人，他和宋寒天无半点的干系。宋寒天紧紧地捏着手，不动声色地站着，仿佛一切都与他无关。回禀父皇，儿臣愿意与女尊君主黎清泽和亲，永睦两国。
若当着文武百官同意，下了圣旨，你便是反悔不得了。儿臣不悔。在朝堂上，众人都还没反悔过来的时候，嫡亲公主的亲事便这么被定下来了。最欢喜的莫过于来求娶定亲的右相苏牙。看来陛下说得很准，这一切顺利。刚刚我错过的大雨，握不住的盛夏。诺诺穿过一道道宫墙，瞧见远处站着的宋寒天，垂眸什么都没说，继续走着。你为什么要同意？宋将军是以什么身份来质问本宫？诺诺停住脚步，眸子里一片清冷，早无女儿家半分的娇态。你不知道女尊皇室世代都带着特殊的疾病吗？儿郎活不过30。哼，哪里来的胡说八道？女尊上任君主兴谋可是活了40余载，她当然知道女孙的诅咒，那诅咒还是她母后解除的，没人比她更清楚。可世人都不知道，死的是女尊君主兴谋，世间再无兴谋，可却多了一个北冥然。奇怪，你认为本宫说过喜欢你，还真就非你不嫁了？你以为世间的儿郎当真就你一个吗？诺诺，你以前不这样的。忍不住拉着他的手腕。我希望你一生一世都开心喜乐，平安无忧。宋将军，请注意身份，是谁说本宫嫁了清泽就不开心喜乐的？宋将军许是不知，本宫与清泽那是从小的青梅竹马，他还在肚子里，本宫就认识他了。宋将军未必是最了解本宫的人，就别自作多情了。凤姬看着转身而去的背影，他觉得他真的失去了什么，如何也抓不住的慌乱。诺诺停住脚步，侧身微微一笑，倾城倾国。宋寒天，是你自己将我推开的。宋寒天怔住，老半天没回过神来，脑子里都是那句宋寒天，是你自己将我推开的，循环了千百遍。不由得想起广袤的草地上那个一身红裙的姑娘策马狂奔，银铃般的笑声传出了很远很远，那娇糯甜美的声音远远地喊着：宋寒天，你追不上我了。宋寒天有些哀戚，是啊，早就追不上了。他与他本就是背道而驰的路，只会越走越远。诺诺一路走着，心里说不上是悲是喜，但心里总归有了一丝松快劲儿。反正她男优嫡公主，嫁谁不是嫁呢？凭什么绕不开翻不过的盛夏？有谁远方让母后，连你都不帮我，你不吃了凉糕了吗？我这日子真没法过了，饭都不给吃，只好将眼神投向凤鸣。凤鸣一副我瞎了的样子。这醋虾做的还真不错。诺诺真的顶着碗，直到大家将饭吃完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嫁过去？我这我哪知道啊，再过2年吧。凤清浅看出他的退意。今天吵着要嫁的气势去哪儿了？你别逗他。诺诺，你可真想好了，你父皇要是下旨了，就真的没有回旋的余地了。诺诺想了想，天下之大，喜欢的人不喜欢他嫁谁不是一样的吗？去了女尊国也算是相熟，毕竟他曾经年幼待过，能看见寒冰，看见烈焰，还有织绣。嫁吧，什么时候合适什么时候嫁。毕竟公主嫁娶的礼仪多，最快也得准备1年半载的，而且去女尊路途遥远，恐怕其中准备的东西更麻烦。那若宋寒天回心转意呢？哼，好马还不吃回头草呢，他愿意，我还不愿意呢。早在他将鞭子扔掉的那一刻，他便不会回头了。虽说是公主亲口同意了，可右相苏牙还是有些担心。他深知嫡公主对长招娣的重要性，也知他与先帝的过节。不会有变动吧？我都不急，你急什么？可这话到嘴边，苏牙又咽了下去。你只需要吩咐人告诉裴宁，将该缠的人缠好了，不然死的便是他即可。苏牙心有疑虑，靠着一个贪生怕死的女子能成事吗？可他不敢多言，他们这位陛下是年轻，可脾气却不太好。偷偷地潜入了皇宫，瞧见太湖亭边坐着的那个白裳少女，一会儿
诺诺似乎嗅到了浓郁的香气，这好像是烤鱼的香气。闻了一小会儿，诺诺有些把持不住，肚子咕噜噜的叫，只好起身将心事压下，闻着香味去了。远远瞧见一个侍卫模样的在架火烤鱼，让看我错过的大雨，握不住的盛夏。诺诺故意猫着腰靠近，突然窜出来指着他道：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在宫里私自生火！瞧见那火堆上滋滋冒油、热气腾腾的烤鱼，诺诺眼睛都离不开了。你一个宫里的小宫女，管那么多干嘛呀？要不分你一条？这笨蛋竟然没认出自己，于是也坐了下来，将错就错，不把她当成公主也挺好玩的，馋巴巴地等着烤鱼。哎，好了没有？小侍卫并不说话，时不时地翻动烤鱼。我尝尝熟了没有？哎，烫！那什么时候才会好啊？闻着香味儿，他肚子更加饿了。于是诺诺打算和他说一会儿话，分散这该死的香味儿。喂，小侍卫，你叫什么名字？小侍卫没吭声。诺诺无语了，这世道怎么了？一个小侍卫比他一国的公主还傲气，小小年纪就沉默寡言的，显得像个老头子。阿泽。诺诺没反应过来。我叫阿泽，福泽的泽。你爹娘还怪能取名字的，福泽深厚。阿泽似乎是看出他的想法，将烤鱼递给他。诺诺接过吹了2口就要上嘴。哎，有细刺儿，你用手挑着吃。那得挑到什么时候啊？起身拿着烤鱼就跑。我去找繁星来给我挑。繁星是经常跟着他的小宫女。你去了，那岂不是暴露我了？我阿泽接过烤鱼，那我小口吃。阿泽没出声，诺诺则是在一旁吃。喂，你快些，不然跟不上了。阿泽默默地看了他一眼，诺诺识趣地闭嘴。过了一会儿，我突然想起我父亲和母亲。我母亲从小便跟着我父亲，连吃饭都是我父亲喂大的，现如今也是，吃的也都是我父亲亲手给他挑刺儿剥皮的。话里带着向往。阿泽没吭声，就听他乱七八糟地说着，不知不觉他活活吃了人家2条烤鱼。抱歉啊，将你的鱼全都吃了。阿泽摇头，默默地啃了啃鱼骨头。诺诺心里一暖，这个小侍卫也是个很懂得照顾人的，虽然模样粗糙狰狞了些，可心底里却很柔软。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小宫女吃鱼，还帮她挑刺儿，诺诺觉得自己须得帮她些什么，投桃报李，懂得感恩才行。摇头也没说话。你可真是个闷葫芦。凭什么绕不开翻不过的盛夏？明幽今日起的道士嫂拿着书信来了，凤清浅瞥见。这是什么？明幽递过去给他看。凤安郡主的孩子生了。明玉说感谢当年的照拂，说凤安这名字好，她这女儿一直都是平平安安、顺风顺水的长大成亲生子，也感谢你的圣旨赐婚，让凤安嫁了个如意郎君，如今还想求我们再给那孩子取个名字，图个好意头。这不过是百里无一害的事情。凤安嫁给江陵简家，简家是南游国第2大商户，简家为促成这亲事，不惜送了30万两白银和一大批粮食，足够军队吃上2年了，朕何乐而不为？可凤小三儿可不乐意呀，虽是王爷，可架子比皇帝还大，瞧不上做买卖的简家。凤清浅将看完的镯子放着，自命清高，朕瞧着他这些年的日子可没那么风光。那你还没给凤安的孩子取名字呢？以前这名字便是你起的，如今你一块取了，偏说是朕取的。让小顺子你一道旨，送上块玉佩便是。凤清浅可没这闲心，费心想这么多，哪里有你这么了事儿的？都说吃人嘴短，拿人手短，怎么不见你有半点不好意思啊？那又不叫简单？简单？这名字会不会太随意了？凤清浅睁着眼睛说瞎话，明幽话都被堵回去了，然后眼睁睁地看着凤清浅坑人，让小顺子拟旨送去了。别人家的事情处理好了，你好歹要来处理自己闺女的事情啦。既然诺诺决定了，你还亮着酥牙？急什么？我养了10几年的闺女，让她多等几日怎么了？我费心费力疼到骨子里去了，
结果却要成为别人的了，还不许朕多磨磨他的性子。明幽无语了，他跟一个女儿奴废话什么呀？索性早嫁晚嫁的他都不介意，反正晚些诺诺还能多待几日。他心里的小棉袄若去了，以后他漫漫寒冬可怎么办？哎呀，这就是你所谓的报应。以前你拐我的时候是爽快利落，如今也轮到你尝尝这个滋味了。明幽想起当年他嫁在皇城，凤七七都不许他回去，偏要将他拘在宫里。凤清浅停笔，你若回去一日，恐怕更不愿意在宫里待着了。朕和一个3岁的奶娃娃能说得通吗？当时情况可不一样，明幽年纪小，就是个只知道吃喝拉撒睡的小孩，说什么也不听。若是给他开了一个先例，只怕一辈子都养不熟了。不过细细想想，凤清浅有些伤感。他总算是明白了当年明幽抱着明将军的腿，哭得泪水连连的，明将军当时复杂的眼神。裴宁似乎一夜未归，他可是去谁家了？可裴姑娘在城里认识的人也不多，能去哪里呀？莫不要出了什么事情，还请将军派人去找一找。可是刚出门就遇到回来的裴宁。你去了何处？这也未归啊？城里的一个朋友家，他家里出了点事儿，我去看看他。宋寒天见他回来也没什么伤痕，未多问。裴宁看着他转身走了，有些心酸无奈。他一夜未归，也不问问他可有遇到什么危险。他的心里不禁多了一个念头，若他知道凤七公主不见了，可会这样？或许连宋寒天自己心底都不清楚喜欢的到底是谁，是谁又有什么要紧的？只要是他嫁了宋寒天，便是有了一个依靠。当家乡入冬的时候，列车到站以后，小时候的风在吹过。终于在某个深夜，一身黑衣的人影钻进了御书房。凤清浅瞧见那黑衣少年志气刚退，清泽默默上前跪地，背却挺得直直的。求陛下赐婚，将凤熙公主许给我离清泽，我定一世护她安好，不叫她受半分委屈。若违背此誓言，生生世世不得好死。他求的卑微，完全没有半点君主的架子。你不是不知道他不喜欢你，可我喜欢他，一直喜欢，爱而不能自拔。即便是他心里永远有着别人，我也会守着他一生一世的。那若他愿意嫁给你，我愿意事事以他为主，不叫他受一丝委屈。今生只娶他一人，只爱护他一人。若有违此事，可让南幽踏破我山河，取我人头，五马分尸。好。凤清浅等的就是他来亲口的一句承诺，将一把匕首扔在地上。这是朕亲手给诺诺做的，你记着，在朕眼里，你是诺诺的夫君，是他的守护神。若他日后有一丝委屈，朕踏不了你的山河，还有他的哥哥，他的哥哥踏不了，还有凤家的子孙。清泽听到这里，心里才稍稍的松了一口气。他知道长招娣是同意了。我愿以女尊离家的血脉为证。哼，别以为你现在说2句好听的话，朕就能松懈了。朕会派人盯着你，只要你有一丝一毫对诺诺不好，朕定会不饶你。任凭你是离心谋的骨肉也好，皇后护着你也好，朕都不会让你好过。刀子嘴豆腐心，却起身去拿了上等的止血散给他，血顿时就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止住了。别在这碍眼，回去，这南幽可不是你该待的地方。清泽点头，躬身便退出去了。父皇，清泽告退。陛下，求陛下下旨，请凤熙嫡公主下嫁女尊，结南幽女尊100年秦晋之好。准。小顺子将旨意捧着送给苏雅。谢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凤清浅只是昭告天下，将嫡公主嫁女尊清泽君主，可并未细谈婚期嫁娶之礼仪。陛下，还请定夺个婚嫁日期。早早将准备好的离清泽的生辰八字一并让小顺子送了上去。日子是个大问题，让李大人来算个好日子。凤清浅特意准了苏牙坐着喝茶等候，小顺子命人送了茶水过来，顺带叫人去请了李大人过来。李大人一路策马狂奔而来，来时气才稍稍喘匀了。臣叩见陛下。你来得正好，
公主要与女尊联姻，你看女尊郡主的生辰八字择一个好日子出来。皇家的姻亲可不像百姓那般，首选的是生辰八字合不合，再看嫁娶。李大人在心里算了一下，今年宜嫁娶的好日子。陛下，今年要准备婚嫁事宜，嫡公主出嫁马虎不得，少说也要准备1年半载，势必要从明年挑选。明年的3月17、8月15啊，还有9月初1都是大吉大利的日子，宜娶嫁的好日子。且公主和亲，路途遥远，势必要选春秋2季，出行不冷不热是最为妥当的。凤清浅看了李大人一眼，目光里带着深意。陛下是不喜欢这个日子，是选的不好，还是……不过明年的7月初7也是个好日子。哦，朕怎么觉得明年不是个好日子？李大人惶恐，顿时懂了他的意思。是臣的疏忽，只顾着女尊陛下的八字，没考虑到公主陛下的。臣再合计合计啊，觉得后年的7月初7或者大后年的8月15是最佳的时辰。凤清浅听到过2年，这才高兴了。很好。苏雅一听，这岂不是要耽搁出3、4年来？陛下，李大人日子确实挑选得好，这后年的7月初7确实好。凤清浅自然是知道这老狐狸是怕他一拖再拖。确实好。可我们家皇后生辰是8月15，选了这天出嫁，皇后送女势必是高兴的，不如就选大后年的8月15好了。不等苏牙说话，凤清浅胡乱编造了一个理由，就将日子定了。苏牙苦着脸，脸上的笑硬撑着，这都决定了，他还能有说话的份吗？可他就愧对陛下了，陛下是看重信任他，才将这和亲的事情委托给了他。亲是定了，天下也昭告了，可娶亲要等3年之后。他们陛下知道了，那还了得？可事到如今也没了办法，婚期一定，长昭皇帝便嚷嚷着心口不舒服，说其余的细节让礼部商议去吧。他就被小顺子十分友好热情地请出去了。苏香到南阳皇城许久了，想必城中已经逛遍了，可皇宫您还未曾去过，南阳风土人情都与女尊有所差别。小顺子热情地带着苏牙在宫里逛了小半圈。行了，顺公公，你的好意苏某领了，可是苏某这老骨头老腿的，实在是走不动了，改天啊再答谢陛下的盛情。苏牙恨不得腿脚利索些，早早走了才好。明幽听闻旨意，还是很诧异。朕的女儿要娶，朕说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她不愿意那是更好。凤清浅只觉得3年太短，恨不得是再留30年，那可是他手心里的肉啊，每每想起都恨不得将黎清泽那兔崽子的骨头打断，好让他尝尝什么叫做心疼啊。也好，那诺诺也能多留几年。说实话，他也舍不得诺诺远嫁。诺诺除了被偷走的那几年，一直在他身边寸步不离的。凤鸣是太子，早早的被凤清浅吩咐人带着四处历练，可诺诺不同，女孩子凤清浅舍不得外出历练，一直都是娇养在宫里的。凭什么绕不开翻不过的上下，有谁远方让风代替我们抵达。若那黎清泽不是女尊的郡主，朕非得让她迁到南幽皇城住不可。明幽眼睛直抽抽，这样也好，一并让礼部着手操办兄妹俩的婚事，有前有后，将哥哥的办了，就办妹妹的。不知不觉都到了给儿女操办婚事的年纪了，明明记着昨日还是豆蔻年华，眨眼都几10年过去了。朕倒是觉得你和从前并没什么差别。当然，毕竟你可比我老7岁，我再老也比你小。谁说朕老的？朕不过才47岁而已。凤清浅最不服气的便是明幽说他老，怎么会老呢？他可是身体力行的，日日证明的。等你女儿一出嫁，你就50了。
我听闻城里40秃头、满脸皱纹、头发花白、眼花耳背的大大有人在。你说的那叫七老八十，在50，朕还是能举刀拿剑呢。你不服老也不行。你说我们守着这江山多少年了，等明儿能独当一面了，咱们就去看看这万里江山吧。来这世间，享尽荣华富贵，受尽磨难艰险，也该看遍这万里河山，才不枉来这红尘俗世走一遭啊。好，等明儿大婚，朕就退位。你说去哪儿，咱们就去哪儿。苏牙带着消息回去的时候，清泽倒是也未怪罪他。凤栖公主她是长招帝后的掌上明珠，小时候出过意外，长招帝想多留2年也不奇怪。既然定了亲，你择个好日子，务必浩浩荡荡的将聘礼送过去，要世人皆知。他要逼得凤清浅毫无退路。对了，说起毫无退路，如今凤七是死心了，可宋寒天毕竟还在，与裴宁不过是有个口头上的承诺而已，他势必得让这2个人生米煮成熟饭。来人！等随从进来，低声吩咐了几句，便让人下去办了。等天黑，清泽又换上那身衣服和人皮面具，奔向宫里了。偷偷观察了许久，直到诺诺出了凤栖宫的门，清泽才降落在附近不远处，将东西摆开了，还有一坛子的桃花酿和梨花醉，将酒瓶子的塞子打开，随意地坐着静候佳音。果不其然，一会儿小馋猫便顺着味儿来了，腿不听使唤地跟着酒香走，发现树后的人一惊。阿泽，是你？你是狗鼻子不成？我弄什么吃的你都能闻得见。还不是你的酒香太香了。也不客气。哎，你可真悠闲，难道不值班巡夜的吗？轮不到我。诺诺瞧见酒坛子旁边还放着2个白玉酒杯，你知道我要来？清泽暗道不好，露馅了。他特意准备了2个杯子，这杯子是一对的，传家之宝。诺诺拿起来倒酒的时候，发现光滑的杯子上居然自带生凉，像是冰块一般，想起自己的暖玉小马来。哎，那岂不是可以冰酒？他也就这点用了。诺诺看他准备的齐全，还有下酒的牛肉、蜜饯点心，甚至是糖葫芦，眼睛都直了。哇，你一个大男人居然这么爱吃零嘴儿！清泽眼皮动了动，诺诺不客气，先徒手抓了牛肉片吃了一口。啊，这杯子真好，要不我与你用其他的宝贝交换吧？喂，这是我们家的传家之宝，只能送儿孙媳妇的。你们这些人真是的，动不动就是定亲信物，动不动就是传家宝。他只得打消了这个念头，毕竟他已经收了别人的定亲信物，还与别人定亲了，总不能为了诓骗别人的宝贝就哄骗别人了。唉，那算了。清泽他想套路诺诺来着，岂料诺诺连着喝了2盏酒。你可真奇怪，我整日在宫里转进转出的，可没遇见你几次。我大多时候是去做任务了。清泽随意地找了个说辞，诺诺也没怀疑，毕竟相识一场，到深夜酒喝尽了，清泽起身要走。哎，等一等！清泽停住脚步，我们还会遇见吗？或许不会，我要外派去任务了，没个3年2载的回不来。哦，却没有说什么，转身走了。看来在宫里找个朋友也真难呢。好不容易遇见一个投缘的，没想到也再没说话的机会了。等他回来，他都出嫁了。诺诺犹豫了一下，转身小跑了2步。站住！清泽背一僵，以为是他发现了什么，看着他不说话。你是我在宫里很少的朋友之一，这个给你。往他手里塞了一块玉佩，这个留给你，等你想通了，有一日有想娶的人，或者想升官发财了，你别拿着这个去找宫里的顺公公。话说完了，诺诺转身就走了。清泽将玉佩贴身收好。喂，这可是你说的。回去的路上，嘴角的笑容不断扩大，璀璨的眸子不再带着压抑和孤寒，反倒是带着片片柔情。这算不算是定情信物呢？想着想着，脸上露出痴汉笑来。凭什么绕不开翻不过的上下？有谁远方让风代替我们抵达？没勇气说完的那句。早晨醒来的时候，宋寒天起身。裴宁。裴宁悠悠转醒，脸上还带着红晕。寒天，我腰疼。宋寒天呆滞。
腰疼，这意味着什么？他们发生了？哎，等会儿，他怎么没知觉呢？低头狼狈地瞧见他脖子处的抓痕和有些淡淡的青紫。昨晚发生了什么？裴宁脸更红了。昨晚你非要我也拉不住你。娇滴滴的，寒天，人家衣服还在地上，你倒是帮我拿过来呀。宋寒天瞧见软榻上那一抹鲜红的印记，顿时更懵了，犹如晴天霹雳，扛不住，脸色发灰，如撞鬼了一般。他酒醉之下真和裴宁发生了关系。裴宁嘴角带着笑，摸了摸自己锁骨处还有手臂上自己狠心掐出来的淤青泛红，有些高兴。看来不久之后我就是将军夫人了。故意磨磨蹭蹭地将衣裳穿好，约摸着等下人忙的时候才出去。没过多久，便有婢女去收拾屋子了。这事儿很快传到了宋天琪的耳朵里。诺诺弹琴，听见外头的宫女在七嘴八舌地说着话。哎，听见没有？以前教导宫女骑射的太傅那个宋将军要成亲了。去的是谁啊？一个孤女，叫什么裴什么的。一走神儿，噌的一声，琴弦断了，索性起身没管琴弦了。也好，各自婚嫁，真的做到余生互不纷扰。他和宋寒天根本就是没关系的两人。怎么在发呆？诺诺转身瞧见他母后，今日父皇有事，怎么舍得母后独自溜达？他奏折没处理完，这2日你太子哥哥忙着婚服的事情，顾不得与他分担啊。还好没抓我去。那你该感谢母后，若不是母后说你这2日心情不好，一定是逃脱不了的。我怎么心情不好了？刚刚我错过了大雨，握不住的盛夏。想必你也听说了，不知道该如何开口下半句。宋寒天要娶裴宁的事情吗？诺诺，你母后不用安慰我，他娶裴宁这不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吗？握着明幽的手，母后，我也以为我会难过，至少大哭一场。可我今天听到的时候，只是咯噔了一下。或许是我习惯了，或许是我没有想象中那么爱他，非他不可。就像母后小时候和我说的，天下事情有各自的归宿和缘法，随着时间就没有过不去的坎。我一直以为我过不去的，他因为裴宁误会我，我心伤；他拒绝我的情，我难受。可当我昨夜看到他们在一起时，竟然觉得或许他们才是各自的良人，而宋寒天只是我生命中路过的一个闲人。人总是要往前走的呀，不管最终的归宿是哪，我都知道不是宋寒天啊。看到你没哭，母后就放心了，可千万不要躲着偷偷哭才是啊。既然你觉得宋寒天不是你的良人，放下也好，各自安好，反正你父皇也不是特别喜欢他。听见母后这句嘀咕，父皇天底下就最喜欢母后，除了母后也没别人了。哼，还敢取笑你父皇，我这就让他托你去念折子。明幽起身作势要走。哎，母后，我错了，你可千万不要去。你实在想父皇去，你就说诺诺听到这事儿都伤心的哭晕了，都起不了床，吃不下饭了，要休息好几日才好。你笑吗？那你就说我伤心的魂不守舍的。哥哥倒是好，循着试婚服的由头夺来。他要成亲，那我也要成亲啊。过了年定了我的嫁衣了，我也得说我忙着试衣服，躲上2个月才行。等你哥哥成亲了，朝堂稳固，他接手了，你父皇就不抓你去念折子了。母后，我父皇是不抓了，可我哥哥肯定会啊。想想凤家遗传的奸诈狡猾，有其父必有其子，他能逃得过吗？这倒也是。你哥哥呀，简直就是活脱脱的另一个凤清浅。瞧见他进来，你倒好，外面好酒好肉，可怜我一晚上就吃了几口酥饼。若我不故意来慢些，只怕你一口都吃不上。伸手给他擦了擦嘴角的酥饼屑。你都不知道这嬷嬷有多狠心，我又是求情又是好话，还给了他只翡翠玉镯，这才勉强找了一盘酥饼让我吃。好了，委屈太子妃了，等夫君明日再给你找上几百只玉镯，想什么玉都可以。哎呦，来，夫君给你头拆卸了，带着重不重啊？重死了，脖子都快压折了。
也不知道皇后娘娘平日是如何承受的啊！做皇后可真不容易。平时的皇后发饰虽重，可没有大婚时那日重。大婚这日的皇后喜冠是特制的，十足的赤金所制，各种宝石都是最大的，自然重啊。给她按了按脖子。哎呦，而且啊，喂，你得改口了。手不安分地从脖子游移到了后背。啊，我叫习惯了吗？随后反应过来某个不安分的人，你干什么啊？自然是睡觉生孩子，诺诺都知道事情，还用强调啊？当然，诺诺以为的洞房就是自然而然地睡一张床榻上，然后时间久了就有孩子了。他父皇母后也是这样的。太子婚典一过，宫里依旧忙碌，只是没从前那般。以前要准备2个喜事，如今办了一个，另外一个时间还长远些，也没有太子成亲那般急。明幽亲自给他绘了喜冠的样式，让他选了，这才命工人去按着样子锻造。母后，你怎么没给我画喜服啊？当时夭夭的喜服图样也是明幽亲手所画的。母后，你该不是有了儿媳妇忘了女儿了吧？你这小丫头也是学你父皇行走的醋缸子。母后很多年前早就给你准备了，那是母后的娘亲一针一线亲自缝制的。那是母后穿的吗？不是，母后做皇后的时候才3岁，哪里穿得上那么大的喜服啊？当初母后的娘走得早，哪里预料到母后3岁就成亲做皇后了呀？刚刚我错过的大雨，握不住的盛夏。后，你该不是有了儿媳妇忘了女儿了吧？那我们拿出来试试。吩咐韩欢去取了过来。诺诺看着精美绝伦的喜服，哇，不比皇后的差呀。母后同样是做娘的，可你似乎没遗传到这么好的手艺呀。哎，是3生花。腰带处整个腰带都是用3生花缠绕织绣的。有你这么说你亲娘的吗？你不是一样是个手脚粗的，针线活别别扭扭的。我终于知道父皇那个丑的刺眼的荷包是从哪里来的了。他小时候还奇怪，父皇的宝贝匣子里总是藏着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许多根本是些不值钱的玩意儿，里面就有一个十分丑陋的荷包。想起荷包，顺带问了一句多年的未解之谜。哎，我小时候还看见父皇的匣子里藏着一堆牙齿，当时我问父皇是什么，父皇说是玉石宝贝，可能分明是牙齿啊。哦，那是我的牙齿，我的每一颗牙齿都是被你父皇弄掉的。将小时候掉牙的恩怨情仇一一说给诺诺听。父皇可真是委屈，真是赶早不如赶巧，都给他碰上了。他的父皇很爱他的母后，爱到骨子里的那种，也不知以后和清泽那小子会怎么样。说起清泽，小少年模样还长得挺好看的，挺清秀的，也不知会不会长残呢。若是长成猥琐的丑八怪，他以后怎么下口，如何面对呀？远在千里之外画图纸的清泽连着打了4、5个喷嚏，看了一眼外面浓重的暑气，这夏日炎炎的，他受风寒了。就按这个布局来，里面的东西都要原模原样的，不可差1分1毫。是，图纸上面很细，上到桌椅板凳，下到花盆茶盏，可看来看去都是女儿家的规格打扮。清泽握着手里的玉佩，似乎就想到她那张机灵娇嫩的容颜，甜滋滋的声音软糯可人，像是山上的清泉，像是小孩子手里的糖果，十分可人。也不知道你会不会想起我来。摸索着露出痴汉的笑容来，想起他那无赖的样子。再有1年，1年的时间。哥哥，这马走的是好看，优雅高贵，马中的千金小姐，可那得走到什么时候去呀？不急，等到了驿站，有人来接你，就给你换马车了。谁来接我？是清泽那小子吗？哟，怎么这么希望你夫君来接你？诺诺翻了一个白眼，他不应该来吗？诺诺做了一个鬼脸，娶亲也太容易了，坐在家里等媳妇从天降。哼，
这可是你亲自选的亲事儿，赖不得别人。诺诺做了一个鬼脸，缩回去侧躺着睡觉了。爷爷听见前面说话的声音，觉得有些熟悉，有些像宋寒天的声音。诺诺又不安分了，那给你喝水。凤鸣接过，大大的饮了好几口。喂，你这车里还藏着水，该不会还有吃的吧？没想到诺诺还真转身去拿了糕点给他，吃吧。你这准备的，可真齐全啊。这是母后给我发的。他们走那么快干什么？自然是与你时间错开，他们押运的都是贵重的东西，容易惹人注目，和你一起走怕是引来打劫的，所以先走一步，这样也不会将不怀好意的心思引到前面去，你呀就会安全许多了。我不比那些东西值钱吗？真是的，那些都是俗物死物。嘿呦，还真比你值钱多了。父皇为你啊可是操碎了心，怕人怠慢你，怕你吃得不好过得不好，于是连公主的封地和待遇也一并给你留着，往后每一年封地的税收还有月俸赏赐都一并会给你送去。后来呀，特意还给你多加了4个城池，还专门给你挑选了一批忠心的公主进军卫，做你的随从，听你差遣。我听某些人话里可是有些酸意呀。我是太子，以后可是未来的皇帝，我酸什么呀？你呀，你还是好好考虑考虑如何巴结巴结我，不然以后小心我撤了你的风池，看你吃什么。哼，我不怕，那我吃清泽的。哼，那家伙可不是什么好主，你可欺负不到他头上去。他就是个闷葫芦，胆子小，以后若他敢不听我的，我就揍他。话里带着窃喜和得意，反正青泽比他小2岁，而且听母后说，青泽小时候可喜欢跟着自己了，跟小跟班一样。再次听到前面说话的声音，这声音是谁呀？宋寒天。他来干什么？公主和亲使臣的副将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就挑上他了？说不定是他自己搞关系找进来的。切，他才不会呢，指定是不情愿的。皇命难违，他向来不待见我。诺诺的好心情散了大半，就没与凤鸣废话，自己躲回去睡觉了。可脑子翻来覆去的都在想，宋寒天这差事是自己接的还是被迫的呢？想了好久，可没一条该是自愿的。哼，无所谓，反正难受的又不是他，关他什么事儿？约么走了1日半，才到了凤鸣说的那个驿站。刚看我错过的大雨，握不住的盛夏。驿站不算小，可想容纳送亲队伍简直不可能。女尊迎亲的已经早早的到了。诺诺下了马车，2个中年大叔轮廓分明，虽是40来岁，可却依旧帅气俊朗。参见皇后娘娘。你们……诺诺又认真的看了他们一下。寒冰、烈焰，看还是我赢了，记得晚上兑现承诺。晚上2字，凤鸣不由得多看了2人一眼。这……烈焰瞪了他一眼。诺诺，语气里带着抑制不住的激动。我都快认不出你们来了，你们怎么来了？我们得亲自来接新娘子啊！新娘子长得这么好看，我们可不放心。这要是被哪家山大王给抓去了，陛下呀，可是要找我们算账的。烈焰有些惊诧，他还真想不到，这么多年过去了，若不是看画像，他们都认不出是诺诺来了，反倒是诺诺还记着他们，这倒是便宜寒冰这家伙了。烈焰在心底里想，诺诺与他们说话都顾不得李凤鸣了。哎呀，真是有了夫君忘了兄长。来的不过是先头部队，夫君还没来呢，这就没我的位置了。还是默默地跟着他们屁股后面。一听说要准备接亲，我就便与陛下说了，一定啊要让我们来。我还以为要到清凉城才能见到你们呢。3人说了一会儿话，寒冰和烈焰便出去了。天亮的时候，凤鸣也准备启程回去。走前，2位叔叔，我与我妹妹交情颇深，还请以后多多照顾，望妹妹有事2位能及时通知我们一声。寒冰点点头，凤鸣就转身去了。诺诺顿时就懂了他母后当时追着出来的感觉了。他出门的时候还觉得没什么，那是因为有凤鸣跟着，他总觉得就像只是出门玩一趟而已。如今哥哥走了，他才觉得要分离了。天高水长的，相见难上加难。哥哥，凭什么绕不开翻不过的盛夏？有谁远
自己的女人你自己处理，他是跟着还是赶出去，都别与本宫交代，犯不着。他想说，不是他让裴宁跟着来的。想起诺诺说的话，确实没必要解释，拱手便下去了。嘘，这个宋寒天还真是自胆包天，有那么不愿意去，他大可装病躲懒就成啊。晚上蚊子多，宋寒天只好将诺诺给的草药包递给了裴宁。明早再还我。裴宁原以为是宋寒天担心蚊虫咬他，配置给他的。阿花添了一把柴火，看着娇滴滴靠着宋寒天的裴宁，一阵恶寒，二话不说转身去了马车上坐着。你怎么来这儿了？要进来睡吗？阿花听见这话有歧义，还好她是个小丫头，不然她铁定以为她耍流氓。阿花没吭声。哦，我是怕你冷，我娇滴滴的姑娘能对你做什么？你们南幽的姑娘都个个娇滴滴的吗？你什么意思啊？顺着阿花的视线看去，远处紧紧相依相偎的两人，她能有我娇滴滴，能有我好看吗？哼，这个宋寒天就是个色鬼，任务在身，居然还带个女人贪图享乐。许是吧。哎，你到底要不要进来睡啊？阿花无语了，这话听着确实很不正经。见他没动，那你盖着睡吧。不等阿花说话，便将帘子放下来，自己个儿睡了。阿花默默地将毯子卷好，闭着眼睡去。夜里窸窸窣窣地听见有动静，阿花睁眼看去，发现远处的树丛里有异动。片刻之后，草丛里突然冲出6个彪形大汉。老大，像是过往的商旅。阿花这才睁开眼，在场的人都醒了，默默地列队，拿出刀剑来。老大，他们人多势众，而且有刀，不像是商旅客人。路过。说路过的应该没事吧？都怪这二狗子，打听也不打听清楚。诺诺听见动静醒来，露出脑袋来，一副看热闹的样子。哎呦，这不是土匪大哥吗？土匪无语了。他们很熟吗？寒冰连剑都懒得拔了。带头大哥看了那娇媚似天仙的姑娘一眼，色心起了。可看见那20来号人手里的兵器，顿时色胆都吓没了。别误会，我们就路过，走得急了，冲出来吓到你们了。哎，山贼大哥，怎么就走了？空手而归，不像是你们山贼的作风吧？阿花无语了，这小丫头片子想干什么？都说行有行规，道有道义，这么来了就走，恐怕是不好吧？那你们想怎么着啊？此山是你们开，此树不是你们栽，要想从此过，怎么也得留点买路钱呢。你们还想黑是黑啊？我没听说过打劫山匪的呢。喂，这简直欺人太甚呐！不料诺诺抽过阿花的剑，就抵在他的脖子上。错了，哼，这是白吃黑。你可别动啊，这可是削铁如泥的宝剑，一动你脑袋就滚下来了，而且周围的人都能给你们刺成肉泥。我们错了，我们可是正经山匪，就搁这山里打转，实在是存不了啥钱的。将剑一收，对着山贼就是一顿拳打脚踢，速度又快又狠，哀嚎声四起。阿花惊呆了，这是什么操作？果真信了烈焰的话，这小公主还真比悍匪还残暴啊！周围20多号人就这么呆呆地看着好戏，看着几个缩作一团，被揍得连亲娘都认不出的山贼，有2个年轻的还被揍哭了，一直抽抽搭搭的，也不敢大声哭。我说你们几个就这样还敢做悍匪，杀鸡的都比你们有血性。祖宗，我们错了，我们有眼无珠，您就放了我们吧。二狗子盯着2只乌鸡眼，委屈道：他这是造的什么孽呀？出门不利，竟遇上比土匪还凶恶的人。你们都来打劫，我总不能空手而归，总不能白打你们一顿吧？这力气出了，总归是要点补偿的。你们留下2个做人质，其余的上山，
都去给我打些野鸡、野兔、野味儿来。天一亮，你们还不回，剩下的2个兄弟，我们就给他煮了熬汤，骨头汤啊！哼，这真是比山贼土匪的老祖宗还恶上3分呢。我也不怕你们跑了啊！你们若是敢不按时回来呢，我就放了他们2个。你们背信弃义，不顾兄弟死活，这2个回去会怎么对付你们呢？阿花，这丫头可是鹤顶红中的砒霜，毒死了。宋寒天，你喜欢公主？胡说八道！转身就没理会裴宁。其实他是无法面对裴宁撕裂开来的事实。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的呢？是那个夏日清晨，那个一身红衣的小丫头策马而来，手里高高的举着酥饼，在广袤的草地上高呼：宋寒天，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来啦！亦或者是更早，那次他被刺客掳走，他奋不顾身，最后拖着一口气将他救出来。宋寒天，你放开我吧，你朝前面跑，我去引开他们，我不怕他们的。明明是怕得要死，整个小身子都在瑟瑟发抖。是他背着他走不动时，从山坡上滚下来，他在旁边轻轻地给他擦着手臂上的血。宋寒天，你可别死，你要是死了，我就将你烤吃了，或者将你做柴火烧了。可他怎么能喜欢他呢？他宋家满门几乎是被灭族的，除了侥幸被宋天齐救出来的他，就因为一场纷争，宋家被卷入先祖皇帝的皇位斗争中，他们宋家就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若说他们宋家是无辜的，却也不是。他怎么能和自己的灭族仇人在一起呢？他麻痹自己，他是从心底里不喜欢凤七的，只不过是爱着君臣身份，所以不得不教导他骑射礼仪，可笑地压抑着内心的情感。可他的每一句话，他明明都记得如此清楚。哼，宋寒天，你真的能骗得了你自己吗？跟着他旁边依旧不急不缓地走着。我以前还奇怪，为何你厌恶他，却还是每日尽心尽力地教授他，生怕他出一点的危险，是怕陛下皇后的责罚。可你不是没骨气的人，若你真不想，即便是陛下将刀剑架在你脖子上，你也不会认的。现在我懂了，你就是喜欢他，所以以这个名义偷偷接近他。是，我是喜欢他，你应该和我一样清楚，我为什么要拒绝他，要装作不喜欢他。呆呆地看着他，直到他松了手。可裴宁却有些难过，难道是想舍弃他去追寻凤七？心里的悔恨突然蔓延了出来，不该提这个事情的。对不起，寒天，我不该说你的伤心事的。今日的事情就当作什么都没发生吧。也没管裴宁说什么，自己找自己的。来来往往的行人里，宋寒天找得格外认真，而裴宁则是一脸魂不守舍地跟着。突然有人逆着方向向他们跑来，大多是街上的百姓。杀人了，前面杀人了！你先回去，我过去看看。裴宁一愣，宋寒天已经跑出很远了。裴宁想回去，却又担心自己回去了宋寒天怎么办，于是只好跟了上去。这种在街上闹事杀人的，一般都是寻仇。宋寒天赶到的时候，几个布衣刺客和诺诺缠斗在一起。宋寒天二话不说，跃身起来，一脚踢上了一个刺客。瞧见宋寒天，你怎么来了？啊，吃饭，路过。哼，那可正巧。刺客闪过，他们人多，并且都是1等1的高手。不过宋寒天来了，至少多了个帮手。宋寒天来往打斗了几招，夺过一个刺客的剑来，一脚将他踢出去，转身拉住诺诺的手，就往人群里跑。他们人多，硬撑着也不是办法。街上人多，又是夜里，诺诺跟上他，一路逃入人群里。10几个刺客一看，立刻追逐起来。宋寒天死死地拉住他。诺诺似乎是回到了许多年前，宋寒天在林子里也是这般死命地拉着他跑。多年过去，心境竟然也不一样了。宋寒天紧紧地握着他的手，生出一刻的贪恋来。
他藏在心里很久的人，怎么能说放手就放手呢？钻入买伞的摊位后面，裴宁正巧在附近，远远地看见两人缩在檐底下，看着那些刺客无处找。宋寒天拉着他，看着他面前的娇嫩如花的容颜。对不起，诺诺，我后悔了。诺诺，我们走吧，天大地大，去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无拘无束的。诺诺。诺诺一滞，没说话。对不起，诺诺，我也想假装不动心，假装不喜欢。可刚才我突然明白了，有些东西不是躲避就能面对的。诺诺挣脱松了他的手，眼里有唏嘘。突然一声声音打断了他们。不需要挽留，这世界缤纷。摘了我的面具，看清我的脸，就要嫁给我。你不会不知道我是谁吧？少年郎点点头。那你不怕，我有什么好怕的？反正人家砍的也不是我的头。伸手就去摘，面具落下，瞥见少年的精致容颜，浓密漆黑，带着英气的眉，五官挺拔俊朗，那张嘴竟然带着几分粉嫩，像女孩子的。最耀眼的当属他那双眸子，最上等的宝石也比不过。我还以为是他，明明身上的气息和阿泽那么像，默默给他带了回去。喏，给你亲手带上了啊，两不相欠了，我也用不着嫁给你了，索性抵赖。早在他答应的时候，他便想好了，要是不是阿泽，他就耍赖到底。青泽将缰绳握好，似将他圈在怀里一样。诺诺背挺得直直的，耳根子有些发热。美色果真是个害人的好东西呀！哎，刚才他在他马背上也不觉得有什么，如今见了他的容颜，这样的距离竟然让他耳根子有些发烫。你真的不记得我了？我该认识你吗？他脑子一片空白。哼，小骗子。声音略带着两分柔情。他说什么？是他听错了，还是误会了？好好的怎么成了骗子了？是说他刚才摘了他面具不算数？别的不行，张嘴说谎，装傻充愣还不会吗？他可是看着他母后多少次对他父皇装傻充愣过了，这简直是从小耳濡目染啊！青泽见他不说话了，自己本就不善言语，也怕说了什么他不喜欢的惹恼了他，索性不出声了。走了一会儿，看到的方向是出城。这不是去客栈的方向，你要带着我出城干什么？跟着送亲队伍太扎眼了，倒不如悄悄跟着我。我可不能跟你走，万一你将我拐卖了，可如何是好？哼，要说骗人，当今天下也数不出比你厉害的骗子了。你看小狗在叫，树也会笑，风声在呢喃。你说给我写信的，我等了那么多年，也不见你写书信呢。这话吓得诺诺从马背上一个趔趄跌了下去。这是青泽。想起当初允诺青泽回去给他写信的，没多久他便忘记了。青泽也没料到，再眼疾手快也是没拉住他，狼狈地从地上爬起来。你真是青泽？啊，不像，犹如一头孤狼盯着一只小白兔。眼神还真有一点像。几年不见，你变化挺大呀。印象里的那个稚嫩冷漠的小少年不见了，现在他都要仰着头看他了，这可真是气死个人啊！为什么所有人都蹭蹭蹭的长个子，就他的个子蜗牛爬的都比他快呢？人家问他为什么不给他写信，诺诺想了许久，我忘记了。本着坦白从宽、抗拒必死无疑的原则，只得实话实说。青泽皱眉，似乎很不悦，盯着他看了一会儿，才伸手。诺诺怕他更生气，于是乎上马了。青泽不高兴生气，是因他早就将自己抛之脑后了。这个没心肝的，枉费他记挂他这么多年。时时在想他在干什么，是高兴还是生气，是吃饭还是嬉闹，然后就想到宋寒天的那个情敌了。诺诺觉得气氛安静的有些诡异，他想不到那个少年如今早就成长成一代气势凌厉的霸王君主，更想不到他会与自己的未来夫君以这个方式见面。你怎么知道我遇到危险啦？碰巧。这也太碰巧了吧！
怎么所有人都是碰巧啊？还有什么人？我碰巧遇到刺客，宋寒天碰巧来救我，阿花也碰巧遇见，你也是。清泽听见宋寒天的名字，不自然地动了一下。这哪里是什么碰巧啊？问了诺诺，清泽却没继续了。我们要去什么地方？带你去见一个人。接下来不管诺诺怎么问，他便都不说话了。诺诺耷拉着脑袋，她真的嫁给了一个闷葫芦。想想她人生真刺激。哎，一个小话痨竟然嫁给了闷葫芦。总有一天她是郁闷死的。从前父皇的话便不多，而且性子冷清，可也不至于像他这般呢。凤清前也不爱搭理别人，他所有的温柔都给了他的妻子儿女。虽然他们两个人小时候一定程度上过得都挺苦的，可凤清浅不一样，他少年时便有明优陪伴，是明优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温暖改变了他。清泽自始至终只有他一个人。凭什么绕不开翻不过的山下，有谁远方让风代替我们。诺诺终于是进了一座僻静的山庄，现在他已经没了好奇心，反正他说去哪儿他就跟着吧。诺诺心里猜测，莫不是里面藏了什么天下无双的至宝，所以才设重重机关。他又来了兴致，如同打了鸡血一样。清泽看了他一眼，有些不解，借着机关的原因，他一直默默牵着诺诺的手，每到诺诺想放手的时候，他便称此地有机关，这便宜也是正大光明理所当然地占了一路。敲了小半天的门才有人来开门的是个30来岁的男子。公子请，主子已经等着许久了。清泽牵着他的手进去，诺诺瞧见有人，有些不好意思和别扭，想挣脱开来，没想到清泽居然还特意牵着他的手抬了一抬，似乎生怕别人发现不了吗？诺诺没说话，进去，里面大的别有洞天，环境十分雅致，这一看府主人便是十分有钱的。公子来的比预计早2日，主子瞧见一定会高兴的。清泽默默看了他一眼，哎呀，看谁高兴不要紧，要紧的是主子高兴就成。诺诺言外之意不是看清泽来高兴，那么是看谁高兴呢？来的就2个人，不是清泽就是他。远远的看见走廊里有个白衣背影，还被人搀扶着，远远看着还有点像清泽。哎，等会儿，像清泽又虚弱，靠人搀扶。清泽不远万里带他来这儿，舍弃了所有跟随他的人，那个是人对吧？诺诺松了他的手。星谋，二话不说就冲着过去了。清泽低头瞥了瞥他空荡荡的手，怎么比见他这夫君还高兴？随从注意到他的举动，这吃自己亲爹的醋吗？星谋转身，远远看着，似乎是看到了明幽一般，立刻知道是谁来了。不尽几生，就愿落孤云消散一场。星谋，原来你躲这里去了，我一直都找不到你，要不是母后说，我都以为你死了。诺诺都长成大姑娘了，你都不来看我。你瞧这身子还能去什么地方啊？再说我不是督促着这小子，你一出门就带着你来看我的吗？诺诺扶着他，星谋，你为什么要诈死啊？还连藏这儿的消息也不告诉母后，母后还一直打听呢。等他们走了几步，过去接过诺诺的手。啊，我来扶，你扶不动。星谋看了他一眼，这臭小子。诺诺也不疑有他，也真以为清泽是怕自己扶不动，闪了星谋就乖乖地跟着旁边。想不到一眨眼你都这么大了，当初被韩冰他们带回来的时候才那么大点儿。似乎是想到了从前，唉，人家100年真是如古人所说，沧海一粟，百驹过隙。你才40来岁，怎么就知100年的感受了？做了几年郡主，
倒是敢数落起我来了。进了茶室，清泽去找茶叶了。星谋抓到和诺诺说话的机会，你母后可还好？诺诺顿时就笑了，惦记着人家娘就算了，且还是问的人家女儿。我还奇怪，你开口第一句问的竟不是我母后。诺诺当然知道，这是为了避嫌，这倒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可问题是，一个是女孙先帝，一个是南幽的皇后。我母后啊，好着呢，还是似从前一般，如今更是南幽太平，朝中稳定，后宫就她一个皇后，没个竞争对手，闲得发慌，只得折腾我们兄妹了。哼，那就好，那就好。现如今清泽长大，我挂念的唯有他一人而已。虽知道你父皇的能力，也还知道你母后是吃不了亏的性子，可还是有些挂念。那你为什么隐退？光是退位的话，也不至于对外诈称去世啊。我本就厌恶朝中事务，这些年这身子骨虽说是拖着半条命，可也只是形式上的君主，加上这些年女尊朝中内忧外患的，倒不如说脱了这身份，做回北冥然来，轻松快活洒脱。清泽端着茶过来的时候，正听见他们在说话，似乎没听见一般，还特意嘱咐诺诺。星谋，原来你躲这里去了，我一直都找不到你。要不是母后说，我都以为你死了。诺诺都长成大姑娘了，你都不来看我。你瞧这身子还能去什么地方啊？再说我不是督促着这小子，你一出门就带着你来看我的吗？诺诺扶着他。星谋，你为什么要诈死啊？还连藏这儿的消息也不告诉母后，母后还一直打听呢。等他们走了几步，过去接过诺诺的手。啊，我来扶，你扶不动。星谋看了他一眼，这臭小子。诺诺也不疑有他，也真以为清泽是怕自己扶不动，闪了星谋，就乖乖地跟着旁边。想不到一眨眼你都这么大了，当初被韩冰他们带回来的时候才那么大点儿。似乎是想到了从前。唉，人家百年真是如古人所说，沧海一粟，百驹过隙。你才40来岁，怎么就知百年的感受了？做了几年郡主，倒是敢数落起我来了。进了茶室，清泽去找茶叶了。星谋抓到和诺诺说话的机会，你母后可还好？诺诺顿时就笑了，惦记着人家娘就算了，且还是问的人家女儿。我还奇怪，你开口第一句问的竟不是我母后。诺诺当然知道，这是为了避嫌，这倒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可问题是，一个是女孙先帝，一个是南幽的皇后。我母后啊，好着呢，还是似从前一般，如今更是南幽太平，朝中稳定，后宫就她一个皇后，没个竞争对手，闲得发慌，只得折腾我们兄妹了。哼，那就好，那就好。现如今清泽长大，我挂念的唯有他一人而已。虽知道你父皇的能力，也还知道你母后是吃不了亏的性子，可还是有些挂念。那你为什么隐退？光是退位的话，也不至于对外诈称去世啊。我本就厌恶朝中事务，这些年这身子骨虽说是拖着半条命，可也只是形式上的君主，加上这些年女尊朝中内忧外患的，倒不如说脱了这身份，做回北冥然来，轻松快活洒脱。清泽端着茶过来的时候，正听见他们在说话，似乎没听见一般，还特意嘱咐诺诺。公主，没事吧？啊，宋将军辛苦了，本宫还不至于有什么事，宋将军不用担心。啊，公主无事便好。清泽的马被牵走了，进去吧。阿花过来，见过陛下，见过公主。那日多谢你救了我，我一直没有找到机会道谢。啊，救公主是属下分内的事情，
虽是客气话，可里面多了一些亲昵，不像对裴宁那么疏远。清泽看了他一眼，你该谢的是本君。话里带着傲娇和不悦。裴宁出来看人都围着诺诺，便也不高兴了。啊，公主总算是平安归来了，我们大家都很担心。哦，多谢宋夫人挂怀了。这声宋夫人让宋寒天的脸暗了下去。我们先去吃点饭吧，快要饿死了。入夜，许是因为多年不来清凉城，诺诺有些激动，一直睡不着，便自己起来，偷偷去了屋顶坐会儿，瞧着月色，听到瓦片有动静，发现是宋寒天，又转身回去继续看月亮了。诺诺，怎么不睡？可是不喜欢这里？没有，就是想出来看看月亮，今晚的月色不错。宋寒天走过来，好了，月亮看完了，我去休息了，你慢慢看。宋寒天突然抓住他的手臂，还有事吗？我们走吧。诺诺愣住，看了他一眼。诺诺，我错了，我后悔了，我不该放手的。我已经错过一次了，我不能错第二次了。什么世仇家恨，什么君臣身份，什么太傅徒弟，我都不要了。我只想带你走，天涯海角，去哪里都好。我不能看着你嫁给黎清泽，不能。哼，你记得我将鞭子扔了的时候跟你说的话吗？宋寒天，我不会永远在原地追随你，人总是要长大，要往前走。你难道没有听过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的说法吗？我既然放手了，就没打算回头。说着，手挣脱开来，轻轻一跃下了地，看着他的背影。诺诺转身，宋寒天，过去了，便让他过去吧。希望你能和你的宋夫人幸福。这次我是真心的。抬头看着明月，真的过去了吗？是他悔悟的太迟太晚了吗？成亲的盛典是前些日子就着手准备的。诺诺下马车，就瞥见了清泽。诺诺将手递给他，想让他扶自己下来，却不曾想清泽扯住了他的手，往怀里一凑，将他拦腰抱起。你干什么？放你进去。旁边的人看着呢。清泽便不说话了，依旧钳得死死的。等会儿若是两人一起摔倒了，这可真就是天大的笑话了。一直到了太庙，将他放下来，给他整理了衣裙，牵着他进入太庙。门口的大臣跪了一地，恭迎陛下，皇后千岁。就这么稳稳地牵着他接受百官的道贺。女官亲自点燃了香火，两人各自拿着3株，请陛下皇后拜苍天，祈祷女尊风调雨顺。一拜之后，请陛下皇后拜后土，祈祷女尊国泰民安。2拜之后，请陛下皇后拜先祖，祈祷女尊百子千孙，福寿绵长。等3拜之后，清泽带着他将香火插进了香炉里，然后接过宫女送来的柳枝，蘸了露水洒在两人身上。礼成。虽说女尊的规矩不算多，可连带着从驿站到皇宫又到太庙，等一切礼仪完成，回到宫殿时已是傍晚了。清泽一直牵着他，诺诺抬头看了一眼宫殿的名字，叫苍梧殿，听着这名字该是清泽所在的宫殿。是。那我住哪里呀？在南幽，帝后虽是夫妻，可还是有各自的宫殿。来这儿，他连自己的地盘都没了。我住在哪儿，你便住在哪儿，这是女尊的规矩。清泽自然是知道他担心什么，其实不过是他故意为之。宫里的宫殿不少，可他就是想和他在一起，时时刻刻。才进了内殿，清泽先将他头上的喜冠给摘了，他扭着脖子，感觉才松快了许多。喂，饿吗？诺诺点点头，片刻，饭菜便端了上来。还好，菜式都是他一向喜欢的，加上肚子饿了，他也顾不得挑剔那么多，大快朵颐就成。清泽摇摇头，并没说话，只是给他盛了汤。既然他不说，诺诺也没顾得多问了。吃饱喝足，
躺着软榻上眯了一会儿。皇后，奴婢伺候你去沐浴更衣。诺诺听到声音，立刻清醒过来，瞧见一个差不多年近40的女官，诺诺立刻想到以前的一个宫女织绣。母后说，当年她被寒冰抱回去了，是星谋派织绣照顾她的。当时织绣才13、14岁。织绣立刻跑过去抱着她，是奴婢就知道总有一天还会见着公主呢。转眼的功夫，公主都长这么大了。激动之余，她已经顾不得叫什么皇后了，这是她以前日日带着疼着的小公主啊。我也是许多年不见你了，都以为你出宫嫁人了。当年奴婢还没有到出宫的年纪，公主走了，先前的陛下就让奴婢来伺候清泽太子，后来到了出宫的年纪，奴婢放心不下太子，耽搁了几年，家里人都死了，奴婢也没地方去，就留着了。听见公主要嫁过来的消息，奴婢暗自高兴了好几夜都没睡好，就等着见公主。之前我回家了，托使臣给你送的东西可收到了？当年诺诺回去，趁着年节的时候，让人给他捎带了几大包东西，只是他当时年纪小，过不多久就忘了。奴婢一直收着呢。宫里的姐妹们都说奴婢运气好，公主惦记着奴婢。早些年奴婢母亲生病，还是托公主的福，公主给的人参续命，这才多活了2年。说了一会儿话，瞧啊，奴婢老了，记性也不好了，这本来是请公主过去沐浴的。凭什么绕不开翻不过的盛夏？有谁远方让风代替我们抵达？没勇气说。夫人安。灵素转头，果真和你那个狐妹子娘一样，长得倒是极勾人。诺诺眉头一皱，心里十分不高兴，可碍着她毕竟是清泽的亲生母亲，又是自己现在名义上的婆婆，这才隐忍了一刻的怒气。夫人嘴巴放干净一些，这话可不太好听。我这人向我父皇，记仇护短，等会儿若是对夫人不敬了，免得夫人面子上过不去。你现在是我的儿媳，嫁给了我的儿子，怎么我说你2句就受不住了？你担心我让人将你赶回去，让你凤家成为整个天下的笑话吗？诺诺见他3番2次的不客气，你有这个资格吗？别说是你，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夫人，一个妾而已。即便是黎清泽在，你倒是问问他，敢不敢一纸休书将我撵回去？你倒是要问问我整个南幽国80万大军，答应不答应？你作为一个儿媳，昨日成亲不来拜见我这婆母，今日早上又迟到，这般没礼数，可不是大不孝。那是因为清泽没和我说有什么太后，有什么娘亲要拜见，世人都只知道清泽有位容貌极好的父亲，只是前几年走了，已经葬入皇陵了，倒是不知道有什么娘亲。既然名不正言不顺，你让我拜见谁呀？灵素听见这话，越发勃然大怒，起身就抬手朝他挥去。不料诺诺二话不说，立刻拉住他的手。灵素夫人，我可不是什么柔弱的小猫小狗，你不要得寸进尺啊！瞥见清泽进来，诺诺将手甩开，算是给清泽一个面子。他娘再怎么讨厌，也不至于说当着自己夫君的面打他亲娘吧，这也太嚣张过分了。可看在灵素眼里，却是诺诺怕了清泽，立刻摆出臭架子来。你这个不是人的东西，忘恩负义，你亲娘都被欺负到这个份上了，你难道不该说些什么吗？清泽眼里闪过一丝冷冷的厌恶，过去拉着诺诺的手，将他默默移到自己身后。回来。打得好。诺诺，什么意思？什么叫打得好？可他没动手啊，他才不要背锅，我可没动手。好。什么鬼？灵素看清泽对自己的态度大怒，像往常一样立刻扑了过去，修长的指甲挠在他的脸上。
许是为了保护诺诺，没直接躲开，脸上立刻多了2条血痕。你这个孽障，还敢带着个小妖精回来，你们父子都被他们母女迷得疯癫了不成？他是祸水，不得好死！青泽冷着脸，一把将他推开，拉着诺诺便出去了。诺诺见这架势也没敢多话，乖乖地跟着出来了。灵素夫人才是疯癫了一样，骂他也就算了，连着自己亲儿子也辱骂，儿子不是人，他这亲娘是什么？走得很远了，诺诺看着他脸上的血痕，你脸出血了。青泽伸手抹了一下，似乎不在意，只是诺诺拽着他，二话不说就去找药。等将止血的伤药找到，小心翼翼地给他涂抹上去。青泽感动，果真像知秀说的，天底下对他最好的就是诺诺。诺诺还特意给他吹了吹，可千万别留疤了，留疤就不好看了。我可不就奔着你好看才嫁的吗？这还没看2天就……青泽无语了。感情是这样？不过他也没与他计较，他喜欢他的皮囊也是一件好事情。以后别去他那儿，你是皇后，这里什么事情你都能做主，不必管他。诺诺点了点头，既然青泽都不在意，那他更没必要端着灵素了。毕竟他对这个灵素可是挺讨厌的，看见就来气。不过他的重点似乎在另一件事上。啊，什么事都能我说了算？青泽点了点头。除了睡觉这件事情。诺诺脸蹭的一下红了。送嫁送了，南幽的送嫁队伍也该回去了。诺诺按着之前明幽教的规矩，早早的盛装打扮好，去了城外相送。城门口不远处放着几十坛酒水，还放着碗。知秀看着送亲的队伍，让每个宫女去给侍卫们每人倒了1碗酒。诺诺端着酒碗，然后一口饮尽。谢父皇母后恩，诸位将士都辛苦了。公主保重。将士们也将自己碗里的酒一一饮完。不过是摔了个杯子，你这哭得像是本君死了一般。诺诺忍不住被口水呛了一下。这不是奸杰说苏慕之在咒君主死吗？臣女不敢，只是替青泽哥哥有些委屈，皇后娘娘是故意的。诺诺点头。我听说这是你最喜好的杯子，可我看着不顺眼，就摔了一个。一向不苟言笑的青泽很认真地捧起了另一个杯子。那可摔过瘾了，要是不顺眼，你再将这个摔了。苏慕之惊得下巴都掉下来了。他哪里见过这样的青泽，事事顺着一个小女人的。他可是连他亲生母亲都能下得了狠手的人呢，犹如战斗胜利的小公鸡，高傲地抬着下巴。暂时不想摔了，不过你喜欢的，确定不心疼吗？故意看向苏慕之。我喜欢的前提是你也喜欢，你若不顺眼，那我看谁都不会顺眼。诺诺心里甜滋滋的，这个闷葫芦没想到还挺懂眼色的，知道顺着他的话往下说。他满意，很满意。长得好看，会听话，而且是宠着顺着他，这可比他在南幽皇宫好太多了。天大地大，我最大。青泽哥哥，本君没有妹妹。苏小姐难不成是脑子摔坏了，连自己有几个哥哥都不清楚了？苏慕之怎么也没想到，青泽对他说话连2分客气也没有。平日看他对苏牙说话也还算客气。苏牙年纪大，虽是退隐了，可曾经求娶凤栖公主时，青泽便亲自来请她去说媒。她是苏家的唯一孙女，再怎么说青泽也不能服了苏家的面子啊。诺诺看着他似乎有些承受不住，没好气儿的在心里嘀咕，又爱挑衅，又承受不住别人的重话，真是的。听闻你在宫里给我扎了一个很高的秋千，我们去看看吧。诺诺看了苏慕之，倒是没多说，就出去了。一直在门口没进来的知秀，等他们都出去了才进来。苏小姐早些回去吧。苏慕之动了动嘴，心里难过。苏小姐，人贵在有自知之明，
苏相为何连着得到多位君主的信任？那便是他一向能摆明自己的身份。君臣君臣，先有君才有臣。苏小姐明知皇后不好惹，可偏要去赌皇后的气，这不是间接惹陛下不快吗？刚才奴婢在外面听了几句，便想着与苏小姐好好说道说道。苏小姐说与陛下是青梅竹马长大，可苏小姐不知，真正与陛下青梅竹马的那是皇后娘娘。皇后娘娘幼年在宫里待过一段时间，陛下还未出生的时候，皇后娘娘便认识陛下了。幼年陛下也总喜欢跟着皇后娘娘玩，两厢情愿，这才是真正的青梅竹马。苏小姐还是少说这些僭越的话，免得连累了苏相一生的清誉。说得如此通透明白，她再不自知，谁也帮不了她。苏牧之是抹着眼泪跨出苍梧殿的门，正好遇上了一个身着白衣的宫女。哟，这不是苏小姐吗？怎么今日进宫了？啊，白鸭姑姑。白鸭虽是一个普通的婢女，可多年一直在灵素夫人的身边，所以她不得不敬重些。苏小姐可是被人欺负了，怎么眼睛红红的？宫里还有不长眼敢欺负苏小姐的，将事情一顿添油加醋的说了。好了好了，知道苏小姐委屈，可如今来的人是南幽的嫡公主，那是长招帝后手心里的肉，历来哪个国家不受脸色的呀？即便是咱们夫人左右也是受了她好几次气的啊！她还敢欺负灵素夫人，又将凤妻如何狠毒，如何目中无人，瞎编乱造了一通。你听了这些是不是好受多了？连陛下的亲娘都受此气，你就没什么好抱怨的了。别人随便一说，他便当真了。这个凤七公主胆子也太大了吧，不尊老不爱幼的，不尊灵素这个老，不爱她这个幼。不信苏小姐可以去跟着我看看，咱们夫人都气得病倒了。若是自己能借着灵素夫人说话，灵素夫人逼着清泽立一个侧妃什么的，自己不就可以踩着灵素夫人爬上去了吗？苏牧之盘算了一番，便跟着去了。李清泽，你长本事了哈，还敢威胁我了？你不是说事事都能由着我做主，听我的吗？清泽看了他一眼，这个王八蛋，不是耍他吗？若决定万事的时候，他都在榻上坐着决定，他还能说什么？伸脚就踢了出去。你个骗子！清泽手快的伸手按住他的脚，诺诺也不是好惹的，迅速一转，翻身挣脱开了他。我要和你分床分房睡。这枕头是你的。诺诺没说话，索性将他的枕头塞给他，自己则是大咧咧的躺着了。喂，这店里就一张榻，我这冷了冻了如何是好啊？诺诺默默地将被子扔给他，瞧着他气鼓鼓的脸，只好顺着他的意去地上躺着了。诺诺转身躺着，总觉得背后有人盯着，毛骨悚然。转头过去，发现清泽是闭着眼睛躺着的，只好转身回去了。他才不要面对这个狡猾的闷葫芦。清泽并未睡着，而是偷偷地盯着看，直到他睡熟了，清泽默默起身，抱着枕头偷偷地就去榻上了。这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第二日，知秀还未来伺候诺诺梳洗的时候，便听到诺诺的怒吼声：你怎么上来的？神不知鬼不觉，许是梦游。诺诺翻了一个白眼，他信了才有鬼，怕他真生气了。以后我不欺负你就是了，你说什么就是什么。诺诺翻白眼，他才不信呢。女人可真要命啊，听见好话耳根子就软。睡，可睡不好，所以才思你成狂，念你成魔。本想迫不及待将你娶来的，可怎奈好事多磨，你父皇压了又压，这才舍得把你嫁过来。你该陪我3年的安寝才是。这好好的，怎么几句就讹上人了？那你找我父皇陪去。他就不信了，他还敢这般赖他父皇？还没等诺诺拒绝，便听到宫女来传话的声音：陛下可要用水洗漱了。不用，滚！诺诺从宫女的敲门声中回神过来，自己怎么能被他迷惑了呢？
立刻在内心深处狠狠地扇了自己好几个巴掌。醒醒醒醒，瞧你这没出息的脑袋，你怎么能被黎清泽的美貌迷惑呀？你是谁呀？你的矜持，你的节操呢？你可做不得我的主。将双手枕在头下，一副悠闲自得。那你做我的主便是？瞧见他这样，诺诺顿时没了欺负他的欲望，正准备翻身下来，不料瞥见他脖子旁边的痣，顿时呆了。这痣他偶然瞥见阿泽的脖子上也有这么一颗，想到当时阿泽出现的诡异，明明宫里的侍卫他眼熟的很多，可偏没有见过阿泽。侍卫队长也表示不知道有这么个人，他当时以为是阿泽故意没说全名，怕暴露身份。如今看来，这阿泽便是某人。好啊，这个清泽还敢玩分身骗人。还想起当初他调戏自己，说来宫里寻媳妇的，问他做自己的媳妇。清泽也反应过来了，诺诺的眼神似乎是发现了什么，自己则是闪身跑出去了。黎清泽，你敢三番两次的骗我！知秀在门口的时候，正好瞧见清泽外衣都未穿，从里面嗖的一闪而过。清泽转身去了别处，吩咐宋远给自己送了一身衣裳来。他们会送些什么？金珠玉宝、珍奇宝物，还有一些则是糕点水果，宫里没有的东西。我记着前年苏家就在冬日里送了一小筐荔枝，听说令节不对，种了好多颗，可是做活的也就这么一点儿。今年我倒是不知道了。快请！若是荔枝，他可饱饱的美餐一顿。朱红色的大箱子送进来，诺诺眼睛都直了。啊，苏家技术这么成熟的吗？去年才一小筐，今年便可以摘到这么一大箱子？清泽眉头动了动，这看着不像是装荔枝的。诺诺已经迫不及待地先上了手。啊，荔枝成精了！接着一身半透的薄纱衣裙，粉红衣裳将里面曼妙的曲线若隐若现地展现。苏木之，怎么是你？好好的惊喜就变成失望了，一脸的生无可恋。还不如一筐荔枝来得好呢。苏家这样的心意是有眼睛的人都能瞧见了，将女儿作为贺献。你看我干什么？你应该看的是苏家的荔枝精，苏家的心意，人又不是送给我的。都怪清泽提前说什么荔枝，现在弄得他馋巴巴的。清泽似乎根本没看苏木之，视线都是落在诺诺身上。臣女苏木之参见陛下。皇后娘娘，你看我干嘛？你应该看的是荔枝精，别辜负了苏家的好意。这么大的闺女作为礼物送给你，你可别辜负了才是。苏家送人给本君做什么？苏家今年未找到什么合适且有心意的礼物，臣女就斗胆献舞一曲给陛下助兴。他总不能说是把自己给清泽吧？清泽这才恍然大悟，哦，原来是送舞而来。苏木之和他爹的心意，清泽已然是看透了。哼，既然是献舞，便听皇后差遣。啊，我还没好好看过女尊的舞，今日苏小姐可要好好跳，莫要败了本宫的兴致哦。外面的雪地银装素裹，可只有白色未免太单调了些。如苏小姐能在雪地里一舞，想必也是一场美景。啊，臣女是来向陛下献舞的。她穿得如此单薄，本是为了让陛下多看看自己，若去雪地里跳舞，岂不是要冻死了？本君的意思就是皇后的意思，莫不是苏小姐不是来献舞的？是。苏木之只得打掉了牙往肚子里咽下去，想了想，只得畏畏缩缩地出去了。刚迈出店门，迎面吹来一阵冷风，冻得他直打哆嗦，拼命地想稳住自己的狼狈，好将优雅展示出来。冰冷的雪地里，一娇弱的女子在雪地里起舞，粉色裙裳飘舞，毫无美感，肢体僵硬，还在瑟瑟发抖。诺诺拍手而笑，苏小姐的舞虽是跳得不怎么样，可勇气可嘉，等一会儿是要好好奖赏苏大人的。一舞而毕，眼瞧着雪花越来越多，诺诺便没再继续折磨她了。景色虽好，
可似乎苏小姐的状态不好，便不用继续跳了。苏慕之进来谢恩的时候，瞧见清泽，继而腿一软，就朝着清泽的方向摔去。清泽二话不说，圈着诺诺的腰一转，而苏慕之自己只能摔在地上。陛下不扶着他就算了，居然抱着凤七躲开了，是担心他砸到凤七。哼，连站都站不住啊，难怪跳舞跳得这么难看。苏慕之听了，委屈的大哭起来。诺诺想笑，却拼命的忍着。哼，清泽可真损。苏慕之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人送回去的，似乎觉得脑子都快冻僵了。苏父看见他来的时候一身的狼狈，便知道他没成功。苏家送去的那口箱子连带着被送了回来，箱子里还有那幅画着苏慕之在雪地里僵硬起舞的图，旁边龙飞凤舞的写着一个大字丑。苏父脸又青又白的，看来马屁拍在马蹄子上去了。早知道就不该听女儿这胡言乱语的，出的什么馊主意呀！陛下的欢心没讨好，反倒是得罪了个彻底。诺诺看茶水上了，有人喝了一口，啊，怎么是凉的？众人不解，是凉的，这茶水本是工人按着及时泡好的，怎奈各位夫人步子小，一条公道走都能走一个时辰，这怪不得茶水，不是茶水迟到，自然不能无端将它倒了。这话一说，宫眷的脸上大多带着惶恐和不安。这皇后不是个好糊弄的，分明是明白一切的，胆小的甚至已经有些哆嗦。不过本宫也体谅你们，知秀给各位上茶，这可是上等的含香雪萃，想必夫人们一定喜欢，实在是没法子的，索性抵着头皮不喝了。诺诺可没这么好心放过他们，这若是不好好收拾他们一番，以后岂不是要无法无天了？怎么，是本宫的贡茶不好喝吗？没。诺诺看着他们的茶杯，知秀一定要让各位夫人喝尽心了，茶杯里的凉茶就没空下来的时候，而且都是凉茶，极苦涩，难以下咽。众人都怀疑这茶根本不是什么贡茶，而是最差的茶叶渣子，可谁都不敢明说，因为他们无礼皇后娘娘，初来女尊也不知习惯与否，妾身们准备了些贡礼，希望能博皇后娘娘一笑，正要吩咐外面的宫女送进来。哈哈哈，不必了，本宫先谢谢诸位的好意，只是本宫以前礼物收的不少，也不缺这些，既然是各位夫人的心意，也该让陛下知道知道。伸头吩咐小暖，各位夫人的东西都贴上名字，送去陛下那儿，好让各位大人及夫人的心意能让陛下感受得到。皇后娘娘，不必了吧，都是些女子喜欢的东西，若是去了陛下处，恐怕有些不好。哼，怎么会呢？本宫与陛下一体，陛下也是有妻子的，怎么会不体谅呢？问了各家的奴婢出处，一一标明了就送去了。苏夫人面色难堪，她里面送的可是一块成色极差还残次的玉佩，看来这凤七倒是有手段的很。礼尚往来，本宫这儿也有好些东西送给各位夫人，都是本宫母国送来的。知秀立刻就端着盒子进来，盒子大小都差不多，里面装着大约都是簪子、耳环、首饰。他们打开来都被惊了一下，只要眼睛透亮，都知道这是贵重的好东西。投桃报李，他们投的是难吃酸涩的丑桃，而人家回报的却是酸甜可口大个头的李子。不管他们是如何心不甘情不愿的，送来宫里的东西还是被送去了清泽处。陛下，朝里的官眷今日来拜见皇后娘娘，给娘娘送了贡礼。皇后娘娘想着这么些好东西一定是要给陛下长长眼的，所以让奴婢直接送了过来。既然是他们的心意，本君也不能辜负了。来人，去请朝中各位大臣来。侍卫一听，立刻快马加鞭的去送信了。差不多一个时辰多，朝臣都陆续入宫了。各位爱卿来得赶巧，
听说今日各爱卿的家眷进宫拜见皇后，给皇后送了贡礼，皇后盛情难却，不好收，便命人送过来了。本君想着，既然是一番好意，势必等工具当众看看，将各位官眷的东西送上来。盒子都被送了上来，盒子被打开，朝臣忍不住都上前去看，可看到盒子里的东西，众人都没敢吭声，因为地上的东西没一件拿得出手来的。看来各位夫人可真是用心了，送这么特别的礼物。不过可想过，皇后的意思就是本君的意思，皇后的脸面就是本君的脸面，诸位可是对本君有意见？陛下，臣等有罪。清泽依旧喝着茶，没理会他们。众朝臣就继续跪着。苍梧宫里各家家眷就这么干坐着喝冷茶，实在是受不住了。诺诺听见小暖悄声来旁边说了几句：时辰不早了，听闻各位大人在议事殿，各位夫人正好和大人一起回去。看着他们惊恐的脸色，既然大家都很满意本宫赏赐的礼物，就都带上吧。在场的夫人们终于默默松了一口气，还好没出什么幺蛾子。才退出去的时候，都各自往茅厕跑去。许多官眷都是娇生惯养的，恐怕一辈子都没喝过这么多的冷茶。一时间，茅厕成了宫里最热门的地方。你都不怕，我有什么好怕的？而且我能保护我自己。可看见清泽的眼色，诺诺立刻加上了马屁功夫。就算我不能保护我自己，你也能保护我呀。清泽的脸色这才稍微好了些。我才刚出来就要回去啊。好，那我们晚点回去。诺诺似乎马上就欢快了起来。太好了，今日想吃想玩的得通通玩回来。忽然从街道那头冲出一个女子来，衣衫有些破旧，似乎被什么人追赶，扑到诺诺面前。夫人，救命！救命啊！夫人，你得救救我！不料被清泽伸手一把推出好远。女子似乎不放弃，瞧见后面追赶的几个大汉又重新扑过来。公子夫人，可怜可怜我吧，他们是来抓我的，抓到我就要了我的命了。还没等诺诺说话，5个大汉就冲过来，扯着他的头发将那女子拖过去了。喂，你们打他做什么？他本不想管的，但凡那些个大汉下手不那么重。他父皇说，天下不平的事情太多，用心险恶的太多，防不胜防。哎，干你何事啊？别找死！清泽一个回旋踢，将其中一个大汉踢得飞出去好远。你吓到夫人了？找死！立刻围了上去，片刻的功夫被清泽解决了。诺诺踢了踢其中一个，问：他和你们有什么仇怨？你们至于这么打一个弱女子吗？他欠着我们银子。那不是我欠你们的，欠你们的是我后娘，你找她就是。亲娘后娘的老子可不管，你娘说拿你抵债，你就得认命。清泽又是狠狠一脚踹了上去，估计是腿直接被废了。说话小声些，吓着我夫人要你们狗命。什么说话大声吓到了？又不是豆腐做的，说话大声还能吓死不成？诺诺无语了，这男人打人的理由太走心了些呀，这算什么正当理由啊？那他怎么不把他亲生女儿卖了？我不是他生的，他也是爹生娘养的，他这么糟践我。夫人，你心善，求求你帮帮我吧，不然他们就要将我送去青楼。我得罪了青楼的老板娘，只怕会被折磨死的。诺诺总算是听出了一些门道，感情是逃出来的。你娘怎么会欠着他们银子？我后娘是个好吃懒做的，又爱赌博。我爹如今死了，他越发变本加厉，重新找了一个赌博的汉子，两人是一个赛一个的厉害，他们便想强行拖我去抵债，将我砸晕了。我醒来打了青楼的老板娘，这才逃了出来的。夫人，我真的是没路可走，才向你求救的。我家里没什么亲人，就一个吸血的后娘和后妹，我去了青楼被折磨，还不如死了算了。
诺诺看着他，眼泪一直掉。夫人，我一定当牛做马回报你的，求求你了。清泽便懂了，扔了100两的银票在地上。那银子已经给你们了，以后别找他麻烦，否则见一次打一次，打死为止。或者你们想闹到官府去，也未尝不可。几个大汉本就是为人卖命的，拿到了银子可以交差了，于是便都连滚带爬的回去了。瞧着他伤得有些重，诺诺怕他一个人在路上出什么意外，只好将他扶着去医馆了。清泽看他费力地撑着地，想搭把手，可又不想碰到那个女子，一路上都在纠结。麻烦，早知道便不救了。大夫给他号脉的时候，女子晕了过去。啊，他不会死了吧？无碍是无碍，只是被打得有些重了，所以晕过去了。他身上烧得有点厉害，身体虚弱，怕是要连喝着好几日的药了。大夫，可否将他放你们这里医治？这人是我们路上救下来的，我们也不方便带着他，诊费我们可以多给2倍。大夫想了想，反正都是一条命，又多得银子，便点头答应了。诺诺以为这事儿就过去了，只不过他再次跟着清泽来查金子案的时候，又遇上了半月前救的那个女子。清泽握着匕首一刺，吓得马四全身哆嗦。这是……若再敢不知趣，下次就不是警告了。清泽将匕首收回，马四发现，看来不是个吃软饭的呀。我们的实力和诚意你也瞧见了，那么货至少也该让我看看了吧。马四盯着那银票，眼神滴溜溜地转了2圈。这些东西可不是小数目啊，还得需要10日准备。您这些银票随身带着，我这货可不能……那你这生意还做不做？月底我们可就回南幽了。起初也是你叫住了我，开口跟我做生意的，现如今你倒是推3阻4的。虽说没人嫌银子多，可到底我们家也不至于真缺了这点买卖，不成就算了吧。别，我哪敢敷衍夫人呢？实在这东西数目太大了，不分批运容易引起察觉。这有什么好怕的？加派人手不就成了？哎呦，夫人呐，这个您就外行了，自然不懂咱这规矩。咱们这虽然是货真价实的金子，可也是因为上面有人照顾着，所以才能低价出售。你们是自己有私挖的金矿？算是吧。所以夫人这才拿不到台面上来。这官府若是查起来，咱这脑袋都没了。要这银子有啥用啊？这不会连累到我们自己的身上吧？夫人，瞧您也是这富贵人家的生意人，您不是本地人吧？这人一走天高皇帝远，隔着2国，哪有这么容易查出来呀？马四怕他放弃购买的打算。我不过是个中间的，您没见过卖家，卖家没见过您，能这么轻易抓到您身上去吗？行吧，那你与我说说，货什么时候能给我？再过个15日吧。诺诺摇头，诺诺就是想将时间缩短，他们仓促好露出破绽来。诺诺转身就走。好，就按夫人说的办。清泽递了2张1000两银票给他。喏，这是给你的定金，10日后交货。先把你这儿的存货拿出来我看看，这总可以吧？马四接过定金一看，这是前不久清凉城内接的货款，你若不放心，可以先去兑换，你去前面给我留个收据就成。不过要以酒庄的名义再加你的名字，万一你卷了我这2000两的银票走了，我可就亏了。这举动消除了马四的大部分疑惑，于是便去拿货出来。一个破旧的红木箱子里，虽不大，可里面近乎装着近100只的金钗或者是耳环、手镯。这些东西你可以先带走，作为我的诚意。清泽不吭声，去前面院子里将柜子上的青布扯下来。小二看着他来者不善的脸，愣是没敢说话，转身回去。清泽将箱子里的东西全部倒出来，裹着包袱里就准备走。马四，交货地点你定了就送到清月客栈柜台处便成。
说罢，跟着清泽便出去了。好嘞，夫人慢走。清泽走在后面。夫人，您这护卫不会是个哑巴吧？清泽耳朵灵，听到这话，转身看了马四一眼，杀意四起。不是哑巴怎么能做一个好护卫啊？毕竟哑巴才不会透露更多的秘密啊。顿时觉得自己还真像那些走私的做不法生意的地头蛇。出了门没走多远，月池便出来了。哎呀，还好你们出来了，我还在犹豫过会儿要不要报官。诺诺有些惊诧，没想到这个月池还真在这附近守着。哎，你们怎么拿了一个包袱出来？清泽不料他来扯，缩回去的时候被他将布扯开来。这么多金子，你们是干什么的？清泽冷冷地将包袱收回。做生意的，你还是快些回去吧。我也没地方可去，要不我……清泽没等他说完，抓着诺诺跃上房顶便走了。安然，我话还没说完呢。他话还没说完呢。麻烦。哼，还一口一个娘们儿，你们不就怕打不过本夫人带着的这些随从吗？所以才刻意不让进来。女尊人的胆子这么小，嘘，比老鼠还小。清泽就跟着旁边看着马四跟独眼龙的反应。马四脸上有些难看，可独眼龙不一样。清泽猜测这独眼龙该不是女尊人，而且他们更愿意和其他国的人做生意。走过去的时候，已经见10几口大箱子堆在一起，命随从去打开看看。银子呢？清泽从自己肩上拿下一个小包袱来，里面装的东西是银票。独眼龙要去查验，我们这是交易，可不是上赶着给你们送银子。你什么意思？你们货都不让查，便想看银子吗？自然是得看看，保不齐你们用这些废纸滥竽充数啊！这可不是实打实的银子啊！我们可没有你们那么多的力气，这银票可是全天下都能对的票号，可比一堆一堆的银子省事儿多了。马四，那2000两银子你不是已经兑换了吗？若没兑换到银子，你还敢放心和本夫人做生意？你小子还敢私吞？哎，这哪是私吞呢？这之前这货的银子，龙爷，你也不能这么不分青红皂白的污蔑人吧？这为了这买卖，我可是将脑袋拴在裤腰带上了。之前几批出手的货，我可是一点银子没拿到。松了手，没与马四计较。诺诺心里有些可惜，可惜了。若是能翻脸，最好是打起来更好。不过没打起来也不要紧，让他们相互猜忌猜忌也是好的。你们若是不愿意让我验货，就算了，我们走。哎呀，夫人验就是。百岁儿和2个随从一并过去了，将箱子都打开，里面装的都是些金首饰和金簪子等首饰。货也验着了啊，银票是不是也该验验了？急什么？等你们将箱子押过去那边，我们自会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现在银票给了你们，我们就这么几个人，你们反悔了，我们岂不是亏了？感情不是个花瓶，他还觉得南幽的商人是不是蠢到家了？看来这女人不只是长得好看，而且还聪明。百岁验货的时候很仔细，所以验得格外慢些。娘们就是啰嗦，这点小事唧唧歪歪的，磨磨蹭蹭半天。喂，你们快点行不行啊？这真是娘们养出来的，办事跟娘们似的，优柔寡断。百岁转头瞪了他一眼，马四怕起冲突。哎呦，我说龙爷呀，您少说2句成不成啊？咱们女尊可没这么多偏见呢，男女都一样。您这话不是引起矛盾吗？等会儿生意黄了，你也不好交代是不？不知为何，他心里总是乱得没底。他越想尽快将生意做成走人，却越出矛盾。货验完了，好了，送货过去吧。先自己带着清泽和5个侍卫一并先过去了，剩下的30来个兄弟便开始将箱子装好运送过去。清泽将装银票的包袱扔了过去，独眼龙接过，立刻打开看，结果是大堆的冥币。好啊，你们还敢黑吃黑不成？兄弟们，将这些不知死活的东西全给老子宰了，拿回去下酒。哎呀，死定了，还真出事儿了。清泽带来的人也不是吃素的，个个都是能打的狠角色，抓着诺诺的手，将他扔在箱子上坐着，
抽出长剑来。你照顾好你自己，受伤了你试试看。有了清泽的加入，更是势如破竹。片刻的功夫，对方的人就死伤过半。独眼龙想跑，长剑穿过独眼龙的右腿，独眼龙惨叫一声倒在地上。马四则是看着势头不对跑了，诺诺跃身追了出去，捡着地上的一个石子砸中他的膝盖，马四踉跄而倒，摔了个狗啃泥。哎呦！马四趁机攥了一把土在手心里，诺诺过去的时候转身撒向诺诺，还好诺诺机灵，侧身一转避开了。马四爬起来就想要跑，诺诺伸脚一踹，径直将他踹得滚了好几圈，将我衣裳都给弄脏了。百岁数了数死伤的敌人，收工了，放信号弹，让他们过来接应。这些人可别都弄死了，脑子要清楚，说话要伶俐，还得指望着从他们口里问出点有用的东西来呢。这独眼虫好好照顾照顾啊！百岁点点头，他知道为什么陛下要吩咐多关照他，还不是因为嘴贱才能享受这待遇。哼，这次总算是调出一个有用的王八来。这马四叫独眼龙爷，说明在这里面他还是有一定地位的。要真是抓到幕后的大鱼，还远得很呢。这独眼龙一旦出事没回来，上面的人都会将下一层的人摘得干干净净的。那得快点审出点有用的东西来，不然草都还没有打呢，蛇就惊了。诺诺似乎是想到了什么，哎，不如我们放虎归山吧。啊，你想让这独眼龙逃出去？咱们放出消息说独眼龙被抓了，若完好无损地将他放回去，你说他的上头看见他什么事儿都没有，会不会猜忌他？呵呵，这真是个好主意。你不是好好的活着吗？本君没死，是因为命大。转身就走，一刻都不想停留。夫人，这不是说的好好的，怎么又砸了？只是不甘心，冲到门口，双手张开拦住了他。你不能走，你如今已经成了女尊的君主了，你却忘恩负义，不要自己的亲娘了。你想怎么样？我要做皇太后，你要现在就去告诉世人，是我灵素生的你，我才是女尊名正言顺最尊贵的女主人。你整日囚禁我在这个地方算什么？把他推开，毫不怜惜，看着狼狈倒在地上的人。是吗？啊，你以为本君真想将你囚禁在这儿？本君最想做的是用匕首刨开你的心，看看是黑的还是没有。若不是念着先帝的情谊，只怕你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太后，名分，你一生都得不到这些。本君要你活着，要你活着，日日困在这冷宫里，冷冷清清，无名无分的，一辈子活在这里。说完大步离开，只是留下了一句：本君的母亲早就在本君难产的时候便死了。灵素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许是因为太急，还没有站起来，却又摔倒了，指着清泽走的方向。孽障，畜生！你出生，我便应该掐死你！是你害了我，是你！清泽无动于衷，抬头看了一眼傍晚的霞光，霞光万丈，可他心却冷冰冰的。今日见了灵素，忽然小时候的噩梦却又清晰了起来，摸了摸自己的脖子，径直离开。寒冰说，一个人无法选择他的出身，无法知道他的归宿，可只要自己变强，强大到俯瞰着天下的一切，便有资格选自己走的路。白鸦看着地上谩骂痛哭的女人，这夫人的脾气越来越偏激了。若不是看着她平时正常，能算能说的，他一定以为这女人疯了不成。为何当初先帝对一个宫女都比他宽容，还不是他总受不住这怪脾气？若他能摆正姿态，用些手段将儿子笼络在身边，也不至于如今这么一个下场。清泽出来找他的时候，他正好出来，拉着清泽的手。看来你猜得很稳很准啊，这个独眼龙确实有把柄被牵制着。清泽也没多说，拉着他就走。
百岁跟出来。若是其余的人盘问出来，都不必留活口，去交易地点处理一下，保证要有打斗的血迹。至于这独眼龙，放回去之前刺上几节，再给他些伤药送出去。是。诺诺跟着他。哎，你是怎么知道你会被组织牵制的？这偷金一案已经不是现在才有的事情了，前1年前便发现了。市面上流通的金子其实一部分都有问题，能在这些金矿提炼中动手脚的，势必都是女尊朝中的人。可后面追查下去，无缘无故死了一批人，线索便断了。那日他们愿意卖金钗给你，便是看出你不是女尊本地的人，若与其他国家的人做生意，便容易躲开耳目。能瞒住朝廷还在各国中流通的，势必是一个庞大组织。而这些庞大组织里之所以难抓，是因为手底下的人必须誓死效忠，上面的人通常会给他们下毒，亦或者是拿住他们什么把柄，他们武功再高也逃不掉。哼，这许是你为数不多的长篇大论了。嫌烦？不，我喜欢你多说话。好，那以后尽量多说给你听。黄金案的事情暂时没其他动向，诺诺也只得闲在宫里。听闻前些日子放出去了一批到了宫龄的宫女，所以又选了一批入宫来。本来这些事情是用不着皇后管的，可知秀去了，诺诺觉得无聊，便带着小暖一起去。诺诺自己跃上屋顶，小暖跺跺脚，皇后娘娘就顾着自己去了屋顶，自己又爬不上，说好一起来凑热闹的。于是乎她只得规规矩矩地去找知秀了。你怎么来了？啊，跟着皇后娘娘一起来的，她自己去了屋顶上，我只得巴巴地走着过来了。知秀转身抬头看去，果真瞧见不远处坐在瓦上看着这附近的诺诺。青泽快步走了2步。喂，可是等急了？没有，刚来，听见你在和人说话，便在外面溜达了2圈。虽说青泽从来未将他当作外人，可若是议论朝事的时候，诺诺基本就不参与或者打扰。夫君会信他，与他说那是夫君的信任。青泽与他低声说着黄金案的进展。杜二龙回去倒是将一部分人的名单和落脚的地方送来了，可是幕后主使却一个没有，都是些替人办事的。那是要放长线钓大鱼，还是及时收网啊？什么意思啊？你不说了吗？什么都得听你的。这些没用的事情不用听我的，反正也和他没什么关系，都是他们朝堂上的事情，只不过如何将朝堂中的害虫连根拔起，还不动摇根基才是问题。青泽眼皮动了动，从哪儿找来这么一个实在的媳妇啊？进去，青泽立刻吩咐人端了酸汤鱼上来，满满的吃了2碗饭。这酸菜鱼做的可真好。后来连续好几日，饭桌上顿顿都是酸菜鱼，吃的诺诺有些受不住了。诺诺看着桌子上的金汤酸菜鱼，干呕了一声。皇后娘娘，你怀孕了？诺诺无语了，也不知道她是从何处看出来的。你吃？小暖摸头不着脑的，战战兢兢。皇后娘娘，全赏你了，务必要吃得一口不剩。对知秀道，本宫很爱这道金汤酸菜鱼，以后1日3顿都做，全都送到小暖嘴里，一点都不许剩下。小暖反应不过来，美滋滋地吃了一顿鱼，然后接下来7、8天里，她顿顿都是金汤酸菜鱼，吃的她是满含眼泪，看见酸菜鱼就发怵。诺诺远远地吃着小酥肉，哎呀，好难受呀，再也不想吃鱼了。皇后面前的小酥肉才是人间美味呀。小暖，你该不是也怀小娃娃了吧？小暖终于是反应过来了，感情喂她吃这么多天酸菜鱼，就是在这儿等着呢。皇后娘娘可太阴险了。眼泪巴巴地过去。皇后娘娘，奴婢知道错了，再也不想吃鱼了，奴婢都要快变成鱼了。要不你把奴婢做成鱼算了，反正今日这鱼奴婢是一口也吃不下去了。我看你就像大头鱼，谁让你胡乱猜想来着？你顿顿吃一道重复的鱼，任凭它再是珍馐美味也得发腻了。你脑子倒是挺灵光，还能自己想自己补。
皇后娘娘，奴婢错了，咱们能不能不提鱼啦？行了，撤下去吧。太好了，终于不用再吃鱼了。此事传到清泽的耳朵里，明白这话是想对本君说的，这脾气是想对本君发的。可他倒好，一石二鸟，奴婢也训了，这话也传到了。低头想了一刻，嘴角的笑容越发扩大了，根本没在乎鱼的重点。是啊，宫里也该多个小娃娃了。听闻自己的大舅哥马上就要做父亲了，他这也不能落后不是。听到宫女在小声的说话，诺诺不由得侧耳听了听，发现是月池的声音。宫女姐姐，奴婢就是给皇后送些吃的东西，放着就走，不会打扰皇后娘娘的。我都跟你说了，皇后在武器，打扰不得，你放这儿就成了。等会儿知舅大人回来，我会转告的。诺诺听得大概，便提脚走了出来。月池，进来。月池瞧见是他，立刻抱着盒子欢喜地跑过去。皇后娘娘，没想到能看见你。将盒子递过去。皇后娘娘，今日奴婢轮休，做了些家乡的口味，想着送给娘娘尝尝，感激娘娘当初救了奴婢。诺诺听是吃的，倒是也没客气，瞧见里面的东西是桃红的花瓣，绿色的叶子，晶莹剔透，拿了一块放到嘴里，入口即化。好吃。娘娘喜欢就好，这是奴婢家乡一种小孩子常吃的点心，虽不名贵，可在奴婢家乡那是口口相传的。奴婢的娘走得早，也就交了这些东西给奴婢。奴婢一直想着报娘娘大恩，可娘娘什么都不缺，于是奴婢就做了这个。确实很好吃。娘娘喜欢就好，以后奴婢给娘娘多做。你最近还好吧？在宫里有没有人欺负你啊？还好，奴婢的活清闲，女官大人也还好，而且这里总比宫外好，不用担心我后娘责打，安全了许多。你真的想在这宫里待着吗？这宫里繁华满目是好，可也不是万事都好。你若愿意，本宫倒是愿意送你离开清凉城，给你找个安生的地方。你开个胭脂水粉的铺子，以后可以寻个良人，安稳度日。娘娘自己帮奴婢的够多了，奴婢觉得这也挺好的，有吃有穿的，而且我后娘也进不来。个人的选择，她也没好再干预。见过陛下。清泽听见这声音，看了他一眼。奴婢给皇后娘娘送早膳来了。将食盒里的东西拿出来。陛下，您先喝一碗银耳粥暖暖胃，再吃汤包。等皇后来了再盛，免得凉了。月池只得作罢，本来还想趁着这个机会与陛下多说说话，培养培养感情的。我都闻见香味儿了，今日吃的什么啊？诺诺进来，清泽便打算将食盒打开，盛银耳粥出来。奴婢来吧。伸手过去，岂料清泽的动作很快，他连边儿都没碰到。诺诺喝了2口，便迫不及待地吃汤包了，一口就塞进嘴里。烫死了，烫死了！狼狈之下，他一口气儿咽了下去。清泽将筷子一扔，扒拉着他的嘴。喂，快吐出来！已经咽下去了，火辣辣的烫，烫到嗓子眼里了。诺诺大口大口地张着嘴，清泽端了凉的茶水给他漱口。还一会儿再吐了。诺诺含着，嘴巴都有些酸了。水吐了，清泽大手又捏着他的嘴仔细看。诺诺眼睛瞪得圆圆的，嘴巴被捏着，像是一只奋力呼吸的金鱼，样子有些滑稽。一直被捏着，诺诺觉得嘴酸的难受，口水都要流出来了。没被烫起水泡来，清泽才放心了许多。嘴刁的果真是嘴皮子也厚，竟然连泡都烫不起来。清泽，你不想活了吧？竟然说他嘴皮子厚，虽是数落着，可这次没直接让他吃汤包了，放在汤勺里，用筷子利索地戳开了一个洞，让汤汁流出来，才让他吃的。月池立刻过来。皇后娘娘，奴婢伺候你。不用。清泽冷声拒绝了，默默地退到旁边，不敢多话。眼看秋天已过，马上就要入冬，诺诺的心情有些畅快雀跃起来。
因为他马上就可以随着使臣正大光明地回去。11月，他的小侄儿也该出生了。青泽给他收集来的小孩子玩意儿，大大小小的收了3、4只大箱子，除了玩的便是穿的，拿着衣服一对比。我的单独放一处还好，马马虎虎能看过去眼，可若是和织绣的放一块，那便是云泥之别了。将他自己绣的小衣服一块翻出来。不行，小暖，你单独给我的装一份。织绣大人的绣活那是出了名的好，之前好几个官眷夫人请他绣帕子或者衣裙，织绣大人接活那还得看人的，只怕是绣活的钱比他的月俸还要高出许多倍。小暖虽是照着画做了，将他绣的衣裳放在了装小孩子玩意儿那个箱子里。哎呀，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那看来想要显得我的好看精致，我还得重新找一个绣活更差的。顿时想起了明优来，等回去了，若是我母后也给小侄儿做了衣服，那我一定和她的放在一起。小时候他是见识过明优给他做衣裳的，那绣活简直是一言难尽，差得一塌糊涂，熊瞎子绣的都比他好看。明皇后听说长得美，心灵手巧，听说南幽大半实行衣服都是出自她手，那可是皇亲贵胄难求啊。是啊，我娘干什么都巧，有用不完的活络心思，可这巧手到绣活上，那简直熊瞎子绣的都比她好看。远在千里之外的明幽表示，将这个不孝女拖下去关校黑屋，3天3夜不许吃饭，只许喝水。什么叫熊瞎子绣的都比她好看？熊瞎子会绣吗？能绣吗？还是不是亲生女儿啊？有这么吐槽老娘的吗？将箱子里的东西整理了一遍，怕到时候落下东西。月池出现在门口，娘娘，这位姑姑一直在殿外不肯走，求见娘娘。诺诺看见月池身后的人，来的是白鸭，看着诺诺还在翻箱倒柜的，不免有些急了。皇后娘娘，夫人病重，皇后娘娘快去看看吧。诺诺听了，转头看了他一眼。那你应该去找太医，我可没这救死扶伤的技术。他总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既然是病了，那应该是去请太医，再不济也是去请清泽。看见白鸭没动，你去请太医过去，将在职的太医全部给本宫轰去灵素夫人那。灵素夫人瞧得上哪位医治，就请哪位去。是。且慢，皇后娘娘，夫人病重，太医过去，可陛下也要过去啊，这万一夫人有事。白鸭，你在这宫里也都20来年了，你不知这时候清泽在哪儿？你若是要找他，你大可以自己去书房请便是，既不要太医来本宫这说什么。奴婢是来请皇后去请陛下的。你心知肚明，清泽与灵素夫人的关系势同水火，却还要让本宫趟这趟浑水。本宫和灵素夫人实在是互相都喜欢不起来，本宫怎么会为难自己又为难清泽去帮他？可她是陛下的亲生母亲呐。白鸭，这宫里向来最忌讳胡说，世人都知道陛下的亲生母亲多年前早就死了。知秀，你带白鸭过去，陛下自会有决断。小暖，你尽快将太医送去，记住了，务必是所有的太医，不管治什么的都给本宫去。陛下，陛下，灵素夫人病倒是真的，像是受了风寒，许多日都不好，拖了有1个多月了。虽是普通的风寒，晨到的时候她还在说着胡话。可奇怪的是，她手里一直攥着一个红色的8宝璎珞流苏的坠子，挣脱不开，让臣差点误以为她是装病了。臣也配了药，让人隔3日送一次去。太医也不知他的心意，是喜是怒，不敢多言，谨小慎微地退了出去。清泽听到那句他手里攥着一个红色8宝璎珞流苏坠子时，拳头不自然地抖动了。知秀说过，那个红色的8宝璎珞流苏坠子是他年幼的时候从诺诺身上摘下来玩的，可不知什么时候起忽然丢了，原来在他那儿。诺诺到晚膳的时候也没见清泽过来。诺诺看着桌上的菜，清泽不来吃饭吗？陛下今日似乎一直在御书殿里待着，没出来，
奴婢听闻白鸦在里面待了许久，后来给灵素夫人诊病的太医去了。那我去看看。店门吱呀的一声被推开，诺诺瞧见店里昏暗的光线下，椅子上坐着一个人，气息里漂浮着冷冽的酒香，可却很淡，应该是没喝多少。诺诺慢步走过去，哟，原来是躲在这儿偷偷喝酒啊。清泽听见那声音，冰冷的眸子里有了暖意。才放着没喝2口的，这酒烈，你不爱喝。坐下来一旁，伸头从酒壶里认真地闻了闻，确实只有猛烈的酒气，毫无美感可言。这酒也不知谁拿出来的，一点也没好，似乎根本忘记了刚才自己来的目的。说着不好，还往酒盏里倒了一点点，却只是用舌头浅浅地碰了碰。哎呀，这酒比马四他们那儿还难喝，一口饮完。烈酒有烈酒的好。辣嗓子吗？两人就这么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若你是我，该放得出来吗？诺诺明亮的眸子闪了闪，他觉得不该说的，也不该心软的，可却不知为何伸出白嫩的手指戳了戳他的心口。你说呢？鸟儿绕着原声声诉，三月来白色。我母后和我说，当一个人在犹豫时，是因为情感和理智在互相压制，若是你顺从了理智，只怕你心里会一直放不下，倒不如索性爽快些，先去做了，至于后果等来的时候再说呗。夫君是为了你，如今你自己为了自己，夫君知道也不会生气的，似乎是知道他心里的犹豫。你放心，他伤害不了你，更伤害不了我。当年是因为你年纪小，又因为他是你亲生母亲，我们不过是相互看不顺眼，我与他也没有宿世仇，他赖着我干什么？灵素恨清泽，可现在的灵素更恨诺诺，毕竟自己穷其一生也得不到的东西，别人却是唾手可得却不要的。当年他的夫君被别人占据了心，如今自己的儿子被情敌的女儿占据了心，能放下了才怪呢。你放心，撤了他的禁足，等他病好些了，我就将他送去皇陵，让他去给夫君守灵。诺诺点头，想到灵素，其实是有些替他悲哀的，穷尽一生在追逐啊，到时候看吧，若他能安分些，别出什么幺蛾子，就让他待着宫里吧。他也可怜。白鸦以为完了，没机会了，可等夜里时分，却发现守卫都被撤走了。夫人，陛下说了，你今日可以自由出入了。还没等白鸦脸上的惊喜跃上来，可陛下说了，等夫人病好了，就去先帝陵墓守着吧。脸上的笑僵住，小宫女如避瘟疫，转身就走了。灵素躺在帷幔后面，听见小宫女的话，这畜生果真是心狠啊！我都变成这样了，他还是打算给我设圈子。还好我算得准，你们父子俩再精明又如何，还不是要跌在我的手里。白鸦心里梗得难受。夫人，都这么多年过去了，如今算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不如就算了。我这么多年的苦和恨白受了吗？可陛下是无辜的呀。夫人恨先帝，可为何连着陛下一起也……你给我闭嘴！他不是我儿子，我怎么会养出这样的儿子来？他是白眼狼，是恶鬼。夫人，风寒烧了好几日，快去榻上躺着吧。哼，若不是我有手段，对自己能下得了狠手，他还能放我不成？我既然自由了，当然不会去那该死的皇陵守着一具不爱我的尸骨。解了禁足的灵素果真是很快就好了起来。长昭帝41年11月13，皇孙凤昭宣降生。诺诺选了一个天气好的时候便出发了。清泽坐在桌旁，皇后此时该出城了吧？啊，该是没有，此时使臣还在城里晃悠呢，再怎么也得要半个时辰吧。你真以为他会跟着使臣一块走啊？那陛下还不放心吗？他不跟着使臣也好，宫里都知道皇后跟着使臣回母国探亲了，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应该放在使臣的队伍上，也就没人去关注他了。那使臣路上遭遇伏击，
哼，大不了就多死几个人，反正都是一些无用的东西。至于东西谁敢抢，自然有法子让他吐出来。在女尊境内，恐怕还没人有那么大的胆子，出了女尊更是。在南幽的地盘上抢他的国君的贡品，岂不是找死吗？一路快马加鞭，赶在年节前到了。明幽和凤七七早知他要回来，早早的就派人在城门口等候消息，接到了他，立刻就飞鸽传书送回宫里了。两人早早的站在宫门口，凤清浅拉了拉衣领，竟然有些紧张，也不知道他在清凉过得好不好，那小子会不会欺负他。总归是自己的心尖肉，哪怕潜伏在清凉城的卧底，每每隔着一段时间就会送关于诺诺平安的书信回来，可凤七七还是担心，许是慈父心肠，压根儿忘记了他养的可是一朵仙人掌，不扎死别人就不错了。哼，你还笑话我，心里指不定念成什么样了。远远瞧见一身红衣女子策马而来，头上的红宝石发钗在阳光下耀眼无比。明幽撒开凤七七的手，诺诺。诺诺停住马，马也没工夫顾了，就冲过来抱着明幽。吴侯的小棉袄回来了。明幽也是眼眶里蓄着泪，路上是不是受了罪？怎么受了许多呀？没有，吃得好，可就是心里记挂着胖头鱼做的菜，想早些回来吃。明幽拉着他的手，闲话家常。胖头鱼早就退了，如今是他徒弟在做，味道倒也和以前的差不多，许是因为母后老了，尝不出太大的区别来。你呀，等会儿亲自尝尝就知道了。你父皇昨夜就命人给你炖汤了，想着你今日早上到喝，不曾想你回来都下午了，我就空着肚子等着呢。走过去看见凤清浅，父皇，诺诺可想你了，昨夜还梦见小时候父皇带我放风筝，是生了小皇子还是小公主啊？生的是皇子，叫凤昭轩，昭告天下的昭，宣读的宣。哦，这名字是我父皇给取的吧？诺诺一听便知道，没急着去吃饭，倒先是去看了他的小侄子。长昭帝41年12月21日，宫里为皇孙凤昭轩举行满月宴，宫里大大小小的官眷都到了，礼物堆满了整个大殿里。诺诺在里面翻找着东西，发现并不是所有礼物都走心的。月离笑道：哎呦，小皇孙可真可怜，话都不会说就被你抢着满月的礼物了。他一个男子汉用得着吗？不如就孝敬他可爱的姑姑好了，用在我身上刚好。还发现另一个红宝石金手镯也一并套在了手上，转了个圈，怎么样？刚好等会儿参加宴会。哼，人好看穿什么都好看。诺诺摸了他下巴一下，月离和如意一样，最会说话，不像长风叔叔那么嘴毒。嗨，论毒谁还能毒得过你呀？哎，得，你可少来祸害我闺女啊！若她闺女也像是诺诺公主一般小恶魔的性子，那可真有的哭了。所以小时候长风几乎不带月离来宫里，尽可能减少月离跟他们兄妹俩碰面的机会。小皇后有毒，连她养的闺女也是跟她一样的性子，可偏巧世上还真有青菜萝卜各有所爱的说法。当初有陛下爱小皇后无法无天，如今就有黎清泽那小子宠妻无下限，在天下中传出了巨妻的美名。年30的时候，烟火漫天飞舞，诺诺提着灯笼走在街市上，看着来往的人群，他有些出神。街旁的小孩子拽了拽他的袖子，仙女姐姐，你的灯笼熄了。诺诺低头，烛火确实熄了，一摸袖子才发现自己也没带火折子。旁边的小孩子都围过来，刚才开口的递给他一个火折子，接过蹲着将自己的花灯点了。谢谢你，小朋友。
姐姐，为什么你一个人看烟火呀？你没有夫君吗？旁边的扎着2个小揪揪的丫头问她。当然有啊，你看我这么好看，像是没人要的吗？我娘说漂亮的女人太凶残，姐姐你一定是太凶了，所以你的夫君才躲起来的。诺诺扯了扯她的发髻。你个小丫头，你知道什么？我就是知道，我娘说的，女孩子还是不要太漂亮，温柔贤惠才有人要。那是你娘胡说，你没有听见过长得好看能当饭吃吗？诺诺气鼓鼓地纠正她。她很凶吗？才没有呢，她都轮到被一个小丫头教训了吗？一身青衣迎面而来。喂，她很凶，可我正好很喜欢。青泽走过来，眼神深情而宠溺。你怎么来了？诺诺话里抑制不住的惊喜。来证明你有夫君。蹲在地上教训诺诺的小丫头瞧见青泽，眼睛都挪不开了，一脸的小花痴样。哇，姐姐，他真的是你的夫君吗？长得真好看。这下你信我的话了吧？谁说只有温柔贤惠的女人才有人要呀？你瞧瞧，你不也盯着好看的人一个劲儿的流口水吗？小丫头死死地垂涎青泽的美色。以后我也要嫁这么好看的。刚才给火折子的小子立刻皱眉生气了。小玉，昨日过家家，你还说要做我的媳妇呢，今日就变了。那是因为昨日我没看见有这么好看的哥哥。小玉做了个鬼脸，勉强给了一个解释就跑了。哼，果真女人都是善变的。哀怨地看了青泽一眼，红颜祸水，夫子说的对。然后一溜烟跑了，生怕青泽那张面瘫脸冲上来揍他。这小子一定是上课偷懒了，红颜祸水可是形容女人的。瞥见那张脸，诺诺又觉得有一定的道理。用红颜祸水也是有一定道理的，这张脸可是比多少女人都好看。两人一路走着，听着热闹不绝的吆喝声。你怎么来了？不放心。不放心我，还是不放心谁？两者都有啊。青泽最不放心的是宋寒天，这没脸没皮的，都成亲了还敢惦记着别人的女人。他一到，立刻马不停蹄地去死亡警告了裴宁一番，叫他管好自己的男人，否则他可不客气，煮熟的鸭子能飞了，费心娶回来的媳妇可不能被抢了。这么个大情敌，他不得来看着？你朝堂上的事情不是多吗？怎么得空回来呀？这些事情当然是扔下了，将雪灾的事情加紧处理完了，其余的都给扔下了。哎，前面有卖糖葫芦的。诺诺的注意力便成功的被转开了。母后最爱吃，我去给她买点。真不知她这么大年纪了，牙口还受不受得住这些酸唧唧甜滋滋的东西。青泽眼皮子抽了抽，然后2串糖葫芦就被他吃光了，唯一剩下了2个长签子。某人完全忘记了刚才自言自语的安慰，糖葫芦到底是被谁吃了呀？等到初7的时候，诺诺便随着青泽回去了。没了办法，书信早已催了青泽2日，于是便跟着他一块回了。子雀，不知何时再见，你务必保重。喂，常常往家里写信啊。虽说父皇母后去游山玩水了，可哥哥在啊，你切莫偷懒。诺诺听到写信，眼眶便红了起来。好。还有，千万别被人欺负了，哥哥会好好守护好这南幽的江山，做你最坚强的后盾。若是有谁敢得罪了你，便是得罪了整个南幽的天下。若是缺了什么，不习惯什么，你就写信来告诉哥哥，哥哥让人给你送过去。虽说诺诺和他一样大，不过是晚了眨眼的功夫出生的，可在凤鸣心里，他便是小的，随时随地都需要保护的。好，记住了，哥哥也要保重自己，照顾好夭夭和昭轩。等我得空了，一定回来看你们。好，去吧。
凤鸣也忍不住这样的分别。他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只要他不出去，总是天天都在一起的。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可比父皇母后照顾他们的时间多了去了。青泽骑马而来，停在城墙下，诺诺跃上高墙，双手撑开，一跃而下，不偏不倚地落在马上。青泽轻轻一声驾，马儿便撒开四蹄，小跑起来，夭夭抱着孩子，不住地挥手。诺诺扶着青泽的肩膀，转头远远地看了一眼渐渐模糊的弓影。其实他们都知道，死去一别，山高水长，哪里有那么容易相见。行到城门外，诺诺听见阵阵悠远轻扬的琴声，奏的正是那曲《山高水长》。听琴音，他便知道是谁了。青泽停了一刻，哼，走吧，逝去不可追。他想，总有一日宋寒天终归是能放下。等回到女尊的时候，已经是1月下旬了，数不清理不完的事情堆积在御书店里。青泽忙得头晕眼花的，你先来喝粥吧，事情都堆在那儿，也不是1、2日了。青泽没动，诺诺一口气将剩下的粥喝完。你来喝着，我给你念。青泽抬眸，一副你确定的样子。喂，先说好，只此一次啊，以后我可不帮你，谁让你撇下那么多事儿，非得不远万里跑去南幽去。我是看你可怜，他才不是心疼呢。若不是他，本来自己可以在南幽多待2个月的。百岁，你去外面守着，送水的都不许进来，不然瞧见了又得来闹了。女尊朝里那帮老顽固总是歧视他是南幽人。哼，他南幽江山那么大，他还稀罕吗？百岁一听，立刻将茶放着，出去守着了。自然是守着那最恨不得皇后的事情闹大的苏姑娘了。果真没一时半刻，苏慕之便来了。他穿了一件大袖，端着热水过来的时候，瞧见百岁守着不远处。苏公关，陛下在内殿，任何人不得打扰。我来给陛下添热茶。陛下说了，任何人不得打扰。可在御书店伺候是我的职责。他似乎隐隐听到了女子说话的声音，是皇后在内殿。百岁也没多说，然后苏慕之就浮想联翩。这关着门，两人又在内殿，还是夫妻，不让别人靠近，脸上出现一抹不自然。大白日青天的，也不管不顾，无耻！南幽的女子都这么不要脸的吗？百岁挠着头，一头雾水。这看折子处理事情，可不得白天吗？随后想起他那不自在的神情，百岁终于懂了，是苏慕之想歪了。反正也不关他的事儿，而且即便是人家做了，那也是合理合法的。苏慕之爱怎么想就怎么想。诺诺给他念着折子，没隔一会儿便要愤愤地吐槽2声。哼，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要来洋洋洒洒地说半日。看到激愤处，索性拿笔模拟着清泽的笔记，批注了一句：说重点。倒是还真像，只是有些潦草，乍一看还真是清泽愤怒之下写下来的。索性你将我的一席写好了。喂，你有些得寸进尺了啊！他就知道不该心疼这男人，从前被父皇抓苦力抓得轻车熟路的，对于这些朝臣的废话连篇，他太有发言权了。一些拍马屁的言论也值得洋洋洒洒地写满一折子，有这功夫去民间写2本话本子，反应一定好。听太医说你病了。唉，不过是些老毛病了，快来看看我新给你做的帕子，最适合男儿用。既然是病了，别弄了。本君给你寻了太医，你将养着就是了。若缺了什么，去找知绣药或者找皇后都成。然后转身就出去了，只等他走远了，才使眼色让白鸭跟着出去看看。走远了啊，好。主仆2人都喜上眉梢，白鸭是觉得母子关系能缓和了，他以后也不用整日过苦日子了。灵素想的是，
目前清泽已经开始对他渐渐放下防备。清泽一死，整个女尊无后，将皇后赶回去，女尊不就死死地捏在他的手里了吗？夫人，陛下说了，夫人身边伺候的人贵在精而不在多，这苏木之在身边笨手笨脚的，才导致夫人生病的，所以命奴婢等将他赶出去。不用了，本夫人觉得他挺好的，木之很能干，端茶递水，捏肩捶腿都做得好，还能给本夫人解闷儿说笑，便不用换了。好，既然如此，便是其余伺候的人不得力了，那奴婢就将他们赶下去。这都是你干的好事，若不是为着你，我这儿至于连个顺手使唤的人都没有吗？夫人是为了留下你才说瞎话，你自然要当起能干的名头来。这些水都是要打去给夫人烧了做洗澡水的，你可快些。灵素站在窗前，看着远处笨手笨脚的苏木之，这种人留着干什么？或许做个替死鬼倒是不错的选择。诺诺是在过了2天才听小暖说灵素夫人和苏木之的事情的。清泽要将他的人撤走干什么？折磨他？不是，奴婢想着该是前些日子苏姑娘说话口无遮拦的事情传到了陛下耳朵里，前2日陛下去夫人那儿正好看见了苏姑娘。花开花落，日升日没，真情如烟波。以退为进，先说是撤走苏姑娘，嫌她照顾不周，等夫人开口说的时候再将其他人撤走。现在夫人店里也就白鸭和苏姑娘2个伺候的人，这所有的重活累活岂不是都要落在苏姑娘身上？青泽可真是阴险，不出10天半个月呀，苏木之的纤纤玉手只怕都是糙起来了。正如诺诺想的那样，苏木之熬了10来天，彻底崩溃了，将木桶扔在地上。本小姐不干了，我进宫受着破罪干什么？白鸭听到重物落地的声音，哼，好啊，那苏姑娘你走就是。苏木之想转身走的，可前后搭进去好几万两银子，如今他若是一身灰头土脸的回去了，他爹肯定饶不了他。哼，苏姑娘，这宫里虽说主子不多，可也不是那么容易待的。你既然想成为人上人，便要首先成为人下人，吃得苦中苦。那凤七也不见是吃了什么苦。唉，人家生来就是天上的凤凰，南幽长招帝后的嫡女，兄长是未来南幽的继承人，外公是名震天下的战神，岂是你一个朝臣之女能比的？哼，不就是投胎投得好吗？有什么了不起？哈哈，苏姑娘啊，还是快些去炖汤吧，夫人还等着给陛下送去呢。主要目的便是让她心甘情愿地留下来干活。苏木之熬了一早上，灰头土脸的，这才将鸡汤熬好。灵素换了一身素净些的衣裳，带着鸡汤就去了。陛下，夫人来了。清泽没说话，依旧认真地弄着手里的东西，但百岁知道这是同意灵素进去了。灵素脸上端着笑，这个不孝的畜生，有这么对自己亲娘的吗？清泽，我炖了些汤，你先喝吧。放那边。无奈将汤放着。你这是在做三子？清泽没理会他。怎么皇后不在？出宫玩去了。清泽呀，不是娘说皇后的不好，这整日往宫外跑，成什么规矩啊？她虽是南幽的公主，可如今成了女尊的皇后，既然嫁给了你，就该守女尊的规矩。清泽没说话，依旧做着手里的东西。她出去玩了，你这儿连个伺候的人都没有。如今你也老大不小了，若是能从朝臣家的女儿们挑选几位做侧妃，既能稳固朝臣的心，又能伺候你，想必皇后也不会有什么意见吧。本君只会有一个妻子，去南幽娶亲的时候，本君就承诺过长招娣，此生只会娶她一个。可她也不能学着明皇后的专横霸道啊！明皇后善妒凶悍，生的女儿也这样。是本君求娶的她。送客。公子，公子，这是不是你的东西掉啦？苏少爷低头一摸自己腰间，果真是都没了。
都追了你好长一段路了，我人小走得慢，叫了你好几次你都没听见。这银袋子丢了事儿小，可这玉佩丢了，那爷爷可会要了他的命的。公子，你怎么这么小气呀？我拾金不昧，你也不表扬我。上次我在街上捡到一个漂亮姐姐的发簪，她还给我买了一包糖果呢。来，这给你，总能买一堆糖葫芦了吧？小丫头接过碎银子，笑嘻嘻地跑开了。苏家少爷摇摇头，这次倒是警惕多了。站在不远处的诺诺就看着小丫头跑出来，我还赚了，现在该你给我了。喏，递给他2串糖葫芦。小丫头拿着，美滋滋地去了。苏家少爷的身影消失不见，诺诺勾唇，转身也回去了。他不跟着去，是因为小孩子不识货是正常的。到苍梧宫的时候，诺诺准备去告诉清泽这个消息，可远远的便听到喧闹。诺诺快步走过去，发现知秀和小暖他们都在，连着灵素夫人主仆也在。夫人，这丫头在外是不懂规矩，不识的大字一个的，所以没规矩顶撞了夫人。夫人慈悲心肠，请我与这种宫女计较，奴婢一会儿该打就打，该罚就罚，以后她一定懂得规矩。我看现在就该罚了。本夫人看她这张嘴长着也没什么用，这舌头割了，将嘴缝了才好。月池只是一味的哭，不敢再说一句。诺诺一进来，宫女跪拜，知秀还未来得及多说，皇后回来的正好，你们南幽就是这般没规矩的吗？竟然教导出这样的宫女，一头雾水。诺诺看向知秀，月池这丫头不懂规矩，说的话目无尊卑，顶撞了夫人。诺诺看向月池，月池立刻将头低下了。何止是目无尊卑呀，简直是大逆不道！你们以为2巴掌就能了了事了？什么叫本夫人不是陛下的亲生母亲，毫无人性，虐打陛下？本夫人恶毒不恶毒，是轮到一个贱婢来教训的吗？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这话恐怕就是你教会婢女的吧？这丫头嘴欠，是该教训教训，不说掌嘴2下，就是20板子也该受着。可若说她大逆不道，还不至于。夫人应该清楚她说的是真是假，到底有没有造谣。陛下身世那是先帝定的，夫人若觉得不平，该找陛下或者是先帝去理论。她一个身份低微的宫女，可没那本事改变。当然了，她错是她的错，可即便是将她千刀万剐，话已经说出去了，也收不回来。本宫便想着，既然是本宫宫里的人，那本宫就给夫人赔个罪。夫人因为些随口的话气恼，心情不佳。本宫母国前些日子送了些南幽的特产和一些珍奇东西，夫人挑选一些，也算作是她将夫人惹恼，心情不佳的赔罪了。我们女尊什么东西没有，何须要你们南幽的？我就是要让陛下看看，皇后是怀着什么心思，是怎么教导宫人的。夫人，既然是让陛下来，那也就好说了，反正他说的也都是事实，顶多算这宫女惹得陛下心情不佳，本宫可没什么损失。至于夫人，还是好好考虑考虑，这才与陛下关系缓和了些。是本宫啊，就不会提从前的那些事儿。灵素夫人脸上立刻难看了起来，诺诺也不管她。小暖，去请。是，娘娘。等一下。可小暖跑得快，已经去了庭院了。诺诺看了月池一眼，还不去追小暖？若是追不到，你就等着受罚。月池立刻飞奔着出去，也顾不得哭了。其实小暖跑了没多远，就晃晃悠悠地走了。刚才不过是跑给灵素夫人看的，他们陛下可是一心向着皇后，陛下看着皇后的面子也会轻饶的。夫人放心，这事儿陛下定不会追究，可是心里会不会记恨他就没办法保证了。吩咐知秀将南幽送来的东西找了些珍品出来。灵素瞧见那些发冠、步摇以及数百年的雪参，还有各色的东西，便知道凤七真的是被长招帝后放在赏心里的宝贝。花开花落
下，娘娘让奴婢来送汤。清泽低着头看着手中的书信，放着下去。皇后娘娘说了，要奴婢看着陛下将汤水喝完。陛下这2日事情多，吃饭都不太认真，如此下去身子骨可受不住。清泽听了果真是没多说，端着汤一小碗的整口气喝了。太好了，陛下将汤水都喝完了，他在里面加的东西都是1等1的烈性，片刻的功夫陛下一定会有反应。清泽想抬笔，却发现脑子有些眩晕。陛下，你怎么了？身体开始不对劲儿，眩晕过后，身子便开始又干又热的了。陛下，奴婢看你好像不太舒服，是不是生病了？说着还用手去碰过他的额头。清泽已经确定这汤水里被人下了手脚。这汤哪里来的？这就是皇后娘娘命奴婢端来的了。伸手去碰清泽。陛下很热吗？怎么都流汗了？滚下去。起身就要往外走，月池立刻扑过去，从背后抱住他。陛下，陛下，奴婢知道陛下对奴婢也是有心思的，奴婢愿意帮助陛下。清泽一挥袖子，便将他推出去数步之远。滚！本君嫌恶心了。清泽狼狈地推门出去了，步子细看都有些踉跄了。陛下怎么出去了？不对呀，这药性强烈，片刻就能让人没了自制力，陛下怎么还分得清人呢？快步想跟出去，免得被别人捡了便宜。只是出门哪里还有人的身影？苍梧宫里，诺诺躺着床上睡得迷迷糊糊的。清泽走进去，将门一关，榻上的书被一卷而落。诺诺听见动静吓了一跳，睁眼正要动手，清泽的手按住他的头。清泽，你怎么了？清泽低头便吻住了他。等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清泽却没睡，躺着他旁边静静地看着他。有什么好看的？清泽侧身摸了摸他的脸。你的夫君差点被人占了便宜，你都不安慰安慰。诺诺眼皮动了动，这认真严肃的语气是撒娇吗？他这撒娇可是天下独一份的，来自男子汉的钢铁撒娇。安慰的还不够彻底吗？我腰杆子都要断了。那要不我再安慰安慰你？滚！似乎是想到了什么。你说那汤水是月池送的？不是你让他送过去的吗？是。天都亮了，抓紧时间睡吧。翻身躺着，想了想，不许将我吵醒了，否则有你好看的。将他滚了一圈，落在自己的怀里。现在你没睡，不算。早上月池战战兢兢地来伺候，发现都没人提起昨日的异常。诺诺看了月池一眼，哟，大早上的吃虾，好麻烦呢。那让人撤下去，给你做一道粉蒸排骨。那多麻烦，岂不是要我饿着半个时辰？我是想吃虾的，可不想自己动手。奴婢给娘娘剥壳。不用，本君来。伸手将盘子里的虾一个个剥开。诺诺意味深长地抬头看了月池一眼。若是别人瞧见我这般使唤你，指不定那些大臣气成什么样了，又得说我南幽公主祸害你们女尊了。他们爱说便由他们说呗，你若不愿意听，我将他们的嘴都缝起来便是。瞧见他嘴角吃虾沾了些醋，伸手给他擦了擦。月池的目光里带着失落，微微低着头。等吃了早膳，清泽出去了，诺诺才起身去了，也没和月池多说话。一直到了下午些的时候，小暖突然来叫他。月池，娘娘找你。月池心里的弦立刻绷紧了，难道娘娘知道了？娘娘，本宫突然想起些事儿来。月池，你当初是怎么进宫来的？还好没发现。奴婢是见宫女名额有空缺，便报选了，这才侥幸到了宫里。那你可真幸运呐，算是心想事成了。那些选宫女的没为难你，亦或者朝你要些钱财？诺诺从小在宫里长大，太清楚这些宫里明里暗里的规矩了。奴婢家穷，皇后娘娘也是知道的，当初也是瞎猫碰上死耗子。许是那管事的大人觉得奴婢身世可怜，所以恩准了奴婢。许是其中有空缺，当时入选好的宫女有人病了。
可真。明锐清透的眼神对上月池，可你说巧不巧啊？今日早上管事的正好遇上了知秀，捣鼓了几句，问知秀有位宫女是否是知秀的亲眷，还是本宫的相识之人。当初啊，本不该让她进宫的，可管事的却看着玉佩的面子，挪了一个名额给她进宫。说到这里，月池的脸色便挂不住了。躺在荷花池边，悠哉悠哉地闻着荷花的香气，听到步子声，以为是小暖他们来了。少来烦我，好不容易多会儿清静。谁让你不清静了？诺诺听见声音，睁开眼来，瞧见是青泽。青泽俯身伸手过去，诺诺拉住他的手，默契地被青泽拉起来。青泽将自己的外衫脱了，铺在地上。躺着吧。将他勾过来，一起躺着。青泽也就顺势与他一起躺下了。我都将他放了，你还有什么好郁闷的？我才没有，他死不死的与我有什么干系？我不过是想让他活着，让他后娘好好欺负他来着，这看着比他死痛快多了。那你还出面让他后娘去不了毒房？诺诺一时语塞。喂，你怎么话这么多？是你让我多说话的。我觉得你还是做闷葫芦比较好。青泽搂住他的细腰。好，你说做闷葫芦，我就做闷葫芦。其实他的话不多，也不太爱说话的，是担心诺诺闷，自己才朝着话痨的方向变的。哎，灵素夫人那边有什么动静？你说他拉着苏木之干什么？莫不是他也知道苏家的事情，想借此掺和？青泽一动不动，若不是眼神专注，定以为他神游太虚了。你倒是说话呀！是你让我做闷葫芦的。你翻了一个白眼，干脆将你的嘴缝起来好了。气出了，现在好些了吗？是好了些，可不过现在气的是你，差点被你气死。生我的气也好，不管是喜是悲，我都希望是关于我的，而不是那些无关紧要的人。星眸眼里带着深情，青泽拖着他的下巴，诺诺对眼看去，沉溺其中，无可自拔。说正事儿。应该不是，他还没那个能力。黄金安从过去如今差不多近2年了，多少涉及到相关的便都断了线索，幕后之人一定潜藏得很深，不是他这种人能够触碰的。那你留着苏木之有什么用啊？之前是为了银子，如今苏木之也没什么价值了。若要知道，咱们耐心等着，顺藤摸瓜便知了。你有什么主意？快与我说说。青泽俯身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诺诺便点了点头。等回去后，便在屋子里砸起了东西。我太子哥哥就是随意嘱咐了几句，说让我在女尊小心，怎么就成了戒备你要害你来着？黎清泽，你要说清楚，说不清楚，今日我就砸了你的藏武宫。看着地上的狼藉，诺诺皱眉心疼。哎呀，这都是银子，太浪费了。张嘴吃了一口青泽递给的虾，你都得赔给我。指了指盘子里的虾，快点剥，叫骂可是个力气活。青泽无奈地看了一眼，他默默地端着茶喝着。见屋子里的东西摔得差不多了，应该说虾剥完了。走吧走吧，我宫里可没东西摔了。你这是卸磨杀驴，过河拆桥。若不信，你今日就滚，滚出去，我不想见到你。结果就是青泽阴沉着脸大步走出来，头也没回。哟，这是闹翻了。皇后可真凶悍，要不是说是明皇后的嫡女，不光继承了美貌，这性子继承的一模一样。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可谁都不敢靠近殿内。诺诺将虾吃了，有些无聊，便又去惬意地补了个觉。约莫到天色晚了，这才慢悠悠地起身。小暖这才伸头进来。皇后娘娘，外面的东西可以收拾了吗？收了，扔去御书店里，让你们陛下给我赔。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砸的奴婢不敢。听御书店那边伺候的奴才说，陛下也生了好大的气，将茶盏都碎了。切，瞧你这胆小如鼠的性子，他倒是心疼他的东西，只碎了一个茶盏，你瞧瞧外头多少好东西都碎了，他还想用生气抵赖不成？
最后小暖是哆哆嗦嗦的将那些碎的肺片送进去的。陛下，娘娘说了，这些是您打碎的，让您来赔。清泽刚抬眸起来，不是奴婢说的，转身就溜了。哼，扔出去，眼不见为净。百岁心知肚明，可也要装装样子。陛下，你与皇后置气干什么？她还小，她可比朕大2岁，还小。哈哈，属下用词不当，皇后就脾气古怪了些，性子炙傲了一些啊。不用说了，她这皇后不想做就别做了，仗着自己是南幽的嫡公主，天下都要归她凤家说了算吗？站在门口的苏慕之听见里面的话，汤水都没顾着送，便欢天喜地地回去了。陛下，夫人让奴婢来给陛下送汤。清泽不说话，苏慕之便将汤水盛出来。哼，你这身衣裳还挺好看的，粉嫩动人。若穿在诺诺身上，一定更加好看。后半句烂在肚子里。本君记着，本君店里有顶发冠，倒是十分符合这件衣裳。你带他去试试，若是相配就赐给他了。谢陛下。欢天喜地的去了。清泽不动声色地将汤水浇在店里角落中花束的泥土里，故意还滴了几滴在桌子上。其实他让百岁带他去挑首饰，不过是想避开他，将汤水倒了。苏慕之带着那小发官回去的时候，一路都抬头挺胸的，回去还将这事儿给灵素说了。看来苏姑娘的运气来了，陛下的汤水可喝干净了。喝得干干净净的，就桌边洒了几滴。许是惦记母亲的味道吧。夜里，清泽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枕边忽然少了一抹清淡的香甜，似乎是心被剜走了一般，不知是缺了什么。趁着没人注意，偷偷翻窗出去了，一路悄悄地去了苍梧宫。清泽原本以为诺诺也是睡不着，心里跃然了几分，可听见汤勺碰撞的声音，顿时整个人都不好了。感情人家根本不是睡不着，是在吃东西，而且主仆两人还在兴致勃勃地说着悄悄话。这说明什么？他在单相思啊，人家根本没相思成疾，辗转失眠。进去站在黑暗的角落里，他倒是想听听这两人大半夜说什么话。娘娘，你不怕陛下真的生气不要你了吗？心里满意了2分。这丫头还算乖觉，知道劝着主子。有什么好怕的？难不成本宫是比他差了哪里？怎么就本宫担心他不要本宫，而不是他担心本宫不要他？清泽蹙眉，这个女人啊，胆子越发大了。小暖呢？本宫是谁呀？南幽的公主，她以前也是女尊的太子，身份咱不输人，样子嘛，本宫可不觉得比她差。